眼前这个小女孩正背着一捆柴火往家的方向走，可她不知道的是，爷爷奶奶已经把她卖给了城里的老鸨。她才仅4岁半，从小没了爹妈的孩子就已经承担起了家里的农活。就因为在古代这种重男轻女的时代，男性被视为家庭传承和财富的象征，而女性则被贴上生育和家务的标签。这孩子也太苦了，这个姚老太婆怎么那么狠心，也不怕被雷劈死？这么热的天，小妮妮怎么打了这么多的柴啊？小心把你的骨头压断了，以后可长不高。妮妮坐一会，你怕是中暑了，喝口水吧。谢谢二叔婆，我得快点回去，再吃我奶就生气了。大家都知道小妮妮家的情况，自己想好心帮忙，可是回去迟了被打受罪的可是小妮妮，所以谁都不敢挽留她。人家这么大的孩子有的才断奶，他家3贵也还要喂呢，这姚老太婆真的不是人。来，六婶，这还有几颗杂粮饼子，妮妮先咬2口顶顶饿，她那老婆子也不会顶你留。小妮妮想要拒绝，被六婶强行塞进了嘴里。杂粮饼子不大，小妮妮连忙点头感谢，太饿了，如果不是好心的香菱偶尔给她点吃的，她应该早就不在人世了。姚老婆子也太过分了，这么好的孩子父母又不在了，应该心疼都来不及，怎么舍得把他卖掉，而且还是卖去那种肮脏地方？家里不是还有大伯大娘和三叔的吗？省2口就能养活，也没人帮他说话，一家子都是糟心货。小妮妮的心咯噔了一下，不好，自己要被卖掉。桃花村隔几年也会有1-2个女孩会被卖掉的，但是大多都是家里太穷，孩子又多养不起才卖去给好人家做童养媳，或者去给大户人家做丫鬟的，一般也养过了8、9岁才会卖。听刚才路人的话，自己怕是要被奶奶卖到青楼。奶奶怎么那么狠心，自己可是她的亲孙女呀，而且从来没有偷过懒。爷爷也认为她是个赔钱货，是扫把星，但是绝对不可能把她卖入青楼的，肯定不会的，一定是有什么让村里的人误会了。小妮妮自我安慰着，加快了脚步往家里走，再迟就要挨打了。她可是出门大半天了，家里的猪和鸡肯定还要等着她来喂。10两银子给你们，人货两清，待会孩子回来我就带走，以后就没你们姚家什么事了。那扫把星打柴去了，待会回来你直接捆了就成。姚大石的声音没有一点温度，好像说的是阿猫阿狗。老婆子，待会给我1两银子，给我打几壶酒喝。不行，这钱要留给富财，可不能动。过2天他就休沐回来了，我得给他买点肉补补。老姚在学院都饿瘦了，他可是要考秀才的，我还指望他给我挣个诰命呢，给他点零花钱我还觉得不够呢。嚯，小丫头回来了，来奶奶，婶子给你糖吃。刚才爷爷奶奶和老鸨的对话，小妮妮都听到了，知道这人不是好货。小妮妮吓得不知所措，哀求着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我少吃饭，多干活，你们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绝不顶嘴，求求你们不要把我卖了。你这扫把星，一出生就克死了你爹你娘，克得我们一家没有出头吃。我前2日生病也是你克的，不卖你卖谁？小妮妮虽然年纪小，但是也是听村里的老婆婆说过的，知道青楼那不是好地方，这会害怕的缩作一团。忽然小妮妮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大门外100米有你的救星，你必须在10分钟内抱住他的大粗腿，并想办法让他救你，才能保证逃过这一劫。如果你如愿以偿，将道歉转运空间1000金币，1个月内如数偿还。小妮妮懵了，她从很小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开始，就能看到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只是以前她太小，说话都不清楚，也找不到信任的人聆听，表达不出来，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回她算是听明白了，只要不被卖掉就是她的终极目标，任何条件她都没有时间去考虑。我不要被卖掉，我不要去青楼。小妮妮怀着这样的念头，决定拼死一搏。她一低头抓住了爷爷的胳膊，拼尽全力咬了进去。你这丧门星还敢咬人！小妮妮往大门外跑了出去，能找到大粗腿应该就有救了。求求您，求求您了，爷爷奶奶要把我卖去青楼，求求您救救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的，您是好人，求求您了。平时小妮妮的话很少，但是这会儿把在村子里婆子那听到话都用上了，也是疾病乱投医。她想抓住这点微弱的希望，也不管面前的人是不是那个声音说的大粗腿。丫头，你快起来！来人正是村子里的老族长。妮妮被老族长一把拉到了身后。你们这是要把这么小的丫头卖去青楼？姚老太爷，你家可是村子里数1数2的富户，良田都有几10亩，何至于此？老族长铿锵有力的声音引来了村子里不少人围观。让严老爷见笑了，小孙女不听话，只是教育她。不是的，他们是真的没有把我当人，要把我卖到青楼，银子奶奶都收了，我看见了。
十有八九老族长就是刚刚那个声音说的，他的救星大粗腿。教训孩子还需要青楼的老鸨来，老鸨是他的爹娘，这就是你姚家的家风。就算卖孩子，那也是我们姚家的事。严老爷还是回去管自己家的孩子吧，今晚能不能吃饱饭还不一定呢。老族长一辈子饱读圣贤书的，只是20多年霉运磨光了他的心气，平时在村子里努力减少存在感，都是低调做人。这回好不容易仗义直言，哪里看得别人卖亲生子女进火坑，自己没本事养活，自然有别人收养，但就是不能卖到青楼，不然可就是我们桃花村的事了。败坏的可是桃花村的名声，不然我就一张状子把你告到县衙去，你们少不得吃几十棍子。围观的村民里都知道，老族长虽然落魄了，但是他如果舍得这张老脸找到县衙，还真难说姚家能落得好。大圣朝宽待读书人，秀才见了县太爷都不用下跪的。造孽啊，家里也是出读书人的，怎么做得出这样的事？照我说，就应该把他们给告了，让姚家人长长记性。把村长和族长都叫来，让他们主持公道，不然谁还敢嫁来桃花村？严老爷何苦管这闲事？你再不走，我现在就写状子连你一起告了。大圣朝的法律规定，可是不能买卖幼童的。老鸨看势头不对，村子里不少人都围了上来，一下旁边七嘴八舌都是指责他和姚老太爷、姚老太婆的，但是他心里又舍不得小妮妮，眼睛咕噜噜转了几圈，看一下没办法解决，一路骂骂咧咧不甘心地走了。今天真是倒霉，怎么碰上个爱管闲事的老狗？老鸨走了，但是却没有向姚家退回那10两银子，想是还不甘心，一定会再回头来帮小妮妮的。姚老太爷和姚老太婆脸色铁青，非常生气，但是又不敢当着全村人的面谩骂严老族长，只好瞪着眼骂小妮妮：你这扫把星还躲着做什么？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家，小心没有你的饭吃。但是小妮妮已经怕死了，她知道回去准没有好果子吃，她紧紧地拽着老族长的手，死活不肯松开，下定决心绝不回去了。即使以后转运空间让她赴汤蹈火，也誓死不移。欠金币可以还，进了银窝可就出不来了。倒霉运的扫把星，你个克死人的赔钱货，除了青楼谁敢要你？我们家富财可是要考状元的，可不能让你这晦气东西影响了他的运势。一村人就知道避避避，谁稀罕也不见有人敢买你回去呀，就会多管闲事，也不怕舌头长钉。村子里的人也就是看不得姚家的所作所为，要说领妮妮回去自然是不敢的，这年头自己都吃不饱，哪里敢往家里添张嘴？更何况姚老太婆天天骂小妮妮是扫把星、灾星，到底是不是谁也不知道，谁都不想像老族长家一样天天倒霉运。10两银子是吧？我现在就给你写张欠条，这孩子我收养啊。在大伙的见证下，老族长在村民的一片感叹声中拉着小妮妮走了。都是一个村子的人，小妮妮知道一点严爷爷家的情况，严爷爷家里人很多，家庭状况并不好，都说老族长家霉运深重都没治了。还没来得及介绍家里面的人，小妮妮就发现家里面的人头顶上都有一朵像云雾一样的东西。这个恶毒老太每天让4岁半的亲孙女砍柴喂猪，更可恶的是为了10两银子还把她卖给青楼。可她却不知福宝是承载气运而生，体内自带转运空间，自从族长收养了福宝后，走了20多年霉运的家族便开始逆天改命。这事是我不对，没经过家里人同意就把小妮妮买下来，我实在是看不得姚家的做派，要把孩子卖到青楼，我实在是忍不住气。严爷爷没有底气，声音越来越小，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突然多出了一张嘴，大家伙心里面都有气。一旁三儿媳严张氏沉不住气了：爹，照理说家里的事轮不到我这3媳妇来指手画脚，只要是生活好过点，我也不会怪你。你也知道现在10两银子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前头欠的银子还没还呢，这又欠上了新债，那不是搓磨我们小辈吗？四叔上学花费这么大，小姑子也到了该出嫁的年龄，过2年我们真也要说没了，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我们想想。严奶奶一声不吭，可多多少少心里面也有怨气。这娃儿虽然可怜，可这老头子怕是忘了，这几年手上银子从来没有超过500文，这老家伙一声不吭就签10两的欠条，算怎么回事？感觉到饭桌上的低气压，小妮妮非常的紧张，低着小小的脑袋都不敢抬头。就在这时，大院里忽然飞进来一只喜鹊。庄户人家都把喜鹊进门认为是喜兆，一家人脸上神色都缓了缓。最明显的就是严奶奶，既然买了就留下。严爷也在家里是说不上话，严奶奶开口决定把小妮妮留下了，没有人再提出质疑。吃饭吧，菜都凉了。面对小妮妮这个不速之客，虽然大家都有怨气，可严奶奶还是把唯一的鸡蛋夹给了小妮妮。多吃点，咱家再穷也没有专门饿孩子的。谢谢奶奶。小妮妮一边感谢，可还是没动筷子。你咋个不吃啊？我是扫把星，
不能吃这么好的东西，吃多了会给家里招祸的。我待会吃你们剩下的就行。那你平时不吃的吗？洗碗筷后有剩下的我就吃。姚家明明是富户人家，田地多还养有短工，一年到头肯定是有余粮不少。小妮妮居然只能吃剩饭。4岁多的孩子身上没有几两肉，一家人都气坏了，越想越不是滋味。吃吧，奶奶给你就吃。我们家再穷，好东西就应该紧着孩子的。严奶奶给小妮妮夹了一块鸡蛋，强硬的让她吃。小妮妮怕自己不听话被赶走，连忙把一块鸡蛋往嘴里塞。这个鸡蛋真香！几个孩子扑哧一下都笑了，连一贯严肃的严奶奶都露出了笑容。这孩子可真逗，望着一桌子的人脸上都充满着善意。小妮妮更腼腆了。我以后一定要多干点活回报他们，洗衣服、砍柴、挖野菜、喂鸡都包圆了。吃完饭，小妮妮就想起身刷碗，严奶奶把她按住，牵着她到自己房里。老大媳妇严清华也跟了上去。老大家的，你看看水烧开了没有？准备给妮妮洗个澡。是哦，严清华说完便出去烧水。这是珍珍姐小时候穿过的，还没有破，应该你穿刚刚好。小妮妮以前穿的都是姚家小孩穿过的旧衣服，到她身上都破得不成样了。严清华看着小妮妮身上穿的，摇了摇头，这种衣裳也就姚家敢往自己的孙女身上套，小乞丐都穿得比你好。严奶奶和严清华两人给小妮妮洗完澡后，便换上干净的旧衣服，大家都看呆了。这么好看的孩子，这个恶毒老太婆怎么会舍得把它卖呢？严清华忍不住感叹：我的妈，这是离8寸的小孩都没得这么漂亮的吧？小妹妹可真好看，以后我也有妹妹了，我要带着她一起玩。小妹妹瘦弱得很，就是风一吹就会挂树上那种。几个哥哥都稀罕得紧，一下都围住了她。妹妹，我是大哥。我是二哥。三哥以后带你玩。严奶奶一脸嫌弃轰走3个孙子。滚滚滚，你们别吓着妹妹。妈，这闺女也太可怜了，干脆就给我养了吧。就算是我和永义名下的，我少吃几口饭就够她吃，以后那4两银子也让我们来还。妮子，给婶子做女儿好不得行吗？这个婶子太好了，以前还老是给我东西吃，是个大好人。严奶奶不同意，小妮妮也不敢点头，严杜氏也不舍得撒手，见严奶奶还不点头，又祈求地看向了严永义。娘，你就同意了吧，横竖我们15年了也没孩子，这孩子我也喜欢。这回严爷爷也觉得自己做对了事，一下和颜悦色。我看这孩子跟我们家本就是有缘分的，我同意了，我给孩子取个名，直接入族谱。正凡这孩子怎么安排？老大没有一儿半女，一直是他们夫妻俩的心病。有了小妮妮，这样也算皆大欢喜。妮妮，你以前有大名吗？严奶奶这一开口，也算是同意了老大收养了。小妮妮懵懵懂懂地眨巴着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什么叫做大名？看这小表情就知道是没取名的。大名就叫严楚楚。妮妮刚进门就有喜鹊报喜，你就是我们家的小福宝，我们以后都叫你福宝好不好？严楚楚，福宝，我喜欢，谢谢爷爷，我以后也有大名了。福宝的声音又软又糯，一切都感觉那么温暖。翌日一早，一家人吃过早饭后，吃完早饭，大哥二哥要上山砍柴挖野菜，楚楚要不要一起去？山上可好玩了。严明前和严明坤很稀罕这个妹妹，出门也想带上她，终于也有妹妹了，以后可以在伙伴面前拼命的炫。福宝还小呢，就不去了，在家跟奶奶。奶奶，我可以砍柴，也可以挖野菜，我还知道哪里野菜多，哪里有鸟窝，让我跟哥哥去吧，我可以帮忙的，不会白吃饭。我也去，我也去，我要去掏鸟蛋玩，我也不白吃饭。娘，就让他们去吧。大郎、二郎，你们看好弟弟妹妹，要是碰到有人欺负妹妹，可要帮着点，特别是遇到姚家人，小心避着点，打不过就跑。严杜氏还是有点担心，怕碰上姚家人会对楚楚不利。大郎和二郎爽快地答应了。知道了，大伯娘。走了福宝，大哥带你上山挖野菜。大郎带了绳子和草刀，二郎背了个背篓，福宝最后还是磨着奶奶给他弄了个小篮子，挖野菜也累不着他。到了山林，没一会儿大郎就捡了一捆柴火，二郎的背篓也快满了。楚楚自己也挖了半筐野菜，楚楚迈着小短腿，这里挖挖那里敲敲，最后停在一棵枯树下。哥哥，快看，这棵树里面有东西。这个小女娃运气到底有多好？几个哥哥带着她去荒山挖野菜，直接就找到了松鼠的老窝，里面堆满了各种栗子和豆子，就连平时基本看不到的兔子也和他们撞了个满怀。主人收获粮食，获得50金币，找到4只兔子赚取100金币，空间欠款850金币。哇，
原来找到粮食就可以赚金币呀！以后我要努力点，继续找更多的粮食，这样大家就不用再挨饿了。好像除了自己，其他人都听不到这个小娃娃的声音。福宝心里面也想着一定要守着这个秘密。几人回到家后，一大家子都惊呆了。小祖宗，兔子你们怎么抓到的？这也太奇怪了，除了村子里的猎人偶尔进深山可以猎到猎物，村里人平时最多能掏个鸟窝爪子捉鼠的，很少能抓到兔子。你们几个运气也太好了吧，一下就抓4只。我和福宝在挖野菜呢，哥哥们刚回来，兔子就跑出来和我们撞上了。我们家楚楚可真是个福宝，那是多好的运气哟！严奶奶眉眼都展开了，年轻了好几岁。以前出门不踩到翔就好了，哪里会有这样的好运？就是，如果不是楚楚，我们什么都捡不到，今天连鸟蛋都掏不到一个。几个哥哥也附和，觉得今天带妹妹玩是对了。老大，待会你把这2只兔子拿去镇上卖，家里还有几斤干蘑菇也一起卖了吧，再切2斤五花肉回来。这2只兔子足有10多斤，1斤30-40文，可能卖不少银子呢。自己家是不舍得吃的，听说今晚有肉吃，大家都高兴。一家子可是好久没吃上肉了。这2只小的就给你们几个养的完了，别忘了每天喂点东西，真是掉嫩话打你们屁股。特找你二叔你们做的兔子笼，就养在鸡笼的旁边。闺女，过来，要不要跟爹去卖兔子？去吧，跟你爹去，让你爹给你买串糖葫芦。严奶奶难得这么高兴，就决定让他们父女俩一起出门。楚楚是第一次去大桥镇，满脸都是兴奋和好奇。大桥镇整个镇子也就不到200米的2条街，严永义直接把兔子放在集市的街头摆卖。街上的人不多，稀稀拉拉的，平时这么好的兔子都能卖个40文1斤，这回严永义也不敢喊高了。可是就算说35文也没有顾客。卖兔子了，肥肥的兔子，我和哥哥刚上山捉的。这孩子胆子这么大的吗？这个有福气的伯伯，你要买我们家的兔子吗？我们家兔子又肥又大，吃了家里的爷爷奶奶都健健康康，长命百岁。哥哥姐姐聪明伶俐的哦。哎呦，小妮子，你叫什么名字啊？这小嘴巴就那么甜。我叫楚楚，爷爷说是楚楚动人的楚哦。楚楚，这名字你爷爷取得可真好。是的呀，我爷爷是大秀才呢，吃了我家兔子，哥哥姐姐肯定会添财气中状元的。你家的闺女嘴巴可真甜，谢谢你的吉言，兔子直接给我称了吧，反正我们家人多，2只刚好够一顿。这位老爷，谢谢您了。兔子在家里称过了，一共15斤半，就算你15斤，保准称头够的。不信的话，您可以回家再称。35文1斤，一共是525文。老爷看要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府上？不行，横竖也不远，你就帮我送到前街的宋府。不用找了，剩下的赏给楚楚买糖吃。主人卖兔子收获10金币，欠款840金币。兔子炖蘑菇、小鸡炖蘑菇都很好吃哦。伯伯要不要把我们家的蘑菇一起买了呢？奶奶说4-5斤才能晒1斤呢，50文1斤，不贵哦。你这小嘴巴，如果伯伯不买，是不是你还要哭鼻子呀？不会，伯伯不买也送你2把炖兔子。这小嘴巴怎么这么甜？伯伯不要都不好意思了，我家要有这样的小甜宝就好了。好了，蘑菇也一起给我送过去。把蘑菇和兔子送过去，5斤多的蘑菇，严永义坚持只按5斤算，一下又收了250文。宋老爷特意让下人打包了1包糕点，还捏了一把楚楚的小脸蛋。以后再有什么新鲜的野货，直接送到府上就行。谢谢伯伯。卖了兔子，严永义高兴，照着娘说的，到肉档又割了2斤五花肉。回到家后，严永义把卖兔子剩下的铜板全部拿出来，还把卖兔子的过程学了一遍。楚楚这孩子如此聪慧，倒是看不出来，以前文文静静的，也不爱说话，想来是生在那样的人家，藏了拙。这100多文是楚楚多挣回来的，你们拿着，再去镇上的时候给楚楚买点头花、头绳、零嘴什么的，女孩子都爱俏，应该娇养着。第二天一大清早，福宝就拎着1篮子的鸡蛋来了。奶奶，这是我捡到的蛋。福宝，你怎么不再睡一会？怎么捡了这么多的鸡蛋？平时严奶奶都是一大早起来就捡鸡蛋，他们家一共养了10多只鸡，因为没有什么好的吃食，鸡都瘦得很，一天也就能捡2-3个蛋，这会满满一小篮。他数了数，一共9个蛋。昨天的蛋已经捡过了，下这么多蛋，难道是母鸭出轨了？管他谁出轨，如果天天下这么多，起码可以保证一家人天天都可以吃上蛋了。鸡蛋可补着呢。
主人让鸡多产蛋收获10金币，剩余欠款820金币。以后每天早上给楚楚和三郎都煮个鸡蛋。知道了，娘。小姑要去河边洗衣服，你要一起吗？好的，楚楚可以一起洗。福宝很喜欢小姑，眨着大眼呆萌呆萌的笑。到了河边，小姑子也没舍得让他洗。楚楚在旁边玩着，等着小姑啊。楚楚洗得干净。楚楚坚持跟着洗衣服，她觉得家里的人对她已经很好了，自己又不是不会洗，应该也要为这个家出一份力。小姑，你看鱼，大鱼。这是很浅的小溪，平时难得见到鱼，这回他们面前却游来了一条大鱼。小姑子刚想往河里跳，想直接把鱼给捉了，没想到那条大鱼却直接一下就蹦到了楚楚的怀里。主人徒手捉鱼收获50金币，剩余欠款770金币。幸福突然而至把小姑子都乐坏了，连忙把鱼接过来放到了空桶里。福宝乖乖坐着，别乱跑，不能靠近水，知道没？等着小姑姑，小姑姑把鱼先送回去。知道了，姑姑。小姑子刚走，福宝就在河边捡到了一块黑乎乎的石。女孩在河边捡到2颗黑黢黢的石头，家里面的都不以为然，一旁的娘亲却发现了端倪。妈，你看福宝手上的石头会发光，这会有啥子不同？这不会是银子吧？严奶奶拿过石头相互敲了敲。呀，真的是银子，这2块银子怕是有个20多两呢。一旁的爷爷不敢靠近，怕自己一靠近银子就飞了，自己的霉运太强大。奶奶的小福宝哟，你不会是专门来救我们严家的吧？主人挖到银子收获200金币，目前欠款570金币。福宝暗暗欣喜，看来金币也不是太难赚嘛，才2天功夫就还了差不多1半欠款。这是打哪挖的？大郎、二郎，你们快拿上锄头再去看看。二郎知道楚楚在哪挖的，闻言拿把锄就马上跑出去。才小半个时辰，哥俩垂头丧气的就回来了。奶奶，我们都挖遍了，那确实没有了。哎呦，福宝这是什么造化呀？玩土还能得银子呢？这可能就是别人说的老天爷赏饭吧。一天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严老太太和严杜氏心里都有点不淡定了。家里不会从此就走了鸿运吧？望着黑灰色的银锭子，严张氏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大块的银子了，这都是福宝带给我们的福气。严张氏还是不喜欢福宝，这丫头片子哪有你们说的这么好？那你说这些路，这片山天天那么多人走，都没得过那么好的东西，怎么福宝一出门就什么好事都撞上了？这丫头莫不是有什么神灵保佑吧？这个老三媳妇什么都好，人也勤快，就是眼皮子太浅。得了这么多银子，大家都乐坏了。晚上严奶奶做了满满的2大盆鱼，真正的比过年吃的还好。第二天一早，严奶奶便让老大严永义去姚家，把欠的10两银子还了，也把欠条拿了回来。拿到欠条后，严奶奶总算是松了口气。老大夫妻感激地看着二老，以后福宝就是他们大房名正言顺的孩子，谁想来抢也抢不走。老大家的，老三家的，你们各带1个孩子，跟你爹一起去清流县买2匹布回来，给每个孩子做1身新衣，再买点布头回来，每人做2双鞋。这么些年，小孩都没有换新衣，大人的更是补了又补，能穿就穿。现在手里有了10几两银子，严婆子决定抠出来一点，让家里有点改善，让孩子们乐呵乐呵，说不定增加点喜庆，生活就会慢慢好起来。我去，我跟娘去。大房就福宝1个孩子，自然是要去的。我去，我可以帮看福宝。2个小家伙期盼地看着严张氏，长这么大还没有去过清流县呢，都希望选中的是自己。就知道娘亲肯定不会带我的，家里有什么好事，娘亲都是紧着2个弟弟。三郎积极地抢名额，拉着娘亲就开始耍赖。严张氏最疼的就是他了，不出意外的三郎如愿以偿，一家人转眼就到了城门下。排队，进城费大人2文，小孩1文。严老爷子递钱过去。伯伯们辛苦了。这孩子是谁教的？长得这么俊，还那么聪明。三郎也有模有样的学起福宝来。伯伯们都辛苦了。一大早就得到童男童女的好话，本来一脸严肃的牙头一下子也笑逐颜开。好，2个都是好孩子。衙役直接就把刚才收的2个铜板退了回来。那这是给你们买糖的。谢谢伯伯，原来这就是钱呀。福宝还是第一次拥有钱。祝伯伯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平安安，家庭幸福。甜甜的声音把衙役们都逗乐了。你这小嘴巴哦，到底是学了哪个？吧嗒的这么多话。娘亲，给你钱。这是福宝的银子，等回去叫二叔给你做个小钱箱。福宝的宝贝都自己锁起来，留着以后做嫁妆。大娘，我也要钱箱，我也要攒钱娶媳妇。贤，
我们三郎和福宝都是小财迷。爷爷要去县衙办事，盐度氏便带着几人进了是一家比较大，但是并不奢华的布房。盐度氏和盐张氏按照商量好的买，家里人人都照顾到。买完最后手上只剩下不到300文，银子揣在兜里还没热，一下又发出去了。哎，家里还是太穷了，这银子真的不经花呀。漂亮姨姨好买卖，发大财哦。福宝没有注意到娘亲盯着手上剩下的那点铜钱，一脸的惆怅，嘴巴又吧嗒吧嗒的往外冒新词。这小奶娃也太会说话了，这小嘴是图了密码。见你吉言，姨姨送你头花，你选一下，看喜欢什么颜色。真的吗？谢谢姨姨，姨姨真好。楚楚给自己选了一朵粉色的头花。姨姨，我有钱，可以要3朵花吗？福宝还有珍珍姐和小姑姑。你叫福宝呀，姐姐和姑姑有你可是有福了，你给姐姐姑姑都挑吧，福宝自己的也多挑一朵，姨姨不要你的钱。得了这话，福宝高兴坏了，刚刚捂热的钱还是自己的，自己还从来没戴过头花呢。犹豫过后，又选了3朵给严珍珍和小姑姑。姨姨生意兴隆，一句好话就让福宝得了这么多礼物。旁边的三郎早就眼热了，也一脸期盼地看着女掌柜。你们2个娘子可真是幸福，家里有一对金童玉女都这么乖巧。小家伙，你想要什么？发带可以吗？三郎没想到自己也那么顺利，腼腆地笑着点点头。好呀好呀，谢谢姨姨。三哥也可以挑4根吗？家里还有大哥、二哥，他们对福宝可好了。这些东西本来都用碎布做的，也就值1、2文，掌柜的也不吝啬，人小鬼大的2人便挑选了几条发带。这下好了，回去哥哥姐姐们都有礼物。走出布庄，看时间也到了晌午，孩子们好不容易进城一次，想奢侈一下，买了肉包子和馒头，也打算回去一家人尝尝。盐度氏把一个肉包子掰成2半，分给2个孩子，2轴里有一搭没一搭的坐着说话。福宝感觉有人盯着他们，连忙转过头，发现大树后一个衣服褴褛的小乞丐，大大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他手上的包子，吞咽着口水。这个小哥哥太可怜了，就像几天前的自己，看样子是饿了好几天吧。而且这个小哥哥头顶上也有一朵像爷爷头顶上一样的乌云。给你吃。没想到小妹妹会走过来，小乞丐很不好意思。哥哥吃了肚子就不饿了。小乞丐到底没能敌过肚子里的恶意，接过来3口2口就把它全部吞了。主人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收获金币50，剩余欠款520金币。原来帮助不认识的人也可以赚取金币呀。福宝，你干嘛呢？不能乱跑，知道吗？被拍花子卖了就见不到娘亲和爹爹了哦。小乞丐躲到了树后，记住了福宝的名字，眼神非常皎洁。脏污的衣角上微微透着银丝的光芒。一行人回到家的时候，天也刚擦黑，家里早就煮好了饭菜。收到头花的严清华高兴坏了，姑姑的小福宝还知道送姑姑礼物呢。这孩子真的没有看走眼，这么小就如此懂事。咦，爷爷头上的乌云变淡了一点，好像没有那么黑了。旁边的严珍珍拿着自己的桃红色头花，却露出了凶狠的眼神。女孩做了一个噩梦，梦到一个婶婶被大水冲走，养父母都被福宝的叫声惊醒，连忙跑了过来。福宝不怕，福宝是不是做了噩梦？不怕不怕，爹爹和娘亲都在。娘亲，我梦见一个婶婶被大水冲走了，好心的老爷爷老奶奶把她救了起来，可是她老是呆呆地坐在门前看着大树，也不开口说话，好可怜。大水冲走的。福宝忽然说出了这么一段话，把还昏昏欲睡的严永义一下就吓清醒了。那个婶婶长什么样？福宝可有印象，可还记得她的样子？婶婶瘦高个，跟娘亲差不多大，看着是个好人，可是好像没睡醒的样子。还有什么？福宝再仔细想一下。她手上脚上都有伤痕，婶婶没有穿鞋。脸上、耳朵上可有什么？严度是不死心，又追问了一句。看爹娘一脸期待，福宝又仔细地想了一下。那个婶婶的耳垂跟个小豆子似的。那是你二婶，大哥的娘亲。所有特征都对上了，就是2轴李秀娘。严永义2口子等不及了，也不管天没亮，抱着福宝就去敲爹娘的门。怎么了？可是福宝不舒服？不是，是好事情。严永义把福宝说的梦境又陈述了一遍，有了前2天的遭遇，2个老人也没有太惊讶，但是心却不淡定了。按理说老二媳妇出事的时候福宝才2岁，肯定是对他没有印象的，讲得如此真切，如果说不是佛祖托梦都说不过去。只是老二媳妇如果还活着，怎么没有回家呢？大伙都挺纳闷。福宝不是说秀娘呆呆的坐着也不说话吗？该不会是不记得回家的路吧？
对呀，是不是头部受伤了？福宝可记得二婶是被水冲到哪吗？可认得路，是在一个村子里吗？水冲了好久好久，老奶奶和老爷爷那里只有一栋房子，房子的不远处那2棵大树离河边不远。福宝断断续续的回答。福宝说老人晒的兴许草药，那就有可能是郎中或者是采药的。沿河岸问过去应该可以找得到。几个人现在一点都没怀疑福宝梦境的真实性。老大，你马上去村长那借牛车，老大家的马上去生火煮饭，顺便多做点饼子。老头子，你去叫老二跟大郎起床，待会我们几个一起顺着原来出事的那条河流往下找。奶奶，福宝也去。去，我们福宝跟奶奶一起去。奶奶叫娘亲给你煮2个蛋。没这福宝还认得路，反正好几个大人带着也不怕有事。老两口把二儿子和大孙子叫过来，跟他们说了这事。严永利非常震惊，大郎听说他娘亲可能还活着，眼泪都流了出来。自从秀娘失踪后，他们2父子消沉了不少，特别是严明前都变得不爱说话了。如果能把他娘找回来，就算是傻的，对孩子也是个安慰。你不是还要去上课呢吗？老大、老二都一起去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严爷爷想到自己的霉运，最后还是歇了这份心，自己不去，可能找的还顺当点。没想到临出门，严清华自己坐到了牛车上，说要回去看舅舅。一家人平时对这个老闺女宠得很，也知道她是个有主意的，去了没准可以帮上忙，也可以带福宝，所以上了车才跟他说了事情。妈呀，要是能把二嫂接回来，福宝你可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了。严清华忍不住搂着她又亲了2口。这么大的孩子，谁对他好都清楚得很，这样的姑姑他很喜欢。找了1个多时辰，终于找到了福宝说的那2棵大树。严奶奶一下就看到树后的房子前呆呆坐着个人，这个人不是秀娘还能是谁？二婶。秀娘。忽然听到声音和冒出来的2个人，秀娘好像有了一点反应，但是却没有认出来他们。秀娘，娘苦命的孩子。看他这个样子，严奶奶伤心的抱了过去。严清华也拽住秀娘的手，秀娘没有挣扎，却也没有太多反应。娘，让我看看。秀娘，我和大郎来接你了。大郎看着母亲茫然的样子，心疼的不知所措。大郎，钱儿。秀娘忽然有意识的叫了出来。那我是大郎，是钱儿啊，钱儿来晚了。娘出事的时候她才不到10岁，而且出事前1秒钟娘亲还搂着她坐在牛车上，2年多来在梦里她不知道偷偷的哭了多少回。大郎，娘的儿子。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谁都没有注意到站在最边的福宝难过的蹲下了小小的身子。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爹爹和娘亲？爹爹和娘亲真的是被我克死了吗？二房一家人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秀娘拉着大郎不撒手，2父子干脆坐地上，在秀娘的耳边说着家里的情况和以前的过往，想让秀娘尽快的恢复记忆。主人找到秀娘收获500金币，剩余欠款20金币。哇，马上就要还清欠款了，真的是无债一身松啊！福宝太高兴了，原本二叔和大哥头上的乌云已经完全消失没有了，这下福宝总算是明白了，每个人头上的乌云应该就是人们说的霉运，霉运消失，乌云就没有了。我一定再加把劲，让一家人头上的霉运都消失。趁这会功夫，几个人屋里和屋前、屋后都找了一遍，也没看到福宝说的老爷爷和老奶奶。老人应该是上山采药了，看来今晚只能先住在这了。临出门的时候没有考虑的这么仔细，严奶奶只是带了家里所有的那10几两银子，其他什么都没有带。天也快黑了，清华，你去看看米缸里有没有米，去煮点饭，让老人回来能吃点热乎的。老大，你去看看河里能不能抓2条鱼，今晚对付一顿。旁边有块菜地，我去摘2把菜洗一洗。家有一老，胜有一宝，严奶奶永远都是4平8稳的，安排的妥妥帖帖。爹爹，我要跟你去捉鱼，今晚吃鱼汤。福宝听说捉鱼，就高兴地窜到了爹爹的面前。严永义让福宝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真好玩。福宝，好好待着，爹爹去砍根竹子。严永义刚走，福宝就叫了起来：爹爹，爹爹快来，鱼咬福宝的脚了。严永义连忙跑回来：妈呀，这鱼也太大了吧，比福宝的2个身子还有大，起码20-30斤。福宝快躲开，爹爹来了。野生的鱼牙齿可是很锋利的，人都可以往水里拽，别把福宝的小脚丫咬坏了。他急哄哄的跳河里，直接一个稳准狠就把鱼给甩上了岸。这鱼这么大，3顿都吃不完了，爹爹带你回家，给福宝煮鱼吃。主人抓到大鱼，收获100金币，转运空间剩余80金币。嘿嘿，
我终于有钱了，而且是金币爱，肯定比银子贵。虽然还不知道金币会有什么作用，福宝还是非常高兴，毕竟没有欠款就可以翻身做主人了。恭喜主人，空间有了金币，以后可以跟猪花花直接对话。小奶音又在耳边响起，你是猪？福宝听村子里的二叔婆说过，他家的母猪生了4只猪花，所以福宝理所当然的认为猪花花肯定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仔。你才是猪，你全家都是猪。福宝一下子懵了，自己好好的说话，怎么小奶音还骂人呀？我是转运精灵，你可以叫我花花，是专门协助你找管转运空间的精灵。那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福宝还是挺喜欢花花的，虽然他刚刚骂人没有礼貌。不行，除非你可以攒够1万金币。1万？可是1万好多呀。不过我会努力的，会把你从小黑屋救出来。福宝捏着可爱的小拳头，信誓旦旦的。他认为花花可能是被坏蛋关起来了，所以才出不来，救赎是他的责任。花花觉得福宝有点笨，不过听了他这句话还是挺感动，自己一定努力帮助主人。你不用救我，但是你要多完成任务，就可以赚取更多的金币。金币越多，能帮助的人越多，也可以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你要注意，只救助值得帮助的人。如果救助的人是坏蛋或者做了坏事，你会被反噬的。空间不但会收回你赚取的金币，还会收回你的能力。知道了，即使没有金币，我也会帮助更多好人。不但不会帮助坏人，还会打坏人。以后我们可以随时联系，但是如果你的金币变成欠款的话，我们就不能对话了哦。知道了，我不会欠金币，还要赚很多很多的金币。欠钱的日子太难受了，比饿肚子还难受，我才不要欠金币。和爹爹回到家后，福宝看到旁边有块菜地，长了好多的胡萝卜，捡了根棍子就开始挖了起来。在小小的菜地里面挖呀挖呀挖，挖小小的萝卜吃小小的它。福宝一会就挖了一根黄黄的萝卜。在小小的菜地里面挖呀挖呀挖，挖小小的萝卜吃小小的它。女孩只是随便用棍子刨了下，居然挖出一株100年的野山参。嘿嘿，这颗胡萝卜长得奇奇怪怪的，估计是长太大了，长歪了吧。奶奶，我回来了。福宝，快过来，这是你杜爷爷和杜奶奶。杜爷爷和杜奶奶是房子的主人，也就是救了秀娘的老两口。老爷爷好，老奶奶好。这就是你说的福宝啊，小嘴巴可真甜，等会奶奶给你煮鱼汤喝。谢谢外婆，这根萝卜给外婆炖鱼汤，一根是不是有点少？福宝本来挖了2根的，有一根太小，福宝丢了。福宝怎么叫杜奶奶外婆呀？因为杜奶奶姓杜呀，福宝的娘亲也姓杜，奶奶有点笨哦，嘿嘿嘿。杜奶奶非常高兴福宝称呼自己为外婆，可看见福宝拎着的胡萝卜，瞬间不淡定了。妈呀，老头子，你快过来看看，这不是野山参吗？这是上百年的野山参，我们采了一辈子药材都没见过这么大年份。福宝这是在哪采的？听了杜爷爷的介绍，所有人都有点不敢置信。就在下面的菜地里面呢，大萝卜不能炖鱼汤喝吗？快点带外公去看，另外那颗丢哪了？杜爷爷挺乐意做这个外公的，因为离得不远，一会就把山参给找回来了。主人找到野山参，获得1000金币，转运空间剩余1080金币。我居然有1000多金币，原来拔萝卜也可以赚金币，那我岂不是小富婆了呀？嘿嘿。杜奶奶把2颗野山参都给包好。福宝啊，奶奶给你包好了，这野山参值不少银子，可得好好保存，喝着碰着就没那么值钱了。这个可以卖钱吗？那就送给杜爷爷杜奶奶了，你们救了二婶就当是谢礼。严奶奶也正是这个意思，老两口把自己的儿媳救了，就是天大的恩情。野山参在他们手上也可以治病救人。那可不行，再大的恩情也不值这个价。这根比较小的野山参都有50年了，卖了都值300两，100年的起码也得500两往上。如果你们卖到京城，说不定可以翻卖更高的价。老哥老姐，你们就收了吧，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2颗老山参也就是你们的运势才得来的。如果不是你们救了我儿媳，我们也不会找上门，福宝也挖不到野山参。如果你们再不收，我们的良心也过不去。好说歹说，杜爷爷和杜奶奶就是不肯收。外公外婆可以帮我们村去教福宝认药材吗？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老姐老哥，你们救了秀娘，就是她的再生父母，
也是我们的亲人，你们索性认了干亲，搬我们村去以后也有个照应。说着也不管杜爷爷、杜奶奶同不同意，就让老二带着媳妇、儿子磕头认亲，但是也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头，叫了爹娘。老两口孤苦伶仃了一辈子，一时的善念，一下女儿、姑爷和外甥都有了。老姐，现在上了年纪，上山采药太危险了。既然两家认了干亲，不然就搬了吧。我们桃花村没有郎中，民风也不错，以后没有的药材直接花点银子跟村民收，老二和大郎也可以帮你采，你们只管看病就行，这样也方便以后秀娘孝顺你们。好说歹说，老两口最终还是答应了。那就麻烦妹子帮我们在村子里物色宅子的事了，我跟老婆子还要把家里收拾一下，等你们把宅子落实好了再搬出去。主人动员并安置孤寡老人成功，获得100金币，同时为桃花村争取到郎中2名，获得200金币，转运空间现有余额1380金币。金币还可以这样赚的吗？太有意思了。跟杜爷爷约好搬家的时间，严家人告别返回桃花村。老大，你去京城把那2颗野山参给卖了，回来可别露富。家里的3个儿子严永义是最稳重的，严奶奶也最放心。知道了娘。第二天，严奶奶又拎了2只鸡，带着福宝去到村长家商量房子的着落。严村长是个老实人，简单的了解了下情况。杜爷爷、杜奶奶肯过来是我们桃花村的荣幸，我们求都求不来，这是好事。婶子，你可是帮我们全村做了件好事了。在村长的帮助下，只花了13两就为二老置办了间还不错的房子。老大，你怎么这么快就赶了回来？爹爹回来了。看着严永义上气不接下气的，老两口知道山参肯定是卖出去了。娘，一共卖了2380两银子。老两口都怀疑自己听错了，直到严永义拿出10几张银票，都把老两口都惊呆了。怎么这么多？我进京后就听到顺国公府一直在花大价钱找超过100年的野山参。阿弥陀佛，福宝肯定是被佛祖摸过头的，到了我们家办啥事都顺顺当当的。你们记住了，出门跟老二老三他们说，也就卖了380两，其他的我得给福宝存着，以后给他做嫁妆。严奶奶觉得380两也不少了，说的太多也容易遭祸，而且人性都是自私的，老三家的就那点心眼，要是知道给福宝留那么多，谁知道会搞什么幺蛾子。明天带上你爹，拉着老二老三去你几个舅舅家把欠的钱给还了。现在家里面有了很多的银子，严奶奶又和严爷爷商量了一下买田地的事。严奶奶很是疼爱这个可怜的小孙女，时而带着她一起睡觉。睡梦中的福宝突然就自言自语，还哭了起来。不要买，不要买，地里出不了粮食。福宝是不是又做什么噩梦了？奶奶，我看到好多人抢粮食，还打架，很多人脸上都是血，有的手脚都断了，街上还躺着好多死人。福宝别怕，好好睡觉，爷爷和奶奶都在呢。我们不买地，我们囤粮食。严爷爷也不怀疑福宝的话，如果今年真的大旱，秋粮肯定是收不上了，这会如果买地肯定是最不划算的。大灾之年，大把的人生活不下去，到时会把家里的土地卖掉，价格可就便宜多了。隔天，严奶奶提着一篮子鸡蛋又去找了村长。你们真的要把2间宅子都买下？那2间宅子可要53两银子呢。买宅子也不瞒村长你，上次去接秀娘，我们跟杜爷爷、杜奶奶上了一趟山，机缘巧合让我们捡了一颗小小的野山参。老大昨天拿到京城卖了200两银子，今天把所有外债都还了，手上还剩点银子，就怕我们留不住，还不如买间好住的宅子，让子孙都住得舒服些。村长觉得意外，长这么大他还没听说谁可以上山挖到人参，老族长家真的是撞大运了。那明天看你们家谁跟我去趟县城，找三叔公一起去县衙，把宅子的红契给领了。约好还用村长家的牛车，定了出门的时间，又给了2两银子给村长，让他负责给打点。村长不由得高看了他一眼，这老婶子确实是会办事的。第二天一大早，严奶奶又去给家里人买了几身衣服，便按原计划往县学的方向走。忽然一个小乞丐从前面冲过来，拦上了马车。福宝，有贼人盯上你们了，待会来抢你奶奶和小姐姐的银子，你们可要藏好了。小乞丐说完话便跑了。福宝觉得小乞丐有点眼熟，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福宝，他怎么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可能我不知道呀。突如其来的事情让严奶奶和严清华也吓了一跳，以为小乞丐要对福宝不利。难怪今天出门的时候
奶奶和小姑姑头上的乌云颜色更黑了，原本大哥头上已经没有的乌云又有了淡淡的一层，原来是有祸事啊。女孩从小就能看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当一个人头上出现云朵，说明这个人气运不太好；要是颜色较深，说明这个人要倒大霉了。看来是有祸事要发生。通往县学的一段小路时，2名歹徒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不想死的，就把银子和包裹留下。我们只有2件要送给儿子的衣服，要拿你们就拿去吧。谁要你的破衣服？刚刚在布店我们都看到了，老实点，银子全部给我拿出来。这小妞不错，还可以玩2把。一名歹徒冲着严清华吹起了口哨。严清华14岁，已经是窈窕淑女一个，长得又好，如果让她得逞，以后别说嫁人，怕是都没脸活在这世上。福宝，你待会儿一直往县学跑，不要回头。小姑子最是疼爱福宝，就算今天拼了命，也要为他挡住危险。花花，你在吗？主人有何吩咐？我们遇到坏人了，怎么办？主人可以用金币买救命的工具，还可以买个储物箱，里面可以装你想放进的东西。买，福宝要买，要一个可以存银子的储物箱，还要买可以打败贼人的工具。收到主人指令，消费300金币获得储物箱1个，还有咪咪和旺旺，主人可以随时取用。眨眼间，福宝身边就出现了一条小猫小狗。这就是咪咪和旺旺啊！咪咪、旺旺，咬它们！主人去除家中3人霉运，获得1000金币，空间剩余2180金币。怎么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小猫小狗啊？福宝可真是上天派来帮助咱们家的。去县学看望了小叔子后，在回家的途中又遇到了之前的小乞丐。这回福宝也认出是上次吃肉包子的小哥哥。奶奶，刚刚就是这个小哥哥给我们报的信。这孩子可真可怜，奶奶谢谢你了。看这孩子脏兮兮的，且手脚上还有点伤痕，看来是没少被打。奶奶，我们带小哥哥回去吧，他都没有饭吃。你有家吗？不如你跟我们回去吧，我们家也不缺你几口吃的。看着福宝的眼泪，奶奶的同情心也上来了。其实她的心地跟严老族长一样善良，只是以前穷，为了这个家只能硬下心来。谢谢福宝，谢谢奶奶，我有家，可是现在联系不上，你们可以帮我个忙吗？有什么不能帮的？你刚刚不是也帮了我们吗？你们能不能帮我给京城的醇亲王府传个信？只能直接找醇亲王，就说他的外甥爵根在清流县，我住在城东的破庙里，他知道会来找我的。妈呀，原来这孩子还是大有来头的，还是皇亲国戚。不行，你刚刚帮了我们，搞不得那些贼人的帮手会找你算账。你还是先跟我们回去，到时让你舅舅到我们家接你。明日我就让我那大儿去京城报信，你先在我们家等着就行。小乞丐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你们放心，我舅舅会回报你们的。什么报不报的？你今天已经回报我们了。刚回到家，一大家子都围了上来。这人家怕是捡孩子上瘾了，真是不怕累赘，连乞丐都捡。严永义则是一脸坦然，想想现在也不缺吃的，不行就算再养个儿子吧，这样自己也儿女双全了。娘，你现在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领了？苦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好过点，你是嫌日子太好过了吗？你嘴巴不会说话就闭起来。这孩子不是什么乞丐，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他，今晚你们都见不到我们了。说完，把今天小乞丐通风报信的事又说了一遍。老三家的，你杵着在干什么？快去找2套二郎穿不了的衣服。老大家的烧水让这孩子洗个澡，他可不是什么小乞丐，是我们家的贵人，人是我带回来的。谁要是觉得是累赘就分家，自己住在这几间屋子，也不用搬去新宅子了。听到这话，严章是再也不敢吭声，他可不想分家，还准备住新宅子呢。给小乞丐收拾了下，换了身衣服，大家都看呆了。哇，爵哥哥好漂亮啊，感觉就像2个人一样。几个孩子都和小乞丐玩了起来。明天你就去京城，想办法给爵根儿的舅舅传个信。既然爵根儿说只能找醇亲王，见不到醇亲王，千万不能透露爵根儿的位置。至于这孩子的身份，除了我们几个人都不得对外乱说。这种身份的孩子会以小乞丐的模样流落到这种小地方，后面肯定是有故事的。高门大户后院里的龌龊事多着呢，宣扬出去搞不好害了孩子，也会给自家造祸。醇亲王府，那他舅家不就是皇族了吗？这个倒不一定。爵根儿姓焦，说他母亲姓林，焦是国姓，林家是应该是异姓王。
林家的祖上肯定曾经立下赫赫战功，历史上被封的异姓王极少，但是正是因为功高盖主，往往都不得善终。严永义和严奶奶都吓了一跳，这些事情都得烂在肚子里。至于家里知道实情的几个，今天回来的路上，严奶奶已经一再叮嘱，相信他们也不会乱说。奶奶，爷爷，明天让我跟大伯一起去吧，我想帮爵哥找到他的家人。你这孩子怎么想到这一层？你年纪还小呢。爵哥挺可怜的，跟我娘一样。昨天我怕他害怕和他说了一路的话，他还给了我这个，说一定要亲手交给纯亲王，说是信我。说着便拿出了一块小小的玉佩，应该是爵哥的贴身之物。这孩子应该是拼尽全力才把他留住的，直到现在才拿了出来。倒是相信大郎，那就让大郎去吧，他也稍微会一点拳脚，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但大郎去了一定听大伯的，不能莽撞。没有见到纯亲王前，一定不能暴露爵哥的下落。大哥，我会帮你照看二婶的，我会做她的小棉袄。谢谢福宝，大哥会尽快回来的，回来给你买糖吃。一大早，严永义和大郎便出门了。对于这个好不容易团聚的儿子，今日又要分别，秀娘心里十分不舍。二婶婶，待会福宝跟你山上挖野菜好不好？挖野菜？对呀，山上很多野菜的，我们挖回来让娘亲包饺子、贴饼子，可好吃了。我们先去找小背篓吧，让二哥、三哥、玉哥哥和珍珍姐也一起去。秀娘的身子还是有点虚，跟他们上山刚开始还好，可是走到了半山腰就直冒冷汗。珍珍，你看好弟弟妹妹，二叔二婶在这歇会儿，顺便挖点婆婆丁，待会就下山。你们也别太逞能，打电柴挖点野菜就下来，别走太远了。放心吧，二叔。几个孩子太小，我有点担心啊。不用担心，这座山上没有猛兽，除了福宝和三郎外，年纪都不是太小，在一起没什么好担心的。你们在这挖野菜，我和二郎去那边打柴。严真真讨厌福宝，连带着也不喜欢爵哥，所以不想跟他们在一起。三郎，你跟福宝在这里挖野菜，哪也别去。爵哥你看着点，等我们打柴回来。二郎没有多想，说完就和严真真往另边走。两人刚走一会，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嚯，还挖了不少野菜呢。二怪，去把野菜放我们的背篓里。这是我的。两人正是姚老太爷家的两个孙子，看到他们，福宝还是害怕的，以前被他们欺负惯了。什么你的？你的就是我们姚家的，你这赔钱货就是帮我们卖命的，快点把野菜全部给我们，不然让你好看。不行，大哥，打死他，让他嘴硬。几个孩子只是进山挖野菜，却飞出了许多的野鸡，直接往他们怀里撞。许多村民一年半载也打不到几只野鸡，可把他们高兴坏了。几个人拎着野鸡下山，看着像是英雄归来。刚回到家，门口围了一大圈村民。难道出事了？妖兽啊，扫把星专门祸害人了，你们快评评理！我家大孙子、二孙子被人家几个小兔崽子打得到处都是伤，脚都快摔断了。姚老太婆，你别想跑我们家来碰碰死！我们家福宝跟你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再扫把星的犟，我直接把你打瘸了。严家人真是土匪强盗啊！打了我两个乖孙子，还想打死我，大家可要评评理呀！姚老太婆拿出她的杀手锏，在严家门口一跪二拜三哭的闹了起来。旁边站着她的两个乖孙子，看到姚老太婆，福宝习惯性的非常的害怕，往后缩了缩。别怕，有姐姐在，谅他不敢怎么样。虽然平常严真真非常嫉妒福宝，全家人都宠着她，可到了关键时候，还是站出来保护这个妹妹。怎么那么多的野鸡啊？福宝妹妹最有福了，她来我们家后，每次上山都可以抓到野鸡或者兔子，还能吃到鱼。我们家过几天都要住上新宅子了。三郎这回忘了奶奶的叮嘱，只记得福宝妹妹是有福气的，什么都往嘴边说。可不是嘛，严家这段时间气运可真好呀，听说刚卖了一根野山参，这回就要搬新宅子了。你们看福宝原来下巴跟个锥子似的，现在被严家养的脸蛋都圆圆的，又红又白的，可真好看。就是好人自然有好报，那是老天爷给他们回报呢。倒是姚家，昨天姚老太爷出门都摔断了腿，肯定是老天看不得他们不干人事，给他们警醒。村子里的人七嘴八舌的，讲的都是严家的好话。姚老太婆一看风向怎么一下都变了，村民都忘了她来的初衷，非常的生气。老天啊，严家人狗仗人势，欺负人，我两个乖孙被打的脚都撅了，你们家得赔我20两银子。卖了人参肯定还有银子，再看看严家那几个孩子手上的野鸡，还得赔那些野鸡。哈哈，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原来姚老太婆真的是讹人来了，真的是看不得人家好，小孩子捡了野鸡都想抢。可不是，也太不要脸了，凭什么人家辛苦捡来的野鸡就得给你？老太婆，
刚才我可是看到你家大贵和二贵被一只大狼狗和一只黑猫追着往山下跑，跌跌撞撞的，不懂摔了多少次，怎么能赖说是严家孩子打的呢？你姚家不干人事，福宝才4岁大，那么乖巧的孩子，你们都想卖去青楼，是什么好人？欺负到严家来了，以为严家没人了。我们家福宝好着呢，人漂亮也乖巧，就是个福气宝。他来了，我们家天天吃香喝辣的，我看谁敢欺负他。我们家以后不光是住新宅子，还买牛买车，出状元，好运势都在后头呢。说着，严张氏就举起扫把，准备好好招呼一下这个姚老太婆。严张氏虽然嘴巴毒，但是一心都向着家人的，还很护短。这回他也承认福宝是福星了。大贵和二贵看势头不对，丢下上不了台面的奶奶跑了。姚老太婆没想到严张氏这么豪横，看也赚不到便宜。再看到2个不争气的孙子跑了，也无心恋战。临走趁旁边的3郎没有防备，还把野鸡给顺着跑了。这姚老太婆可是真不要脸啊！距离搬家的期限越来越近了，看着住了多年的老宅，严奶奶心里面还是十分不舍。现在这老宅子丢空挺可惜的，要卖恐怕村子里也没人要，也不知道能做点啥。先留着种点菜吧。那边的菜园子这么大，种的菜足够吃，这边再种卖了也不值钱。爷爷奶奶，那我们可以囤柴火吗？下雪了会冷死人。福宝也没有合上眼，突然插了一句：下雪？福宝是又做梦了吗？他们地处偏南，1年都不下一次雪，要下也是飘点雪水，只要不睡在野地，哪里会冷死人？是的，福宝又做梦了，梦到好多房子上厚厚的雪，把房子压塌了。能把房子压塌，那得多大的雪呀！奶奶看着老头子，心里一下不淡定了。严爷爷沉思了一会，咱们家5间屋加上厨房，杂物间倒是能装不少柴火木炭，要不搬家后我们在后院子挖几个炭窑，试着烧炭吧。老2口现在对福宝的话都是深信不疑，既然提前得到了预知，觉得还是烧炭好，不仅可以满足自家用，还可以卖去京城。如果真的下大雪，京城的炭肯定好卖，价格怕得翻几番。我们现在也不缺本钱，不如院子里多挖几个窑，趁着天气没冷先烧几窑试试，如果能行，就跟村里的人收柴火，多囤炭。家里老大老2都没啥事正经事干，自从听福宝说今年要大旱后，老2口也不敦促他们去过多侍弄那3亩地了。老3虽说走街串巷的做货郎有点收入，但是天天出门在外风里来雨里走的，世道不太平，还是挺危险的。前2年老2一家出了事后，老2口更是提心吊胆的。与其这样，不如3兄弟联手起来做点事。如果炭囤得多，烧得好，卖到京城搞不得会赚不少钱。老2口商量好，看着中间睡得香甜的福宝，露出了慈爱的笑容。这孩子真的是天生的福气包。严爷爷却发起了愁。福宝做的梦如果应验，老百姓可就遭殃受苦了。大部分老百姓都是看天吃饭的，天灾就是人祸，是不是应该跟村长说道，或者去跟县太爷提醒一下呢？那可不行，我们自己口说无凭，总不能说自己或者福宝梦到的吧？这样不但会被人当作妖言惑众，搞不好要被治罪的。即使应验了，也会让别有用心的人关注，甚至劫持福宝。对福宝而言，就可能是灾难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不过绝根既然有这样的背景，如果跟他稍稍透露，会不会能让他透露出去，引起上位者的预防和防备呢？隔日还不到晌午，严永义和严明前就赶了回来，身后还有一个看着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舅舅，菊儿，舅舅来迟，让你受苦了。老族长一看就知道这人肯定就是纯亲王了。纯老爷还是先往里面去吧。爹娘，这是纯老爷，进去说话吧。20多年都贫困潦倒的老族长家，竟然开始杀猪宰鸡，请全村吃席，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居然还要搬新家。土财主家都没那么大方，村民们都非常高兴，都想去老族长家沾沾好运。你们敢去袁老太婆家吃席，也不怕跟着他们家倒霉？要我说，他家暖屋那天肯定要出事，没准要遭雷劈。姚老太婆，你想什么呢？怕是没请你们家你妒忌了吧？你看，自从小妮妮到了严家，人家做哪件事不是顺顺当当的，天天吃肉喝汤不说，现在个个穿的都是新衣服、新鞋子，你眼瞎呢？就是你就是看不得人家好，你也不去看严家买的新宅，可比你们姚家大多了，里面全部是焕然一新，听说旧的东西全部不要了，做的全部是新床新被褥，还每房都分了2间屋。那不是，你看他们家那几个小子上山，不是拎鸡就是拎兔，就是野菜都比别家挖得多。哈哈，我们上山挖的是野菜，严家上山挖的是人参。严家以前一个个瘦骨嶙峋的，现在咋一看个个白白胖胖，腰杆挺直的很。听说过完这期那几个小子就都送朕上去读书了，以后搞不得还能出个举人呢。
我后天去吃席，得偷严家一个匙羹，看能不能把他们家好运带回来。别呀，吃席都是自己带的碗筷，你别捞错了我家的。村子里的人一个个的都帮着严家说话，气得姚老太婆脸都青了。姚老太婆，听说姚老太爷养了那么久都站不起来，别不是瘫了。你不会说话就别满嘴喷粪，我家老头子好着呢，就是走的没利索还不出门。姚老太婆气呼呼的反驳，嘴巴不饶人，自己家那老头子确实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够爬起来。姚家老大夫妇传说被小妮妮克死了，也不见踪影，连坟头都没弄一个。你那老二媳妇怕是不回来了吧？听说跟个屠夫跑了，孩子都不要了，这回有得你辛苦的。你们别说，小妮妮在你家被你们叫成扫把星，严家买小妮妮回去都叫福宝，也不会是福宝把你们家的福运都带走了吧？你看人家昨天贵人上门给他们家拉了2马车的礼呢，看着真是馋死人。姚老太婆，我看有的你后悔的，没事卖孙女，老天都看不过眼。回想起这段时间严家的变化确实如此，忍不住每个人都东一句西一句的埋汰姚老太婆。你们不信有你们最受的，什么福宝不福宝的，就是个灾星、扫把星。反正我们家是领教过了，以后你们别后悔。这里没有外人，严秀才不需多礼，你们是爵哥儿的救命恩人，若要如此，要会也得我来。这孩子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什么麻烦？机缘巧合碰上谁都会帮的。要说麻烦，爵哥儿还救了我家老婆子跟几个孩子呢。严永义和大郎已经把怎么碰上爵哥的情况说了大概。得到外甥流落清流县的消息后，醇亲王着人调查了一番，自然知道严家的情况，知道严老秀才可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才子。严秀才怎么不再考学？老了，50而知天命，老夫也是快到知天命的人了，不敢想了。今年乡试怕是有些变化，应该会有推迟，秀才不如准备起来，明年再下场一搏。找到了爵哥儿，今天我就得把他带回去，给你们带了点谢礼，待会叫管家从车上搬下来，你们可别嫌弃，这还有点礼金，希望你们笑纳。说话间，醇亲王掏出一叠银票，硬塞到了严老太爷手里。醇亲王，这银票我们真的不能收，礼品您既然拉了来，我也不客气收下了，银票您还是带回去。严爷爷说什么都不肯收，两人僵持着。醇亲王，要说帮，爵哥儿还教几个孩子认了不少字，银票您还是拿回去，这个我们真的不能收。伯伯，福宝会挣银子，福宝把所有的银子都给爷爷奶奶，让他们穿新衣服吃肉肉。这孩子怎么这么懂事？过来，让伯伯抱抱。舅舅，这是福宝，没有他我可能都饿死了。醇亲王这才注意到，他也听说最先发现外甥的是福宝，也是福宝提议要带回来的。这孩子长得怎么这么……醇亲王看着福宝停顿了一下，没有往下说。孩子长得像个福娃娃似的，可真漂亮。看到福宝，醇亲王不由想到了一个人，可是不过一瞬间又摇了摇头，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像也不过是个乡野的丫头，怎么都不会有关联的。看孩子长得确实顺眼。醇亲王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玉牌。福宝，以后家里有事到了京城，往醇王府递这块玉牌，自然会畅通无阻。这话也是说给老秀才听的。如果严家理所当然的接过银票的话，醇亲王是不打算掏这块玉牌的。收了银子，自然就恩义两清了。待会我带4个护卫先回去，爵哥儿还想留在这几天，管家跟另外4个侍卫住到镇子里，你们不用管他们，3天后他们再过来接爵哥儿，你看可行？有什么不行的？我们巴不得爵哥在这常住呢。还有个事和你商量一下，大郎这孩子很机灵，人也稳重，我想把他带在身边，就是不知道你们舍不舍得。这个我得问大郎的意见，也得听听他爹娘的意思。你们也不用急着做决定，如果决定要去跟着爵哥儿一起也行，要不再陪他娘过个1年半载，再给我送去也不晚。那我们就在此别过，不再打扰你们。不过爵哥儿的事不要对外人说道，对你对我们都有利。醇亲王又对爵哥交代了一番后，一行人便离开了。大郎，你想去京城？那我也不是非去不可，但是我想出人头地，想让爹娘过上更好的生活。虽然一家人好不容易才团聚在一起，秀娘虽然十分的不舍，但还是不愿耽误孩子的前程。去吧，大郎。二婶有福宝，二叔和二婶也可以再生弟弟妹妹。对呀，等秀娘的身子养好了，你们应该要再生个娃，别让大郎落了单。严爷爷，四叔考过了秀才，是不是会去往京城？对呀，我糊涂了，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还是爵哥儿聪明。等老4考过就要准备乡试，我们可以在京城另个宅子，秀娘想见大郎就去住个几天。那以后我们也能见到爵哥哥了吗？我回京就帮你们看宅子。倒不用这么急，也要等老4考上了再说。要说老4的成绩他们倒不是太担心，但是凡事都有个万一，早早就另了宅子，如果考不上，不是让人笑话吗？我舅舅说了，大郎哥可以在家待到过完年再去，年后我叫舅舅派护卫来接就行。
那不用，我自己能去。上次去京城我都逛遍了，很熟悉。严爷爷赞许地看着大孙子，觉得他沉稳大胆，也有自己的主见，难怪醇亲王看得上。爹，这是不公平，凭什么都没有商量就决定让大郎去？我家二郎也不小了，明明可以顶事的。大郎是贵人指名要的，你要不服就改天自己去京城跟贵人说，看他是要大郎还是二郎。还不是爹娘当初让大郎去京城，如果是我们家二郎去，贵人肯定也能看上。大郎可是主动要求去的，他去的时候你还在家嘟嘟囔囔埋怨说收留了小乞丐呢。你能让二郎去，怕是我安排了，你也尽力推脱吧。还不是你们不明说，你要说是贵人家的孩子，我能不让去吗？二郎三郎年纪还小呢，以后还有机会，应该让他们先去书院读书。福宝以后也要跟几个哥哥多读书认字，到时候跟着四叔到了京城，用处大着呢。严爷爷摇了摇头，对于这个儿媳，他算是服了。要说坏心眼他也没有，现在对福宝还不错，就是心眼太小，不让人省心。为了给明天的暖屋添点菜，几名孩子都上山打猎挖野菜。走到山顶，却意外发现了一个天池。想不到这大妈山山顶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天池。福宝，走累了吧？过来，小姑姑给你洗洗脚。福宝走到池塘边，只是把脚伸进去，随便划拉了几下，就把池塘里面的鱼给引了过来。严清华想到以前跳上来的那条大草鱼，也想试一试福宝还有没有这个能力。小姑姑，我们要几条呢？应该7、8条够了吧？小姑姑的话刚说完，池子里的鱼就往上蹦，拍着地板啪啪啪啪的响。这样的状况，爵哥还是第一次见，把他都惊住了。没想到他的猜测是真实的。如果这样的异能被当今或者权贵知道，福宝可就遭殃了，没准会把福宝掳去给他们利用。我必须得想办法护住福宝。几个哥哥看着大鱼，都忙着往背篓里装。下山的时候，二郎三郎又遇到一只被树枝卡住的小鹿。跟着福宝就是运气好，什么都能遇到。二郎三郎用树枝做了一个担架，把小鹿一块拖回家。因为家里面要暖屋，小叔子也从现学赶了回来。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男子，四叔介绍是他的同窗，叫秦子夜。同样两个头上都飘着一朵淡淡的乌云。村子里面很少有人能够猎到鹿的，一家子都跟着高兴。村长家的牛车就在下面，老四你明天跟清华直接把这头鹿拉到镇上卖了。严奶奶心里面知道是福宝带来的好运，因为有外人在，她也没有明说。我也去卖给镇上的宋爷爷，他家门前有棵香樟树，福宝认的，他叫我们有好东西就去找他的。那我也去，可以帮看福宝。去吧去吧，回来的时候顺便去粮店把你大哥订的米粮都拉回来，也省得你大哥回来再跑一趟了。就这样，四叔赶着牛车，带着几人往镇里去。福宝注意到秦子夜头上的灰色云朵正在慢慢的往四叔头上飘，秦子夜的云朵变淡了，四叔头上的乌云却慢慢变黑。好奇怪呀，黑色的乌云肯定是霉运，白色是没有霉运的，可是为什么别人的霉运会往四叔头上走呢？福宝暗暗记住了这事，打算回去告诉奶奶。宋爷爷好。福宝，你又来看爷爷了，太好了，我正愁没有好菜待客呢，这鹿我要了。这野鹿还是活的，还没放血呢，除了鹿茸、鹿胆、鹿鞭都在，宋老爷看能给的多少银子？宋老爷也不吝啬，直接就给了50两银子，这可远远比市场价高了好几两。宋老爷给高了，你算45两就行。宋老爷看严永年一副读书人的样子，虽然穿着普普通通，但是到手的银子不但不贪，还往外推，不由得高看了他一眼。公子豪气，我喜欢，就48两，不二价。说着就朝外数银子，没人注意到旁边的秦子夜看到这么多银子，眼睛都发绿了。谢谢伯伯，那我们走了哦。以后再有这样的好货，还给伯伯送来，有空记得来看伯伯我。临走时，宋老爷还不忘送了福宝一盒糕点。回去的时候，福宝特意观察了秦子夜，发现他很喜欢奉承四叔，还时不时的用眼神偷偷看小姑和爵哥，这种眼神福宝很不喜欢。回到家时，杜爷爷、杜奶奶都来了，还有许多的村民。福宝光顾的凑热闹了，也忘了想要跟奶奶说的事。外公、外婆，你们可来了，福宝可想你们了。小福宝，今天肯定偷糖吃了，小嘴可真甜。没有哦，糖是奶奶给的，福宝不用偷。外婆以后可要经常过来找福宝玩哦。好的，以后外婆教福宝认药草。福宝认药草卖大萝卜。晚上开宴的时候，没想到家里来了不速之客。老族长、婶子，喜大吉啊！晚生是不请自到了，恭喜恭喜！来人正是姚老太爷的三儿子姚富才，也就是福宝之前的三叔。姚富才比严永明大6岁，是个老童生，已经参加过2次院试，都没有考中。
也可以说是严永宁的同窗了。严爷爷、严奶奶虽说不欢迎，但是也没有给他脸色看。福宝早就忘了扫把星、丧门星这个称谓，但是却没忘记同样恶毒的三叔，以前可没少欺负他。别怕，有姑姑呢。福宝依偎在奶奶和姑姑中间，愤恨地看向前面那桌的姚家三叔。这样一来，福宝又发现一个现象，前三叔和秦子夜分坐在四叔的两侧，然后四叔头上的乌云又浓厚起来，而一左一右的两个人头上的云朵由白色变成了红色，尤其是姚富才的特别明显。坏蛋，肯定是他们要对四叔不利。福宝在想起今天在马车上看到的现象，慌忙趴到奶奶的身上。奶奶，原来家的三叔和那个书生要害四叔。福宝这话把严奶奶吓了一跳。福宝要上茅厕吗？奶奶抱你去。福宝机灵得很，爷爷奶奶说过看到什么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福宝又做梦了。不是的，福宝看到他们两人头上的云朵吸了四叔的云朵。啥意思？什么云朵？吸了什么？福宝的话老两口听得一头雾水。就是他们头上的云朵越来越红，四叔头上的云朵越来越黑，黑的都跑四叔头上去了。福宝解释得很吃力，爷爷和奶奶怎么那么笨呢？福宝已经很卖力了，都听不懂。福宝是说四叔的好运被他们带走了。严奶奶是信佛的，这话还不懂的话就太糟糕了。严爷爷这会的脸色非常严峻，经历了这么多的事，他哪有不明白的？说不好自己前20多年的气运也是被别人这么吸走的呢。接下来饭桌上，那两个人果然反客为主，一直想灌严永宁喝酒。严爷爷在旁边发了声：现学的夫子都是教你们饮酒作乐的吗？富才你年纪大点，想喝就过来敬我和村长、族长2杯。永宁年纪还小，我们家是不允许饮酒的。姚富才还真的毕恭毕敬的假装到他们那桌敬酒，好像没事人似的。喝完又走过来福宝他们女眷这一桌。妮妮，对不起，三叔不在家，这次回来才知道爷爷奶奶会做出这样的事，他们已经知道错了。福宝还是跟三叔回去吧，到底我们才是亲人，以后三叔和爷爷奶奶都会好好待你的。福宝不回去，那不是福宝的家。福宝喜欢现在的家人，喜欢爷爷奶奶。姚富才，你以为收养是玩家家呢？福宝现在可不是你们家的小妮妮，你们家银子也收了，收养我们也是过了明路的。福宝现在是我的孙女，福宝是我们的亲妹妹，你别想抢。妮妮怎么说都是姚家的血脉，大不了我们把银子还回来。银子，你看我们严家现在缺银子吗？福宝是在官府纳过了名录了，要不要我给你看过户的红契？许多来参加宴席的客人都你一言我一语，姚富才也实在没想到严家居然会这么维护这个丫头，假装借着酒兴落荒而逃。今天来就是想让严永宁出事的，可是放进杯子里的泻药却没让严永宁受罪。本来想在进场前先把严永宁的身子弄垮，不让他在院事中盖过自己的锋芒，没想到严家防备心那么强，没有让他得逞。秦子夜也是个没用的货，白白浪费了我10两银子。老族长啊，你家捡了人参，苦生活算是过到头了，以后有什么可得关照着村子里一点。村长和族长都跟严爷爷坐主桌，喝了几杯酒后话也多了起来。要说关照还是你们关照我们多呢。村长，我看今年这收成怕是难了，那么久不下雨，听说邻村的地里也为抢田水都打起来了。是啊，还好我们村靠近河，可是这2天我都注意到了，那水位是越来越低，村民都开始挑水浇地了，不然恐怕稻子都抽不了穗。看来老婶子说的，你们家剩下的银子要囤粮食对了。我家虽说不用交赋税，但是也就3亩薄田，哪年不要买粮吃啊？要我说，村长还是得提醒各家得备着点粮。可不是，可怎么办呢？如果今年没有收成，怕是赋税都难交上。这下村民们都七嘴八舌的议论上了。我们家就指望那几亩地了，但愿老天爷开眼，尽快下几场雨。要我说，与其怨天尤人，还不如及早做打算，多囤点粮总没有坏处，起码不用逃荒。老族长，我看不能吧，说不得明天就下雨了。前几年也不是没有过这种现象，最多今年少收点就是了。就是你们家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谁像你们家一样有剩余银子囤粮啊？不饿死就算不错了。大旱后怕是会跟着大旱，到底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我们家得囤粮囤柴火，再给孩子们做冬衣冬被，不然真冷起来孩子都没得穿。没有灾情最好，不过有准备也没坏处。有银子多囤，没银子少囤，万一老天真的不开眼，那就是赚到了。严爷爷也觉得提醒到了就行，讲得太明白就变成妖言惑众了。严奶奶也和平时交好的几家打了招呼。宴席结束的第2天，爵哥也要回京城了。
这是我娘给我留的，我给福宝。那就更得自己留着了，那是你娘护佑你的。听爵哥这么说，严爷爷和严奶奶就猜测到爵哥的娘亲可能不在了。护佑福宝也是一样的。爵哥哥，我看到有个姨姨害了你的娘亲。只是女孩的一个梦境，就让沉寂多年的真相浮出了水面。爵哥哥，有个姨姨害了你娘亲。福宝可是又做梦了。福宝，到底怎么回事？福宝看见一个姨姨和一个婆婆把长得和爵哥哥一样的娘亲推倒，磕到石头上流了好多血，有个小姐姐在旁边还拍手笑。老两口没想到福宝会把看到的这么直接的说了出来，不过爵哥连最宝贵的东西都留给福宝了，还有什么不值得信任的？福宝是梦到的吗？福宝不记得了，反正就是看到了。爵哥抓住福宝的肩膀，非常的急切。福宝，还记得那3个人长什么样吗？那个姨姨长得很漂亮，但是眼睛很可怕。那个姐姐比福宝大，有点胖，她叫姨姨娘亲。对了，婆婆叫她侧妃娘娘。爵哥紧紧地咬着牙，沉默了好久，手把福宝的肩膀攥得紧紧的。福宝肩膀都被捏疼了，但是他没有哭，他感觉到爵哥哥伤心了。爵哥哥的头上也有一团乌云。对不起，福宝，哥哥不是有意的，把你捏疼了吧？我没事，爵哥哥要小心，那3个都是坏人。爵哥哥知道了，谢谢福宝。过了好一会儿，爵哥才缓过劲来，但是脸色更加严峻。严爷爷，我把子墨留下，他能赶车也会武功，让2郎、3郎和福宝都跟着学点护身的东西，他知道怎么跟我联系，以后福宝出门都让子墨跟着。爵哥身边也需要保护的人，你还是把子墨带回去，福宝的安全我们会注意的。老两口知道爵哥是在担心福宝，可是现在他们觉得更需要保护的是爵哥，他年纪这么小，回去那是凶多吉少啊。福宝不用保护，福宝有咪咪。福宝的空间还有咪咪和旺旺，现在在村子里横着走谁都不怕。不行，子墨得留下，爷爷奶奶也要注意保守福宝的秘密。爷爷奶奶知道，可是就怕我们庄户人家粗茶淡饭的子墨不习惯。严爷爷也担忧，虽说子墨是下人，毕竟人家是亲王府的人，自己家怎么能乱使唤呢？子墨，少爷，严爷爷想多了，子墨的命都是少爷的，子墨绝对服从严老爷和小姐的安排。说着，子墨朝老两口跪下，也算是认了主。爵哥走后，把陆荣带走了，管家给了严永宁500两银票，还说了只是预支，奶奶把银票收了起来。这个银票还是要攒起来，以后留给福宝当嫁妆，可不能便宜了家里那一帮小子。爵哥儿这孩子话少，但是个懂得感恩的。我看他对福宝也上心的很，嗨，走了也好，相处太久就怕他对福宝生出其他的想法。我们家福宝可不要嫁到那种皇亲国戚家去，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福宝一生平安顺遂就好，不行就给他招个上门女婿，反正就是不能让他受委屈。老婆子，你想太多了，2个孩子都这么小，过几年恐怕都记不起来了。哎，也是，希望这孩子以后也能顺顺当当长大，不知道他就能不能把他护得住。你说他应该有爹的吧，怎么就没有把他护住呢？我们也别担这个心了，横竖京城也不远，以后大郎又跟着纯亲王，总会有点消息的。老两口就这样唠了好久，福宝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进入了梦乡。临近天亮的时候，福宝迷迷糊糊的又听到了小奶音：主人，你的金币超过1万了，怎么还不进来跟花花玩？对哦，花花怎么不提醒福宝呢？福宝脑袋瓜子还小小的，记不了这么多东西哦。福宝发现他不用说话，只要心里面想就可以跟花花沟通，真的太方便了，也不怕吵醒爷爷奶奶。他才想着进去，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空间精灵花花是一只火红的小狐狸，尾巴太大，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非常妖娆，让福宝觉得非常有趣。你是妖精吗？你见过这么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妖精吗？都告诉你了，我是精灵，也是一只灵狐。花花，你的脾气又暴躁了，福宝有点怕。好吧，主人，但是我真的是一只精灵。花花，这就是你说的转运空间，怎么这么小？主人不能太贪心了哦，要想拥有更大的空间，你就得努力挣金币。主人跟我来，花花带你参观一下你的地盘。看见福宝，咪咪和旺旺很高兴，一步一跳的跟了过来。花花，这里怎么有一潭水呀？没有水，我们喝什么？这可是灵泉水，可以延年益寿，治病救人的。那我可以喝吗？主人怎么那么笨？这空间就是你的，我只是辅助你的精灵，
你当然可以喝了。我不笨，我还小。不过主人不要在水潭里洗澡哦，不然精灵会觉得脏。那边的小木屋里有浴缸。你不早说，你以为福宝当着你们的面洗澡不害羞的吗？看着灵泉水很清澈，水汪汪的，福宝忍不住捧起来喝了一口。主人，你一次可别喝太多。为什么呀？因为喝多了会变得很强壮，力气很大，而且会变得跟我一样漂亮。福宝喝了2口不敢喝了，他想变得力气很大，可是又怕变成跟花花一样花里胡哨的骚狐狸。你说这水可以治病，那是不是需要花福宝的金币来换？如果让爷爷奶奶喝，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变年轻？可以的呀，主人使用你自己空间里的东西不用花金币，不过主人最好不要直接给他们喝灵泉水，一下子变成18岁辈分就乱了。那我就放一点在水缸里，一家人可以分享。空间除了小小的一窝泉水，还有一片土地。福宝看着有点像自己家那3亩薄田，可是比外界的肥沃多了，土都是黑的，但是空如也都没种庄稼。花花，这些地不能种吗？肯定可以的呀，他们就等着你这个主人来开垦呢。哇，那福宝要做只勤快的小蜜蜂，不过得让我先想想种什么可以收获多多的银子。福宝想到10两银子都能把自己卖掉，一下又不舒服了。最后花花把福宝领到了一间小木屋里，里面有一排箱子，只有一个没上锁。这就是主人用金币换的储物箱，可以装不少东西，空间有保鲜功能。主人应该想办法把这些箱子填满日常需要的东西，以后可以随时取用。那我的金币呢？金币不会出现在你的空间，由空间大大给主人保管。主人可以用金币购买野鸡野兔。主人年满10岁，空间大大就会离开了，到时主人不能再挣金币，大大也不会再卖给主人东西，所以10岁前花花会辅助主人扩大空间。好吧，那我现在开始要挣很多的金币，买很多的野鸡、野兔子、野猪存着，还有粮食、糖果、糕点。四叔和秦子夜第2天便返回书院了。有了昨天的事情，虽然没有抓住姚富才和秦子夜的把柄，相信四叔会做好防备的。吃完早饭，奶奶便召开家庭会议。老二，你继续在家把剩下的家具打出来。老大、老三，你们俩今天去买粮食，粗粮、细粮都要买。就着这些银子买，拉不完让粮店送回来。老大、老三家的，你们把地窖收拾出来，顺便轰上2把火，准备拿来装粮食。秀娘身子还弱，她没有特意安排，但是也知道她不会闲着的。奶奶和福宝不去吗？去，奶奶带你去。奶奶，我们也想去。奶奶，让哥哥和珍珍姐都去吧，福宝想和珍珍姐玩。买这么多的粮食，严奶奶也有点不放心，除了3郎和福宝，谁都帮得上忙。行，都去吧，一个个跟讨债鬼似的。我去赶车。小姑姑不去吗？小姑姑经常去，今天就不去了。我跟嫂嫂们清理一下地窖。老婆子，我去把工辞了，回头再收拾一下，过几天去跟老四会合。福宝注意到，一家人今天吃了用灵泉水煮的饭菜，一个个精神多了，爷爷和奶奶看着都年轻了几岁。到了镇上，福宝就让往另一边走，严永义他们是知道的，几个人心里都好奇，福宝怎么认得路。到了粮店门口，梁掌柜这会儿正想关门。梁掌柜，今天不卖粮吗？你们要的话就赶紧，我得关门回老家。买，我们要买不少呢，掌柜的，这是要回去多久？难说，家里出了变故。女孩只是在粮铺的后院转了一圈，就发现了隐藏在地下的东西。你们要的话就赶紧，我得关门回老家。买，我们要买不少的，掌柜的，这是要回去多久？家里出了变故，我本想把粮食卖了，把铺子也盘出去，没想到家里传出话来，说老人快不行了，我今晚必须得回去，只是这粮食就可惜了，再回来怕都变成黑泥了。严永安一下嗅到了银子的铜臭味。掌柜剩下的粮食还有很多。多倒不是太多，每样都有个200-300斤，加起来怎么也得2000斤。如果我们全包，是不是有优惠？你们能全买？梁掌柜有点不敢置信，看一个个穿着普普通通的，看着也不像有钱的主，怕是跟城里的富户有点瓜葛也难说。你们若能拿完，我就按进价再亏1成卖给你们，如若不行，我也只能看马车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回村，剩下的听天由命了。我们全要了，掌柜的库存可有数？果真要吗？我这粮食进出都是有数的，你们不信要斗粮也行。说完，严家几个小子便跟着掌柜的去清点粮食，严奶奶则带着福宝在后院里溜达。福宝走到一棵树下便蹲了下来。奶奶，
下面有东西。严奶奶顿时吓了一个激灵，就知道老房子不好，有脏东西得快点走。福宝别怕，我们赶紧出去。奶奶，这下面有好东西。好东西？福宝可看清楚了。是的，奶奶，这下面有2个罐子，罐子里面有很多银子，跟爹爹从京城带回来的大元宝是一样的。说着又走到了另一棵树下。这下面也有1罐，是黄色的。妈呀，不会是金子吧？可是福宝也看不到啊。这里面还有好多好多大大的坛子，但是里面是水哦。严奶奶想那肯定是酒了，大户人家生女儿后都习惯买几坛好酒，等女儿出嫁了才挖出来喝，所以叫女儿红。听完福宝说的话，严奶奶脚都有点发颤。福宝这事千万不能跟人乱说。福宝就告诉奶奶，爹爹也不说。奶奶，这房子能买吗？福宝喜欢这宅子。严奶奶这会也在想怎样才能挖金子银子呢，这毕竟是人家的宅子。这宅子好，三叔可以做买卖，二哥三哥书院读书。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懂事，小小年纪就知道为家里人做打算。奶奶，挖银子养家。粮食清点好之后，严奶奶给几个孩子一人拿了一串钱。你们几个带福宝跟三郎去买几个包子和糖葫芦吃，小心着点，别让胎花子钻空子，不然扒了你们的皮。严永义没见过老娘这么大方，倒是吓了一跳。带几个孩子走后，严奶奶才把严永义拉到一边。娘，您干嘛呀？严永义有点纳闷，老娘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你说这宅子会不会就是梁掌柜家的老宅？怎么说卖就卖了呢？怎么可能？这宅子你看起码都有上百年了，不知道转了多少手呢。刚刚我还跟邻居唠嗑，说这宅子最初是京城一个大官的，但是后来范氏听说全家都被斩首了，那都是50多年前朝的事了。不过在梁掌柜的手上也才5、6年。娘想干嘛？如果感兴趣，儿子再去打听打听，不行就直接问梁掌柜就是了。福宝说喜欢这宅子，二郎三郎下个月就要到镇子里读书，有间宅子也方便，待会你给探探价，看能不能买下来。可是这宅子这么破旧，怕是修缮都得花不少银子呢。严永义怕严奶奶是意气用事，我相信福宝，就按福宝说的买下吧，多个几两银子也没问题。想想自己收养这个女儿后发生的事，买宅子严永义自然是没有意见的。而且娘也说了，宅子要落在福宝的名下，严奶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不敢把事情的真相跟儿子说。算了，还是回家跟老伴说妥当，大不了先把宅子买下来，以后再做打算。宅子你们也要买？说实话，这宅子还是挺好的，我买进来6年，做什么都是稳稳当当的。现在要不是家里出了事情，我也不会卖掉。这宅子大又这么多的屋子，我看你们家孙子孙女那么多，肯定是个大家庭，大了才好住。后面还有个大园子，可以种菜养鸡。梁掌柜沉默了很久，看严奶奶也不搭话。屋子多就是修葺费的银子，你们要真心买，我按6年前买的价格60两，您看行不行？今天还可以去衙门过户，不然我也只能找中人挂出去了。要不是那么急，梁掌柜也确实不想这么便宜卖。你们要银子紧，要不我再亏2两。就60两吧，你也挺不容易的。老大的，你回去拿银票跟户籍，回来马上跟梁掌柜去换红气。平白多给2两银子，严永义和严永安都有点不理解。不过他娘一贯是说一不二的，他们也不好插嘴。如果你爹在家，就顺便把他接过来，别耽误了。说着，严永义赶紧出门，不赶紧点怕耽误下午过户。梁掌柜也没想到今天粮食和宅子都卖得这么顺畅。要不是你们，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真的是太感谢了。才半个时辰，严永义跟老爷子就到了，没来得及跟老伴解释，严奶奶就赶着严永义去跟着掌柜过户。人都走完后，严奶奶示意老头子坐到自己身旁。我说这个事，你别激动。老婆子，你别急，慢慢说，我承受得住。福宝说这宅子好，后院埋的都是好东西，你放心，老大打听过了，东西的主人不在几10年了，我谁都没有透底，你可以先进去随便看看。福宝说的都在桂花树下。严爷爷到底是见过点世面的，临场不乱。既然这样，我们也不着急，横竖宅子已经买下来了，你先顺顺气，我陪你，待会我再随便看看。因为急着回老家，办完手续后，梁掌柜就回家了。严永安按他娘的安排，坐上粮车先回村子。老婆子，我跟老大找锁匠来换把锁，待会再去布店跟你们会合。严奶奶现在倒是不急了，打算先不买太多，每个人先做2套秋衣就行。原计划提前添置的冬衣冬被还是延后一点，宅子买下来又有事情做了。外婆，
你们有药草的种子吗？呀，福宝来了，外婆正想收拾点东西后去找你玩呢。外婆是想福宝了吗？肯定的呀，福宝不是也想外婆了才来的。福宝想外公外婆，也想种药草。福宝想要的就是没有外婆也叫外公给找出来。说着，杜奶奶从药柜上拿出3个罐子。现在奶奶就有这几种，你看，这是3七，这是当归，还有这个是黄芪，这些都是养血补血的好药。没有大萝卜的种子吗？福宝想种大萝卜。福宝就记得能卖大钱的是大萝卜，一心都惦记着呢。福宝，哪叫人参不叫大萝卜？人参可不容易种，种子也少就几颗，还是上次你采的，外公给你留着呢。不过外公以前种过都种不活，白白浪费了种子，现在又那么干旱，怕是难种。说归说，杜奶奶还是从另一个药柜上给他取了人参种子。那福宝先种3七、黄芪和当归吧。福宝打算把人参种到空间里，这样可以叫花花帮忙淋水。种在菜地，他担心自己迷糊忘了浇水。听说福宝要种药草，3个郎最积极了。少爷说要把小姐每天做的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下来，1周往京城发1次消息。严爷爷和严奶奶经过1晚上的挣扎，最终还是把镇上宅子里的秘密告诉了大儿子。那爹娘是怎么个章程？严勇一听说还是吓了一跳，怎么买个陈旧的宅子还能发大财呢？难怪那天他娘连价都不砍就下手买。今晚你就去村长那借2根撬棍，再借个大锤子，明天我们带上福宝，先去把东西挖上来再说。爵哥儿回去后被秘密送到京城外的一座庄子。爵儿，你母亲的死与姚郡王谋反的野心有关。当年姚郡王娶你母亲，就是为了拉拢纯亲王府，可惜我们和你外祖父没有意识到他的狼心，让你母亲踏进狼窝里。你母亲就是没有向他妥协，而且还因而在告诫舅舅们，所以才被他们放弃的。这也是你母妃为什么才禁府1年，姚郡王就娶了丽阳侧妃，而且连续让他先生了长子长女的原因。后来也是迫于纯亲王府和皇上的压力，入府6年后才让你母妃生了你。舅舅，我不会让母亲白死的。这是急不得，君子报仇10年不晚，舅舅也不会放过他的。但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告到皇上那也没有办法，皇家的体面他们是要顾及的。舅舅，我会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会向舅舅们学武，为母妃报仇。再强大的武功也抵不过皇权。爵儿，我和2舅3舅会想办法获取他谋反的证据。你除了要有强壮的身体，学习也很关键。力大千金不如计谋1两，你还是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内心也要很强大。知道了，我会努力的。爵儿明白了，要扳倒那匹恶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郡王府谋反的证据。好了，舅舅们都做好了安排，你以后就在这庄子里轻易不要出去，这是已经跟了舅舅10多年的谋士。你叫他风云书，他熟悉朝堂，精通谋略，他以后就跟着你。另有80个护卫和20个死士留在庄子给你，你可以自由调遣，你也要学会慢慢长大，聚拢自己的人脉，以后账房都会把每月的收支递给你，你也要学习打理和规划，但是记住万事不可莽撞，你才8岁，离25还远着呢。舅舅，我知道了，以后我行事定会深思熟虑，也会向舅舅们讨教的。刚买下的宅子居然挖出了许多的瓶瓶罐罐，还有一个尘封多年的地窖。按照福宝指的2个位置，严永义挖出了许多的罐子，里面全都装满了金银。金元宝折算成银子后，一共35000两白银。这一下，不光严奶奶，就连见多识广的严爷爷都瘫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严奶奶半天才缓过劲来。福宝，这么多可怎么办呀？不多呀，奶奶，前天的粮食要拉3车呢，这个1马车就可以拉完。这么多的金银，严奶奶光是想怎么藏起来都哆嗦。奶奶用来养家。福宝经常听别人说，这么多人养家不容易，所以第一个想法就是给奶奶养家。小乖乖啊，养家哪里用这么多？要是放家里遭了贼可怎么办？贼？奶奶不要怕，福宝有小箱子的。箱子？二叔给福宝做的小木箱可装不完，那也是容易招贼的。不是呀，花花说空间里的箱子什么都可以装。空间里的箱子？对呀，福宝用金币换了箱子，只有福宝谁也拿不到哦。严奶奶也听不懂福宝在说什么箱子。那福宝放进去试试。好的，爷爷奶奶，看我的。福宝很高兴爷爷和奶奶不再避开爹爹，可以当着爹爹的面表演。花花，收钱。一下一大堆金银就在他们4人面前凭空消失，一大家子这下可不淡定了。爷爷奶奶，爹爹别怕，银子、金子还可以取出来。
福宝又以为他们是担心宝贝不见了。花花，取钱。刚刚消失的金银一下又出现在他们眼前。福宝，花花是什么？是鬼怪吗？不是呀，花花是保佑福宝的，是一只灵狐哦。一听说灵狐，严奶奶就跪下了。谢谢狐仙，谢谢狐仙，求求你一定要保佑福宝平平安安。如果对福宝不利，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只要福宝平安长大，一生顺遂。对，如果会折福宝的阳寿，我们什么都不要了。严永义也跟着他娘的话说，连动作也一模一样。严爷爷也一脸懵圈，到底是拜还是不拜呢？不会的呀，花花很听话，他只会给福宝帮忙的，他让福宝经常做好事。对，我们以后经常要做善事，保佑福宝平平安安的。福宝啊，这是你的福运，你就先收着，以后长大点，让爷爷给你在京城买庄子、买宅子。好的，买大大的宅子，让爷爷奶奶、爹爹娘亲，还有叔叔婶婶、小姑、哥哥姐姐，我们大家都一起住京城。好，爷爷奶奶都知道了。严奶奶泪流满面，这个孙女太懂事了，比亲生的还亲，都哭花脸了。爹爹，下面还有一些好大的罐罐呢。对，娘，你们看，剩下的女儿红还要不要挖？还是先不挖了，留到福宝出嫁吧。老大，明天你就跟老二一起来，开始找匠人修葺，该换的地方要换，不换的也得重新刷上一层桐油。你和老二要记住，外墙先别刷了，铺头外面照着左邻右舍的修整一下就行，别太扎眼。他们想到福宝说的旱灾加上雪灾，怕太扎眼了容易遭祸。每个屋子再做一个火炕，即使到时候下雪下冰雹都不会冷。爹爹，还有个地洞可以藏粮食。地洞在哪？我们倒是疏忽了，这样的大户人家肯定是挖有地窖的。福宝带我们去看看。老大，你去拿一盏油灯。地窖里面有些看着很陈旧的家具也没有烂掉，应该用的是很好的木材，还有一些书籍和陶器，想必也有一定的年代。对，这有2个木箱。打开箱子后，里面摆满了一卷卷的书籍。严爷爷打开了其中一扎，发现是难得一见的古籍，也是因为用油纸包才保存了下来。这可都是真品呀，市面上是没有了，怕是得价值连城。严爷爷仔细的看了看，每一扎上都有备注，有军机、农学、经商、医药的，种类非常齐全，一卷卷的都是名画。福宝，你的箱子还可以放这些宝贝吗？可以的呀，爷爷。那就福宝暂时保管吧，这些陶器也都先保管起来。福宝听话地点点头，让花花收了起来。在地窖转了一圈后，福宝看着高高的窖顶，爷爷，这里有光亮。严永义找来了一根棍子，按福宝说的位置用捅了捅，上面好像是空的。严爷爷沉思了一会，大家都默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这上面应该是在后面的园子，我在下面敲。老大，你上去园子，贴着地听听具体在哪个位置。最后确认的位置确实在园子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从地窖出来后，严爷爷一脸的严肃。这地窖要是逢上打仗或者人祸，搞不得可以救命的，千万不能对外人说。你们2人来修葺的时候，这2处一定要亲自来做，你倒是跟老二确定一下，让老二在园子出口的上面做个刚刚好可以盖住的鸡笼，以后养鸡。这个出口除了你们2个，任何人都先不让知道。地窖要重新清理一遍，能用的都搬出来用，不能用的直接扔了。明天清理完马上开始囤粮食，尽管往多了囤，还要囤点木炭。晚上睡觉的时候，福宝又进入了空间。花花，空间大大坏，不公平。主人不可以讲空间大大的坏话，他做事情最讲究的就是公平2字。那我找了那么多宝贝，不应该得很多的金币吗？但那些宝贝本就是跟宅子是一体的，买宅子的时候已经奖励你金币了呀。而且那些宝贝现在都储存在主人的空间里，主人已经是严家的一份子，为家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是应该的。所以主人做好事不但不应该有目的，还要利用自己的超能力帮助更多的人，包括严家以外的人。好吧，你说的字多，你是对的。主人，空间里的种子应该要播种了，把药草种出来救人也是可以的金币奖励的。真的吗？那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金币。花花，你确定是来辅助福宝的吗？我半夜3更还在刨地，你跑哪里去了？
咪咪和旺旺还会帮福宝叼种子去种，还用小爪子拨土覆盖种子。只有花花最懒。主人，不是花花懒，空间的地必须是主人自己种才可以获得金币哦。不过主人为什么不用意念来种呢？花花，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可以用意念来种？你玩我呢？主人也没问花花呀。你就是这么辅佐主人的，我要跟空间大大告状，把你收回去。福宝不要你了。别呀，主人，我最喜欢主人了，剩下的水我帮你浇，你不要赶我走。你不说我自己种才能得金币吗？主人别生气，花花也是按照空间大大的吩咐，让你亲力亲为，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主人可以先去小木屋泡个澡，花花帮你放好洗澡水了，剩下的花花来完成。主人可以躺着休息一会儿，空间里的时间要比凡间慢10倍。你讲人话，福宝不懂。就是你在空间里睡1个时辰，相当于在外面睡了10个时辰。这么好吗？那我睡半个时辰就好了。福宝用音念出来的时候，外面还是黑乎乎的，又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然后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境非常真实。他看到原来的三叔姚富才和那个来过他们家的秦子夜又在合计谋害四叔，然后四叔头上的乌云越来越黑。一大清早，家里都没人，福宝只看到了正在捡鸡蛋的奶奶。奶奶，爷爷呢？福宝昨晚又做梦了。不在书房里吗？来，奶奶抱你去找。这死老头去哪了？让我们福宝好找。你这老头子一大早的跑哪去了？快到书房。刚刚族长过来问老司应考的事，顺便送来族里5两的捐助，我怎么也应该送一送吧。这银子我们以后还是不要了，让族里用来援助更贫困的孩子吧。严奶奶觉得以自己现在的家底，如果再接受族里的援助就有点过意不去了。这银子我也不想要，可总不能说家里银子多了推掉吧。等老四考上了，我们找点缘由来捐助村里做点事也是一样的。再不济也可以维修一下族里的祠堂，村里族里需要用银子的地方多着呢。好了，说正事。福宝，你跟爷爷奶奶说说，又梦到什么了？福宝把自己的梦境一五一十地道出来，特别是那2个坏人使坏那一段讲得非常仔细。这是要往老四的身上放纸条，让老四坐实作弊事实。这2个人真是贼心不死，我们也没招他惹他，他们的心怎么如此歹毒？想到福宝说的那朵越来越黑的乌云，爷爷奶奶心里就膈应得很。每次科考都会发生考生作弊的案件，朝天一再严加处罚也屡禁不止。做事这样的罪名可是一辈子都不能再参加科考，在整个大圣国通报也名声尽毁。情节严重的还有牢狱之灾，可以说是一辈子都不能翻身，也会影响到整个家族以后的科考和名声。老头子，你这次去无论如何交代老四做好防备，入场前里里外外衣角裤缝都要检查一遍，别让人下了套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放心吧，福宝都提前梦到了，我都还处理不好的话，以后也没脸出门了。就是带进去的吃食我也亲自给他检查。爷爷，要不还是让子墨叔叔赶马车跟你去吧。福宝还是有点担心。不用，我不在家，子墨要随时跟着福宝。福宝放心，如果四叔和爷爷都对付不了那2个歹人，以后又如何在朝堂上立足，如何为百姓造福？听爷爷如此自信，严奶奶和福宝也不再坚持。福宝在家一定要听话，一切听子墨叔叔和奶奶的。好的，爷爷，我明天跟子墨叔叔和爹爹他们一起去镇上，爷爷和四叔回来就可以住新宅了。哦，你们就等着四叔的好消息吧。第2天，子墨便带着福宝赶着车送严爷爷去献血，把爷爷送到客栈后，他们便返回大桥镇。子墨叔叔，快点，前面有坏人！空荡荡的官道出现了一辆马车，奇怪的是马车的头顶飘着一团乌云。子墨叔叔，坏人就在里面。子墨没看出有什么蹊跷，可也知道福宝不同于常人。忽然一阵风吹过，马车的车顶被掀了起来，里面坐了好几个男童女童。子墨叔叔，那几个哥哥姐姐被绑着了，肯定是青楼老鸨。福宝上次可是差点被老鸨绑走的，现在他还心有余悸，他只能想到是青楼老鸨。子墨想应该是拍花子，但是他犹豫了一下，并不想出手。上爷一再嘱托，就是要保护好小姐，他并不想节外生枝。小姐，这等闲事我们还是不要管了。不行，必须得管，我要救他们。想到这些小哥哥小姐姐被卖后，就再也见不到亲人，福宝就想哭。那小姐好好待在车里，不要乱跑，子墨叔叔帮小姐去救他们。福宝把头点得像啄食的小鸡，不要太听话。车上何人？快下车！贵人有何事？
为何阻拦我们？少废话，先下车再说。还有车上的孩子也一并放下来。见子墨提到孩子，就知道事情是瞒不住了。后生你少管闲事，不然有你好看。我倒是想看看你们能给我什么好看。子墨的身手自己是清楚的，如果不是顾及小姐的安危，这样的山野村夫自己打10几个都没问题。快点把后面的孩子放了，不然我把你们抓去官府。小子，识相的就放你一马，马上走，不然让你有命来没命回。嚯，还有个小的，这小妞长得不赖，长大后恐怕风华绝代，肯定能卖个大价钱，给我一并收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福宝跑到了子墨的后面，子墨有点焦急，他本来对付4个绰绰有余，但是现在小姐跑过去，反而变成他的软肋了，必须把这4个人及时引开，速战速决，才能救小姐。有种你们就过来，1打4，让你们口服心服。过激的话把几名贼人吸引过去，瞬间扭打在一起。福宝则爬上了马车，打算救这些小伙伴。别怕，福宝来救你们，给你们解开绳子。先给我解开，我会让爹爹给你赏银的。外面的子墨不是吃素的，没一会功夫就把几名贼人放倒在地，刚返回来，却发现一名贼人劫持了福宝。你别过来，过来我就把他杀了。没想到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福宝被劫持。放我一马，不然这孩子今天也活不了。歹徒一边说着一边后退。花花，让咪咪出来撞他。你没事吧，小姐？我没事，子墨叔叔，我们快救人吧。谢谢你救了我们，福宝。要谢就谢子墨叔叔，我太小了，只能帮你们松绑哦。小男孩帮子墨一起把4个贼人都绑了。我叫元宝，谢谢你们，叔叔把我们送去府衙，我爹爹是县令。真的吗？那倒是好了，刚好让县太爷把他们送回家。子墨叔叔先把歹人丢这，我记得前面有个庄子，我们去跟村长说，让他派人把歹人送往府衙。元宝经常走这段路，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不是的，刚才路过车帘刚好被撩起来，我发现的。你倒是个机灵的孩子。福宝也觉得这个小哥哥不错，这么紧急的时刻还临危不乱。福宝，你家在哪里？元宝觉得这个甜甜糯糯的女娃是自己家的就好了，胆大心细又漂亮，比家里哭哭啼啼的姐妹好多了，好想把她拐回家。我家在桃花村，待会我领你见我爹爹，让他赏你银子。不用了，福宝有钱，还是空间大大的奖励来的实在，这下又多了1万金币呢。元宝失踪前这几天，府衙已经连续接到好几起女童失踪案，这都好几天了，派出去这么多人，元宝一点消息也没有，这要有个3长2短，我也不活了。元宝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母子连心，萧白楚萧县令也非常着急，但还算沉得住气。老爷，可是有元宝的消息。夫人，少爷回来了，就在门外。元宝，萧夫人抱着元宝哭得稀里哗啦的。老爷，就是这位大侠把少爷送回来的。县令大人，车上还有被解救的5个女童，我一并给您送过来了。贵公子跟我们一起绑了4个歹人，应该待会就能送到。原来是这位壮士相救，萧某先替犬子和清河百姓谢谢您了。先到里面坐坐。你叫福宝啊，长得可真好看。谢谢姨姨。福宝家住在桃花村，家里都有几口人呢？长辈都叫什么名字？我爷爷是老族长，是老秀才，四叔严永宁正在考秀才哦。那福宝可认得字？认得呀，爷爷都有教的。爵哥哥也要福宝读书认字，福宝不要做睁眼瞎。元宝，你看看人家福宝才多大，都知道读书认字不做睁眼瞎，你连福宝妹妹半分都不如，一天天的就知道玩。接着萧大人才向子墨询问抓歹人的一些情况，听完把萧县令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伙歹人我们追查了很久都没找到踪迹，你们可是立了大功，本官自会上报给你们请功。你们可有想要的什么奖赏？我说的没错吧？我爹爹一定会给你们奖赏。爹爹，你可得多赏点银子。小姐可有什么需要的？还可以得奖赏吗？福宝，快想想，想要什么？金子有了，银子有了，粮食有了，新衣服也有了，糕点爵哥哥也拉来了，要点什么呢？哥哥们喜欢上山捉兔子、抓鱼，特别是三哥，一说起兔子和野鸡，就馋得直流口水。上次他不是说大妈山上的天池是自己家的就好了吗？能不能要我们村子后面的那2座山，前面1座就不要了？
村子里的人要砍柴挖野菜的。萧大人一脸蒙圈，这样的3、4岁小屁孩会有这样的想法？一般小孩不都是想要吃的穿的吗？怎么会想到要大山呢？居然还能想到要给村民留一座砍柴挖野菜。子墨在一旁倒是有点兴奋。世子来信老师问福宝喜欢什么，看来这是得跟世子提一提。小姐喜欢大山，福宝要的叔叔会尽力争取，但是你们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如果不能给大妈山，银子或者良田肯定是少不了的。好的，谢谢关叔叔。关叔叔？对呀，刚才子墨叔叔说你是关老爷，不就是关叔叔吗？你这孩子也太可爱了，叔叔姓萧，不姓关。那福宝就谢谢萧叔叔啦。和萧县另一家告别后，子墨带着福宝便往家里赶。回到桃花村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一家子都着急的饭都没吃。子墨把今天的遭遇跟大家说了一遍。福宝，你过来，老大你去拿家法。看到奶奶一脸严肃的瞪着自己，福宝也不知道怕，还以为奶奶要夸自己呢。他今天可是做了件大好事，看空间大大给的金币就知道了。奶奶要奖励福宝家法吗？好期待呀！一直到爹爹把家法递给奶奶，他才知道是一把戒尺，这是福宝在爷爷的书房见过的，还以为是什么好玩的东西呢。福宝有点失望，手伸出来。好的。哇，疼！我看你以后再生事，看你还敢不敢了。没有想到一直都很疼爱自己的奶奶，往自己的手掌心上狠狠地打了一下，很疼的。子墨叔叔不是叫你躲车上不出声的吗？你还敢自己跑出来，刀枪无眼你不知道，要不是子墨叔叔，福宝被砍了怎么办？福宝没哭，但是拿着戒尺的奶奶和娘亲却哭得稀里哗啦的。自从福宝来到这个家，连兔子野鸡都知道走后门往家里送，就连宅子也是换了又换。福宝要出了事，奶奶也不活了。奶奶，福宝没事，打坏人，救哥哥姐姐，福宝做好事。福宝啊，你还小呢，以后这样的事让大人去做，懂吗？福宝似懂非懂，还是不太清楚他哪里错了，但是他不喜欢奶奶和娘亲哭。娘，刚刚菊花神子特地上门来告知，说是老爷病了。三媳妇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说起老爷的事，也就是严奶奶的父亲。怎么就病了？可说是什么病？菊花神子也不太清楚，说是他大舅哥在镇子上让人传话回村，说老爷腹胀吃不下东西了。怎么这会才说？如果是早一点，今天还可以回去。他也是刚刚接到讯就过来了，才一会功夫。老大，明天你们赶早一点，先送我和清华回你姥爷家。娘，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也好久没见到姥爷姥姥了。严度是怕严奶奶太难过，觉得自己做大儿媳的也应该一起去。福宝也要去。去，我们福宝哪能不去？搞不好福宝去了，老外祖的病就好了。老外祖会好的。第二天去的路上，他们发现路两边的田地都很干，很多人都在快干渴的河道里挑水浇地。看来福宝说的旱灾要应验了，也不知道旱灾的传闻有没有传到这些村子。村民不少倒是断断续续进城囤粮，有些人家孩子多的，干脆把1日2顿改成了1顿。纹丝不动的都是田地多，往年存粮也都还有的人家，例如姚老太婆家。我看你们就是跟着瞎起哄，别老是去听严家妖言惑众。他家本来就没有粮食，现在有了点余钱想炫富呢，吃饱了撑的。像你们手上都没几两银子的，也想学人家囤粮，到时候连裤子都没得穿。哼，谁妖言惑众还不懂呢？反正到时候真闹起谎没有了吃的，姚老太婆也不会分给你们几斤米。就是现在的粮价也还好，买了就算不闹灾荒也亏不到哪去。反正我那点压箱底的银子是全部囤粮了，留着也不会多生1厘。严奶奶刚回到家，就看到老母亲站在门口。秀莲，你可回来了，你爹他不行了。庄户人家有种说法，老人在去世之前怎么也要给灌点东西，不然以后只能做饿死鬼。来，到这里来。孟婆，灵了。喝了点水的老爷子气色缓和了不少。秀莲，你看你爹不会是要回光返照了吧？严奶奶也不着急，因为刚才那碗水是福宝拿给她的，并告诉他说是狐仙给的灵泉水。趁着这会功夫，福宝又进入了空间。花花，老外祖为什么还没醒？主人，喂灵泉水只是延缓老外祖的生命，老外祖得的是肝吸虫病，就是肚子里有虫子，必须吃药把虫子杀死，是吃了生肉的缘故。那怎么办呀？花花，
快叫空间大大救救老外祖！空间里有杀肝吸虫的药，只需要让老祖吃上7天就会全好。家里其他人的病还没发作，没那么严重，你可以把药放到他们的食物或者水里吃上3天也没事的。奶奶，福宝有办法救老外祖。严奶奶这会也缓过劲来，知道刚才的状况肯定有福宝的手笔。我刚好认识个游医郎中，听说可以治肝病的，我去找他看看。老大家的，清华，你们在这帮着照看下。严奶奶把福宝保护得很好，都没有当着一家人的面明说。奶奶，花花说外祖肚子里有虫子，药片给外祖1天吃3次，一次吃2片，连吃7天就好了。另外2盒药放到舅公家水里或者食物里，让大家一起吃，才不会像外祖这样发病。花花说他们是吃生肉生病的。狐仙说的真对呢，老外祖和你舅公他们都喜欢吃鱼生，以后可不能让他们再吃了。有了药，严奶奶临危不乱，还特意让子墨赶着马车在外面转了有2刻钟。娘，这些是专门治大肚子病的药，还是我们运气好，出去半路上刚好碰到那个野郎中，他开了7天药，说是吃完爹就没事了。有那么灵验？他娘觉得不太可能，都快死的了的人还能救活？再这么也得试试看，总不能看着爹痛苦。也行，试一下总好过等死。冲好药粉，老祖在迷迷糊糊间也吞了进去。待会我把药粉也放到水缸里，你们都要吃，以后看你们还敢不敢吃生的，水都要煮过了再喝。这回看老爹确实脸色好了不少，他们都对严奶奶的话言听计从，纷纷按照她的吩咐去做，主要是怕了。妈呀，没听说过肚子里有虫还会死人的。我们在家都住个几天，等爹好一点了再回去。大哥，上次我让永义过来传话，你们可有照做了？放心吧，爹娘最听你的了。他们也觉得今年气候有点不同往年，早早就让我去买了500斤粗粮。前几天我到镇上看粮价又涨了2文，咬咬牙又多买了500斤，想来是够吃过这个冬了。大哥，要是钱还趁手的话，还是再多囤一点。你想这一季没有粮食，怎么都得熬到明年7、8月，别老指望着官府救济，到时候灾民一多，官府也顾不上。多备点总是好的，柴火也多砍些。你若是懒得挖窑，等过段时间我家老大烧炭，你把柴火拉我那边老宅去，烧了炭再拉回来。柴火我也叫2个小子开始备了。今年山上的柴很干爽，不像往年那么多的水分，拉回来也没那么费劲。大哥听进去了就好，我这有50两银子，你拿去用。爹娘难得你和大嫂照顾得这么好，只能辛苦你们了。小妹说的啥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家现在要用的银子多着呢，可别跟我客气。哥，我们家现在不缺这点，你还是拿着。这段时间给爹看病也花了不少吧？那就算我借小妹的。爹，您感觉好点了吗？秀莲呀，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脑袋瓜子疼得厉害，肚子也一阵阵的绞痛，让你大老远的跑来，你们别为我忙活了，浪费银子。我的身子我知道熬不过去了。老外祖，你是吃了生肉，肚子里有虫，以后可再不敢吃了。这就是福宝吧，长得可真好，比村子里钱财主家的闺女长得都俊。来让老外祖好好看看。老外祖要好好吃饭，好好喝药。外祖听福宝的，好好吃饭，好好喝药。爹，你按时吃药，相信有福宝的吉言，爹过2天就好了。上次姑爷回来说卖了人参，那人参真的是福宝找的。是的，爹，你放心吧，现在我们好过着呢，都是贴了福宝的福。福宝啊，好好孝顺你奶，外祖就放心了。好的，福宝孝顺奶奶，孝顺外祖。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老祖果然如严奶奶嘴里的游医所说，被折腾得很是憔悴。原来浮肿的脸瘦了一大圈，肚子里没有了虫子的折腾，总算是神志清醒过了很多，终于相信是真的活过来了。爹，您放心吧，没事了，再吃几天药，以后把身体慢慢养起来就好了。家里事多，今晚我就回去了。等相公回来，我们再跟小四一起回来看您。临走时，严奶奶又给家里面留了些许银子。永宁，你明天进场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院试的前一天，跟严永宁同住一间寝室的秦子夜，假惺惺地关心严永宁，眼神微闪，
瞟了瞟他放在床头的那个包裹，都收拾好了，也没有几件东西都收拾在包裹里了，还有明日要穿的衣服都在这。趁天色还早，我还想到教室温一会书吧。我还是洗漱了再去，不然回来晚了没那么方便。秦子夜支支吾吾的，眼睛不敢直视严永宁，如福宝梦到的一般。严永宁走后，秦子夜鬼鬼祟祟的关上门，然后把严永宁那件衣服拿到自己的床，又摸索出一张折叠好的纸条，用剪刀在衣角不起眼的位置拆了线，将纸条缝进去，哆哆嗦嗦的拿起针线缝了几针。3年一度的院试如约而至，学子们都在县衙门口等候入场。入口负责检查的衙役检查得非常仔细，对严永宁的检查还算顺利，里里外外检查完，2个衙役手一挥，示意严永宁进场。严永宁也不急，刻意放慢了脚步。大人，有人携带字条入场要作弊。2人大声喧哗，扰乱考场秩序。县令大人，我要举报考生严永宁携带纸条进入考场。考场外顿时一阵哗然。贵者何人？你所举报之事可有真凭实据？如若报假案，后果你可知晓？我是县学考生秦子夜，我有真实证据。严永宁考生已经夹带字条进场，他想作弊。举报我吗？学生就是严永宁，学生保证绝无夹带字条作弊的行为，请大人明察。考生亲眼看见严永宁把纸条缝到了衣角里。所有准备进场的考生和外面送考的家长都非常诧异。严永宁不是经常考县学头名的学子吗？严同学考过是轻轻松松的，不可能作弊啊！而且秦同学不是跟他最好的吗？怎么会举报他？难说，没有真凭实据乱举报可是要吃牢饭。我相信秦同学肯定有真凭实据，不会乱举报。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平时看着那么老实上进的人，怎么也会作弊？外面开始嘈杂，议论纷纷，学生进场的检查被迫终止。2个都是县学的考生，来送考的高院长不得已走出来表态，严永宁作弊他是不信的，但是如果被别人下了套也说不定，凡事都得以用事实说话，谁都偏颇不得。他深知这件事只能让县令来判定，才能显示法律的公正。县令大人，这2位都是我们县学的考生，平时都是品学兼优，此事请县令严查，如确有事实，按大圣朝律法处置，学院绝不包庇。县太爷都在这呢，是若不是，一查便知。如若真有作弊不处理，对其他考生不公平。对，既然有人举报，就应该查个水落石出，否则对其他考生都不公平。跟在姚富才旁边的也有好几个考生纷纷附和。大人，学生严永宁绝没有他们所言考试作弊的企图，刚刚已经检查了一遍，学生自求重新检查，请大人为学生证明清白。既然如此，我们就当着清流县百姓的面彻查个清楚。曹捕头，你亲自来检查，里里外外都不得放过。看到奸计即将得逞，外面的姚富才嘴角弯了上去。曹捕头把严永宁的包裹所有物品一件件拿起来，面向百姓展示并检查，一点都不藏私，恨不得浑身扒了个精光。最后确认没有发现字条。大人，没有。在2人都检查完说没有的时候，还跪着没站起来的秦子夜身子就开始有点哆嗦了。不可能，不可能没有，就在他长衫的衣角里。看他说的如此肯定，曹捕头又拿起长衫按他说的衣角位置重新摸了一遍，确实没有。不可能，不可能没有，明明就在衣角里。如若不信，让他自己查。秦子夜有点疯癫了，他自己缝进去的，不可能没有，没有的后果他可承受不起。不可能，不可能。他茫然地看向了人群中姚富才的方向，姚富才没想到还有这一出，在外围也脸色变了变，忙把身子缩到了后面，但是还不服气。考生如若有作弊之心，字条即使后来取出，肯定也会有藏匿过的痕迹。听话到这话，萧大人看向了人群中的姚富才，再看了看哆哆嗦嗦冒着冷汗的秦子夜，扰乱考场秩序，你可知罪？大人，学生严永宁自认勤勉，成绩优良，也自信自己能够考过，自然没有作弊的必要。我现在倒是觉得秦同学假装与我交好，别有用心，也早有预谋，恐怕是为了自己作弊，想先扰乱秩序，再趁乱让自己蒙混过关，所以恳求大人一定要严查这位举报的同学，他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我看严同学说的这个条件成立，秦子夜天天跟着严学长，平时看着关系好得很，就算是知道严同学想作弊，也应该提醒或者制止才对，而不是恶意的举报。看来真的是恶意栽赃了。曹捕头，我看就先从这位恶意举报的秦子夜开始检查。对，秦子夜的检查也和严永宁一样是公开的，由于他的举报直接指明了衣角的位置，曹捕头一下就从他衣角里找到了隐藏的字条。大胆秦子夜，胆敢作弊，恶意诬陷他人，马上把他给我铐起来。大人，学生冤枉啊！秦子夜这是彻底傻眼了，被定罪不但取消考试资格，还有可能会获刑。你冤枉，
那你倒是说说你是如何冤枉的？纸条一定是严永明别有用心栽赃给我的。我倒是想看他如何栽赃给你。他若举报你，如何会排在前头进场？反而举报他的是你，从你身上搜出纸条。秦子夜作弊取消本次考试，终身不能参加科举，先行收押。至于诬陷他人之事，日后再做定夺。大人，小人所为，事出有因。这时他指向了姚富才，姚富才这回也不淡了，想躲也躲不及，一下脸色发白，不敢正视秦子夜，把脸转向了另外一边。这一切都是姚富才让我这么干的。姚富才没想到自己马上就被供了出来，吓得一哆嗦。秦子夜，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可不要血口喷人。秦子夜也没想到姚富才马上翻脸不认人，现在也顾不得两人结盟所说的话了。姚富才和严永宁是同村人，他一直很记恨严永宁成绩比他好，说两家有仇，许诺给我20两银子，让我坐实严永宁作弊的事实，让他永世不能参加科举。银子已经给了10两，说是事情办成后再给另外10两。小人说的句句事实，绝无虚假。所有的人一片哗然，学子们更是目瞪口呆，还可以这么操作？原来姚学长是这样的人，他平时道貌岸然的，没想到还买凶害人，害的还是同村人呀。秦子夜就是诽谤，我和他两人一向不和，他跟人说过，如果把严永宁拉下来，其他考生就能多过一个。他是对自己的成绩不够自信，学生的成绩虽然不如严永宁，但也是名列前5的，肯定能考过，学生绝对没有这样的动机。秦子夜那个气呀，想不到自己为了一点利益，被别人利用的如此彻底，10几年的寒窗全部葬送了，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毁了进去。大人，作弊和诽谤严学子的是谁？只需要认定他的笔迹即可，他要作弊肯定不能给其他学子知道，自然会是他自己的笔迹。萧大人摇了摇头，好了，时间不早了，先把秦子夜收押。姚富才，你陷害我不得好死，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要不死以后定有你好看。考生们全部进场后，萧县令便派人去调查3个考生的家庭状况，特别是严家和姚家的恩怨。不过他更好奇的是，整件事好像严永宁是有所防备的，就好像是提前知道有人要阴他一样。一时间他对这严家人更是好奇。女孩悄悄往一个大缸里面倒了1碗水，10多年未孕的养母居然怀上了双胞胎，腿脚不好的二叔也开始健步如飞。一大清早，萧县令就带着一家3口来到严家。咦，元宝哥哥怎么来了？后面跟着的是萧伯伯跟萧夫人。萧伯伯和姨姨是享福宝了吗？怎么今天就来了？是呀，福宝都不想伯伯和姨呀，那我们只能自己来了。萧大人，快点礼物做。一旁的严奶奶听闻是县令大人，就要跪下行礼。老婶子快点免礼，我们今天来是有2件事，一是我们夫妻带元宝来感谢严家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福宝和子墨兄弟，我家这批小色怕这辈子都见不到了。2是特意来宣布朝堂给严家的嘉奖。有什么谢不谢的，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福宝和子墨回来都跟我老婆子说过了，都是举手之劳的事。到底是秀才娘子，说话滴水不漏的，也没有抢功邀功的语气。我们庄户人家宅子简陋，大人和夫人如若不嫌弃，就赶紧进屋喝口茶。老婆子我也不懂什么规矩，让老爷和夫人见笑了。老婶子说这话就见外了。来人，把给严家和福宝的谢礼搬下来。大堆东西被抬进屋内，萧夫人指着一堆东西，吃食和玩具都是元宝给福宝选的，其他物件是夫人特意选的，也不知道合不合适您用。还有这2套笔墨纸砚，您就帮我转交给严秀才跟严永宁学子。看着东西一趟趟的往家里搬，严奶奶想拦都拦不住。怎的这么多，折杀我们了？大人和夫人真的太客气了。一点心意而已，无需这么客气。严村长接到消息，匆匆赶去福宝家，当看到萧大人时，上前直接跪了下去。咚的一声，福宝都觉得牙疼。小人是桃花村村长严先明，在此见过县太爷，冒昧问句，不知县太爷来村里为了何事？萧县令把上次福宝和子墨救助拐卖儿童一案和今天自己的来意告知村长。严村长知道萧大人来是有好事要宣布，顿时忙点头。那小人马上让村民集中。严村长按县令的指示，全村村民都集中在严家的大门外。萧大人亲自宣读了对严家的嘉奖令，并把一面为民除害、舍己救人的锦旗亲自授予了严家。桃花村村民心淳朴，村长继续努力，小民定尽心竭力。萧县令考虑到直接赏赐给福宝和子墨可能会出现岔子，便再三斟酌，还是决定把这份荣耀记在了严家家主严哲清的名下。另外，经上报朝廷特批，给予严家赏赐大妈山神灵2座，另有文银200两。娘嘞，200两纹银哎，这样的好事怎么不让我遇到？如果是我被贼人扎上几刀，我也乐意。你出门不踩着屎就不错了，还想立功？我就说嘛，
严家那么仁义，怎么可能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看姚老太婆的门还得再被严家批一次，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再到处造谣。不就赏了点东西，有啥值得炫耀的？哼，等会儿高中有你们求我的时候。姚老太自知待下去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灰溜溜的跑了。严奶奶接过那200两银子，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激动，因为几万两的她都拿过了，早就已经百毒不侵。但是接过那2座山的地契，她真的是说不出话来。大麻山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命，更是村子依托活命的根本。如今给了我们家，这往后更得多多造福村人。福宝，你看这奖赏怎么办呢？看严奶奶反倒向福宝征求意见，萧大人感觉有点好笑。老婶子也不像没有主意的人呀，直接收乡地不就行了吗？爷爷和四叔说建私塾、修祠堂、修路，奶奶能不能再杀大猪，请萧伯伯和姨姨吃饭？福宝的童言童语把大家都说愣了，觉得不可思议，这是要把银子全部撒出来吗？严奶奶反而激动不已。好，就按福宝说的，我们严家捐款100两用于村子里建私塾、修缮严氏祠堂，剩下的修路。刚好村长族长都在，严奶奶直接当着村民的面，将1半的银子交给了他们2人。大牛大石，还像上次一样，帮婶子去胖土夫那买2头猪，今天杀了，全村人和县令大人一起吃个饭。好，我这就去置办。这都是托了福宝的福呀。从今往后，你们要是有啥事，就跟村子里的人说，我们定会举全村之力帮忙。就是。对于严奶奶捐钱的举动，萧县令联想到调查的情况，不由对严家人又高看了一分。桃花村有这样的人家做标榜，将来怎么都不会差。酒足饭饱后，元宝却吵嚷着不想回家。爹爹，我就在这跟福宝玩几天，家里一点都没意思，我还要跟福宝去捉鱼。不行，上车跟娘亲回去。就不回，我就要在这几天。爹，您就同意了吧？萧县令看严家几个小的也舍不得元宝回去，眼巴巴的只是不敢说出口而已。让他玩几天吧，过几天我亲自来接回去。好耶，我要留下来陪福宝玩了。萧夫人忍痛留下刘儿子在村里。回程的马车上，她想起严奶奶说的话，赶忙提醒丈夫：老爷，刚刚老婶子跟我唠嗑，说村子里的老人都在转，今年要大旱，而且冬天可能会下大雪呢。他们村很多人都提前囤了粮，提前打了不少柴火。严村长也说他们村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囤粮囤柴火了。我看这天气没准真像他们说的一样，今年恐怕是大灾之年呢。老爷，我一路看来现在很多村田地都干了，稻子也没有抽穗，下去恐怕连水都喝不上，老爷可要做好防备。放心吧，回去魏夫就让人到南边的县多收点粮食，充实一下粮仓，再想办法筹措点资金，为每村打1-2口深井。这些举措只怕满足不了稻田浇水，老爷可有别的应对法子？你毕竟是一方县令，要是大灾现，死伤无数，到时你这乌纱帽也要保不住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得让各村多做点宣传，让他们自己筹粮备柴火。如果真要是大灾，可能一下也指望不了朝廷赈灾。老爷，幸亏遇到了福宝一家，要不然桃花村也不会过得这样好。是啊，桃花村有严老秀才一家，真的是村子的幸事，起码可以未雨绸缪，以后必然顺顺当当。隔天福宝一行人浩浩荡荡结伴去探大妈山，上山的路上免不了说起绝歌，想到以前看到的那2个凶恶的婆子和姨姨，福宝还是心有余悸。子墨叔叔，绝哥哥在京城真的没事吗？没事，好着呢，就是总惦记着小姐，问小姐有没有按少爷的要求背书和习武。这段日子偷懒了，有点良心不安呢。福宝再一次想起绝哥哥临走时的对他的一再嘱咐，不免有点沮丧，闷闷不乐的，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子墨叔叔，今晚我就跟奶奶说，明天开始也要起来蹲马步。如果把这个消息传给世子，他一定很高兴。即将到顶了，本来要往最高处爬，福宝却往旁边指，几个狼自然都听他的。去那边。大狼和2狼在前面用草刀开路，沿着福宝手指的位置拐过了后山。啊，这里有个山洞。小孩子都有探险的心理，特别是3狼和元宝，一下就按捺不住了，听到这么说就想往前冲，被子墨拦住了去路。站住，你们在这歇会儿，我先过去看看。4个人动手倒是没用多久就把洞口清理出来了，洞口也就2个门洞那么大，并排可以走4个人。子墨出于安全考虑，决定自己先去探路。我先进去一探究竟，恐怕会有猛兽栖息，你们先别跟着。子墨叔叔，你小心点，有大虫子，记得跑。好。子墨举着火把走了许久，确定洞穴没有危险，这才带着孩子们去洞里玩，又忍不住叮嘱：这里真是养私兵的好地方，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少爷。
现在这座山是你们家的，有这么大一个山洞，怕是以后大有用处，你们最好还是不要对外人说道。大，不能说，这里可能堆放不少柴火呢，还有天池的鱼会被别人抓光。给奶奶吃的鱼不能被人抓走，不然我会生气的。嗷呜！戴妈山发现山洞的事情，最后还是告诉了严奶奶老两口，后续如何安排，就等他们决定。而同时，放榜的前2天，严老秀才父子提前回来了，严永义连忙上前征求意见。对，宅子按您的吩咐都弄好了，您跟娘是不是明天去看看还有什么要修整的？不然做工的师傅回去再叫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严永利自从秀娘被找回来后，性子也开朗了不少。还有一个是干活的师傅提醒我们说，是不是得给宅子起个名，在门头上挂快点？师傅提议和别家一样，是不是直接就叫严宅？一家人都看向了严爷爷，这个主意确实只能由家主决定。女孩只是看了一眼她的四叔，就知道四叔考中了秀才，因为她能看到别人头顶上的乌云，黑色代表霉运，彩色便是好运的象征。一家人搬进了新宅子后，严爷爷给新宅子起了个名字楚宅，用的是福宝以前的名字。都忙忙碌碌安顿好，严清华和严真真带着福宝在繁华的街道上转悠，忽然听到街上传来一声惊呼：快点快点，前面撞死人了，还是个小姐。还看什么看，听说几个人都死了，怪吓人的。福宝小年纪，好奇心很重，想拉严清华过去看。小姑姑，咱们去看看吧。还是不去了，福宝太小，晚上会睡不着觉的。严清华虽然很好奇，但是听说还死了人，担心福宝，所以并不打算过去。但福宝非常坚持，而且有点急。小姑姑，快点去！姑姑，那就去看看吧。如果太吓人，我们就捂住福宝的眼睛，不让他看。那行吧。福宝人小，像小泥鳅似的专门往人缝里钻。严真真不敢怠慢，一直跟着他。等3人好不容易到墓地，却发现家里的几个狼站在吃瓜。怎么回事？马受惊发疯，直接撞到了旁边的房子，遮夫当场死了。一个婆子和一个丫鬟都被抛了出去，刚刚也断了气。那个小姐也可怜，撞破头出了不少血，怕是也不行了。你看那一地的血，可怜得很。在几个狼开口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时，福宝趁着几人不注意，就往一身血的小姐身上扑，却被长相敦厚的龚镇长反手抓住。谁的野孩子，快点带走，不得影响办案。龚镇长动作不算太简单粗暴，但看样子想直接往旁边扔。住手！我爹是县太爷，不许动他。少爷怎么到大桥镇来了，也不跟小人打声招呼？我只是前来游玩，不想碰到了这事，不知这位小姐情况如何了。瞧这样子是不行了，少爷，这场面有点血腥，不如移步别处，等我处理好，再将情况告知少爷。不急，我再瞧瞧。那我陪着少爷，只是那小姑娘。不等龚镇长说出剩下的话，元宝抬手打断。不急，希望福宝能救救这个可怜的姐姐。龚镇长有点阿谀奉承的意思，但是又不过于明显。福宝趁这个机会附身给那位小姐喂了灵泉水，又用灵泉水擦了伤口，血立马止住了。人还有气。龚镇长也没有确认一下真假，都忘了说还有气的是个3岁小孩，便急急让人送人去医馆。快送去医馆！幸亏血没再流，不然怕是命都不保。爷爷，姐姐伤重不重？花花说灵泉水可以救她，想来应该问题不大。脑部受了重创，待会你们把熬好的药先给她硬灌进去，凡事只能等她醒过来再说。至于醒后会不会和从前一样，这个老夫不好说。姐姐，吉人天相，肯定会没事的。郎中没接话，反而是一旁的龚镇长忍不住问：这位小姐跟你们可是认识？并不认识。龚镇长看已经继续去收拾残局的衙役，在家人手不足，且伤者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没有丫鬟婆子贴身照顾确实麻烦，只能求助严清华。那能否让姑娘先烧家照看？严清华也看出镇长的为难，只能勉为其难的应下来。没事，我就暂且在这照顾着吧。这小姐也挺可怜的，家也不知道在哪里，出了这样的变故，真是可怜。那就谢谢姑娘了。这位小姐的诊治费用届时我再让人来结清，姑娘不必担心，等小姐醒过来我们再做打算，自然你的工钱也是要付的。好，以后怎么个光景谁都不知道，我一个女娃娃哪里敢托大。龚镇长带人去善后，大郎很快就将严奶奶带来。严清华顿觉自己有了主心骨。娘，他有点愧疚地看着严奶奶，怕被责怪未经允许就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反倒是严奶奶张嘴就夸：你做得对，别怕，有娘呢，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反正我们就住在这镇上，距离医馆才10几间的距离，照顾起来也方便。谢谢娘，我来照顾这位姑娘。清华，你带着其余人继续去逛逛。严奶奶坚持自己一个人在医馆守着，因为出了这样的事情，
大家也没心思玩了。福宝提出要陪同，福宝陪奶奶。福宝在，这个小姐指不定能活。元宝觉得这个事应该是自己先报了自己家老爹的名号，才让严家大包大揽上的，主动留下来陪人。元宝也陪奶奶。元宝，这里只留下我和福宝就好，你们去玩，记得给福宝买个糖葫芦。那好吧。众人离去，福宝陪着严奶奶照看受伤的小姐。傍晚时分，受伤的小姐总算醒来，但她却什么都不记得。就在严奶奶询问情况时，她又昏睡过去了。郎中，这姑娘醒了一次，但又晕了，我们该怎么做？既然醒了，那就说明没什么事，只是我们医馆小，晚上留不得人，你们看要不要扛回去养着？严奶奶婉拒的话没出口，郎中直接将退烧的药包塞进严奶奶的手里，下了逐客令。好在你们家不太远，不然动作太大，怕是会再出血，又麻烦了。这是发烧的药，如果今晚发烧就给他再灌一剂，明天我再过去帮他换药。医馆条件是简陋，但我们要把人抬回去，治不好被赖上，会不会引祸上身？我们养小姐姐吧。福宝在伤者的身上看到了一条跟四叔严永宁牵连的红线，怕四叔错过好姻缘，继续劝奶奶，说不定我们这次又救了个有钱人家，等小姐姐的人家找到，会给咱们不少银子呢。严奶奶无条件相信福宝，只当家里再养个闺女，便答应了。那我们就先照顾几天，等关老爷找到他的家人，再让他们到桃花村来接。奶奶真好。严家人对家中捡人这事已经有了免疫力，而且一听是福宝要求的，更没意见。反倒是福宝正为未来4审的伤跟花花讨价还价。花花，帮我问空间大大，我的金币能不能多买几副药给小姐姐治脑袋？主人，空间大大说小姐伤的有点重，脑部淤血太多，再好的药也不能马上治好。你目前的金币只够购买3个疗程的药，如果想让小姐恢复记忆，还得再挣2万金币。福宝觉得空间大大一张口就要2万金币，显得太不近人情。他虽不心疼那点金币，但觉得挣2万金币真的太难了。为什么我做好事大大只是50、500的奖励，凭什么他可以一下把我的金币掏光？空间大大很公平的，你把小姐完全治好后，大大会再奖励你2万金币，以后你的金币就会越来越多了。那我先欠着，等大大奖励我再归还好了。主人，这不符合规矩。这是哪门子的规矩？我就要这样。可是没有金币就买不了药，小姐就好不了，也没有金币奖励。福宝是个乖宝宝，做不出像姚老太那样口吐芬芳的事来，只能自我安慰，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花花，那你让空间大大给我多安排做点大好事，不然我的金币来得太慢了。小姐姐好得快点，奶奶就不用养这么多人，而我没有金币，感觉就像没穿秋裤一样不安全。万事皆有缘，主人不必太过强求。福宝忍痛花了不少金币买了治疗头疾的药，又在灵泉水的加持下，小姐姐再次从昏迷中醒来，但她张口的第一句话却是：好痛啊，这是哪里？报喜了，报喜了！看来是谁家高中秀才了。被撞千金小姐醒来，严奶奶急哄哄地告诉她昏迷前的事情。姑娘，你总算是醒了，我们这是清流县大桥镇，昨天你在镇子上发生车祸，头部受了伤，可还记得自己的家在哪里？小姐的脸色慢慢的恢复了，但是还是很苍白，一开始有点紧张，但是看了看周边的严清华、严奶奶和一堆小豆丁，知道不会是坏人，总算是松弛了下来。我记不起来了。那小姐如何称呼？可还记得？小姐想了半天，还是摇了摇头，可能是一下想的太多。好痛。姑娘，你也别急，先养着吧，以后记起什么再跟婶子说。在严奶奶将自家人和小姐怎么被救助的，跟她简单介绍了一遍后，福宝探出了脑袋。小婶婶，你会好起来的，县太爷也在帮你找家人。福宝头探了出来，像只呆萌的小猫。小姐才发现一直坐在她旁边的小福宝，伸手摸了摸小福宝的小揪揪。小婶婶，我叫小婶婶吗？姓沈，怎么听着感觉有点奇怪？在场的人都感到奇怪，为啥福宝会叫小姐姐小婶婶？以后我们还是叫你沈姑娘吧，福宝以后你们叫小姐沈姐姐，记住别乱叫。小婶婶，她是小婶婶。好吧，随你喜欢。我明明说得很清楚啊，奶奶为啥不明白呢？奶奶，一定是报喜的人来了，我要去迎迎。我也去。严奶奶虽然笃定自家老四能考上秀才，但听到铜锣报喜声，忍不住喜笑颜开。三郎，你们小心着点，别与报喜的差爷撞一起。
福宝，我们准备爆竹。奶奶，我要放好多好多爆竹。好，报喜了，报喜了。今年村里进场考试的也就严永林和姚富才2人，到底是谁高中了呀？还能是谁家？肯定是老族长家。听说他家老四在县学成绩可都是排首位的，考中那可是稳稳当当的。那是肯定的，他们家这段时间可是鸿运当头，办啥啥顺，再出个秀才就光宗耀祖了。我看难说，家世顺可不一定考学顺。你看老族长考那么多次，不是一样没考上？肯定是我四叔中，姚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定四叔，肯定四叔。都不要吵了，姚家如何走？姚家怎么会是姚福才那个坏蛋高中？一定是弄错了。无知小儿，莫要胡言，赶紧告诉我们姚家在何处。姚家老太此时跳出来，满脸褶子都笑开了。差爷，我是姚福才的母亲，我这就带你去我家。哈哈，我是高中秀才了，不像某些人自诩天才，我呸，连个秀才都考不上。不准说我四叔不行，你家姚福才连我四叔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他中秀才，那我四叔一定是秀才中的秀才。三郎说的对，品行不端的人都能考上秀才，四叔一定也行。姚老太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懒得搭理2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带路的时候不忘膈应他们2人。严家小三郎，赶紧回家安慰你四叔去吧，省得哭晕在家里。对了，跟你奶说一声，我家一会宴请村人，记得让严永宁擦干眼泪，要不我嫌晦气。你才晦气，我四叔肯定不会哭。呵，姚老太，你少得意，不就是个秀才，有啥得意的？三郎，咱们回家去。满腔委屈的三郎哇一声哭了出来，小脸上全是不甘心。大哥，四叔真的没考中吗？不会的，只是报喜的人来得慢而已，先让姚家得意一回。真的吗？那是当然，你不信我，还不信四叔和福宝了？信，当然信了。那就擦擦你的眼泪，别丢了严家的人。几个狼差点没被姚老太给气坏，反而家中福宝在听到鞭炮声后，扭头询问严奶奶：萧伯伯带敲锣鼓和舞狮的来了，我们家怎么还不放鞭炮？福宝说我们家要放鞭炮，萧大人亲自来。严奶奶虽然欣喜，但是也不敢太过大声。清华准备鞭炮，怕是家里鞭炮不够，老大你脚快，去杂货店看还有多少，全部包圆了。严奶奶说完，抱着福宝往自己房里去。我得多包几个红枫。临到房门口，又回过头指着几个发愣的儿媳妇：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点烧水，几个桌子都支起来，把糕点、糖、瓜子啥的都摆上。娘，我这就去。四叔中了，他中了。恭喜呀，严老秀才，你们家又中了1名暗手，那可是我们整个清流县的荣光啊！都是县太爷教导有方，快请进。萧县令先宣读严永宁高中榜首的文书，又将20两的助学金颁发给了严永宁。再加把劲，讨个举人给清流县争光。下次进场我给你保荐。严永宁正愁着保荐这个事呢，没想到萧大人会主动提出来，连忙谦逊的拱手道谢。谢谢大人，学生一定会努力的。桃花村人杰地灵，是个好地方啊！短短20几年，你们严氏家族就出了2个暗手，非常不简单啊！这是清流县的荣耀，也是你们桃花村的荣光。鄙人特意给你们提了2块匾。萧县令示意官差扛来2块匾，第1块匾题书的是严门双暗手5个大字，字体强劲有力。多谢大人。另1块匾写的是严氏书香书院，这是本官特意为你们村即将建成的书院题的。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严氏家族教导有方，连续几代出才子，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大圣朝培养更多的人才，定不会辜负大人厚望。严氏族老们高兴，纷纷挽留萧大人吃饭，决定由族里出银子杀猪，继续搞个庆功宴。不过萧县令婉辞了，这几日开榜，衙门里的事多，鄙人就不留了。但是你们村里族里自个高兴是应该的，等你们书院开课，我再亲自来给孩子们授一课。好好好，县令授课，何等荣耀的事情呀！萧县令临走的时候，跟严爷爷和严永宁通报了秦子夜的情况。由于他本人诬陷他人罪名成立，被判3年牢役，发配去了相邻的县。严永宁再次道谢，学生谢过大人。不必客气，在本官的辖区出现这种人，本官义不容辞。严村长，记得打紧的是，本官给你们7天时间，定要确保户户都能喝上水。小民记下了。高中秀才的热闹散去后，桃花村的人忙着挖井，开始一切都顺利，但在第6天出现了问题。打井师傅丢给他们一个炸弹。严村长，你们村的第2口井出不了水，你看怎么解决？不出水了。这个村子遇到了100年难遇的大旱，谁料小萌娃一出手，2多水族不说，竟又多了一条发家致富的路子。村里第2口新水井不出水，老村长只能急匆匆跑到福宝家，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知严爷爷，还不忘哀求道：老族长，
咱们村原本的2口井水要见底了，本想靠新打出来的2口度过干旱，谁知第2口井出现了麻烦。您老见多识广，想想办法吧。自家院子的井水虽够喝，但这2天井水水位也在下降，严爷爷自然也很担心。确实得想想办法。福宝趁着严爷爷绞尽脑汁思考办法时，凑在他耳边说：爷爷，我知道哪里能打出水，我已经让花花问过空间大大，花费3000金币就可以知道哪里可以打出水。严爷爷也不知道福宝说的水难不难找，所以也不敢答应说马上可以找出来。村长，你也先别着急，如果信得过我，先回去，让我今晚翻翻书，看怎么找出水脉，顺道让哪些师傅也歇一天。老族长你多费点心思，把水脉给找出来，也当是为村子里做件好事，大伙都会感激你的。都是一个村的，没必要这么客气。送走了老村长，严爷爷迫不及待开口问：福宝说的位置在哪里？马上带爷爷去看看。福宝觉得爹爹现在也是他无条件信赖的人，重点是能干，什么事都能干得又快又好。好的呀，让爹爹也一起去吗？你爹每天也要去蹲井口的，对，让他一起去。出发，现在就出发。福宝把他们带到了离大妈山脚也最多半里地，2座山峰之间的一处山涧，指着一处非常大的灌木丛。那下面就有水。灌木丛的旁边方圆10几米的树木都干枯了，但是福宝指的那圈灌木丛还是碧绿的，说下面没有水都没有人信。对，你看这些草和树木那么绿，下面肯定是有水。还要你说，福宝说的能错？严爷爷看着大儿子有点嫌弃，不相信福宝他敢在村长和族老们面前夸口吗？惊喜过后，赶紧叮嘱儿子：也不用明天了，待会你就带村长和师傅们上来，从这里往下挖。你可记住跟村长他们说，出水后要尽量往下挖，如果水量大，再大的干旱也不怕了。知道了。对，村长和族老们心向明镜似的，知道深浅的。老村长等人上山的时候还是不信的，但是最后看到郁郁葱葱的灌木丛，兴奋开了。永义啊，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记得帮我谢谢老族长，你们家可是救了全村人的命了。这里如果出水量大，再大的干旱我们也不怕。我得说，都是一个村的，没必要这么客气。村长叔，你赶紧让人来挖吧。好。老村长集中所有人的力量，果然才挖2个时辰就冒出了水，同时又耗费了1晚上的时间，挖出了大水池。严永义又忍不住提建议：村长，你看现在喝水应该用不上池子里的，不如让村民们就在池子附近每家挖几垄地，种上点红薯，就是没收成也能用红薯藤充饥。永义啊，你是个有想法的，不读书真的是亏了。你放心，我马上安排上，不过也不能让大家种的太多，一家只限种3垄。既然每家种的不多，那就劳烦村长叔安排每户1个人分成小组，每天派2、3人上山浇水，不弄脏井水，浪费水的同时，还能让其他人找别的事干。你这点子真的太好了，我也正担心家家户户都上来把井水都弄脏了，也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你的主意可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村长和族长们还得制定各章程，水还充足的时候，大家都要节省着点用。但是如果下面的水井干了，就算把红薯全刨了，也只能先保证村民们的喝水。就这么办，相信也没人敢不照做。谁敢违反规定，我也敢六亲不认，直接把他们逐出村去。村长看着严永义不由感叹：永义呀，你家还真的个个不是孬的，脑子好用着呢。我再做个几年，这村长的位置也该换人做了。村长叔，您老还年轻着呢，换人的事还得猴年马月呢，您老就继续辛苦。哈哈，你这话我爱听。水源的事情刚解决，村民这才意识到旱灾真要来临，忙着囤粮食。而此时不少穷户正围在姚老太婆家门口买粮。别急，急什么急？我家粮食多着呢，就怕你们没有银子买。平时瞧不上我，现在却要求着我不多要点，岂不是对不起你们这帮穷渣？姚奶奶，你家粮食卖什么价？粗粮食5万1斤，精米精面25万。姚老太婆一点都不含糊，一口价直接说出来，也不担心被雷劈，把村子里的人气的一个道合。姚老太婆，你心也太黑了吧？镇子上昨天粗粮才12文，精米精面20文，还是本村本寨的，你这是抢钱呢？说我抢钱的别来，镇子上便宜你们倒是去抢啊，跑我家来干嘛？这话顶到了大家的嗓子眼上，戳到了肋骨里，偏偏还没理应，有人为了不饿肚子，只能低声下气哀求：姚奶奶，
这乡里乡亲的，就按镇上的价格给我们吧。是啊，姚奶奶，你就行好吧，再说贵了我们也没这么多银子买。姚老太婆这段时间早就憋着气了，家里2个儿子不省心，老头子又天天往她身上撒气，看村子里的人跟他们家疏离，这回终于有求上他们家，便趁机拿桥报复一下。没眼子吃什么粮啊？吃糠具，想买就买，不买走人，别来我家门口咋咋呼呼的。村子里的人好说歹说，姚老太婆也才肯让一吻，有不少人选择等等看，而有的只能忍痛购买，就是这样还要忍受姚老太婆催骂。一群穷渣，买这么点，我还懒得称了。说是这么说，还是让姚老大进屋去搬粮食。有人提出了质疑，不是称车子上的粗粮吗？这是我要拉到镇子上卖的，你们的粮还在后屋呢，急什么急？这时姚老大往外扛了2袋粮食，谁知把麻袋一打开，还没开始称呢，谨慎的一个抓起一把，粗粮怎么有点发黑，一股霉味直冲鼻子。姚老太婆，你这是要坑自己村的人呀，这样的粮食喂狗都不吃，吃下去可是会要命的。要命？你们这几家的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敢嫌弃，我有还不卖了呢。我们买粮也是要花银子的，凭什么给我们这些猪吃的？你们别磨磨唧唧，现在不要，到时连猪食都没得吃。姚奶奶，你就不能卖点好的给我们吗？明明你卖的都比镇子上的贵。喂，待会你跟我们到镇子上去看看，他是粗粮15完，精米精面25完独不吃，你们爱要不要？姚老太婆这是一点余地都不讲了，连旁边站着的姚老大和大贵、二贵都狗眼看人人低，纷纷把牛车旁的人赶走。走走走，不卖给你们这群穷渣，我们的粮拉到镇子上最多1个时辰就可以卖光。哎，看来只能提早去上山挖树根、挖野菜了，树皮也得备着。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姚老太婆在村里卖粮的事很快就传回了严家，福宝有点不忍心，他又想起了以前经常饿肚子的时候，像是有刀子在肚子里捅一样。奶奶，明年我们药草种子不够，可以叫村子里的人挖吗？严奶奶知道福宝是为了大家好，可是也为难。可是山上的药材这会也干枯了，种子也少，恐怕只剩下根了。没有关系的呀，福宝空间里有水，药草的根种了也不会坏，明年长出来苗苗，福宝再拿出来种山上。还可以这样吗？那倒是个好办法。那怎么个章程？奶奶得回去跟你爷爷商量一下。严奶奶嘴上说着不着急，但脚步匆匆拉着福宝回房，跟自家老伴商量。老头子，福宝说可以种药材换钱，你怎么看？这个小女娃靠着第六感，成功帮助村子找到了水源，度过了100年一遇的大旱，自家的四叔也因此躲过一场凶险的冤案。现在除了打井的人，大家伙都有空，如果抽空能采点药赚点银子倒是最好的。而且咱家老大要挖窑烧炭，到时咱们再从村人手里收点柴火。这么说来，村里人除了种药材换钱外，还能打柴贴补家用，这可是大喜事呀！都是福宝的功劳。我现在就去找村长和族老商量明年山上种什么药材，同时让杜爷爷夫妻教授村人辨识药材。爷爷，我也要帮忙。好好好，等约定好了种什么药材，爷爷就带福宝上山帮忙去。嘿嘿，爷爷一言为定，要是骗福宝，爷爷就变成小狗狗。哈哈，爷爷铁定说话算话。造福桃花村人的这事自然是宜早不宜迟。严爷爷匆忙出门找到了村长等人，将这个消息告知。那可太好了，这样一来大家多少有点收益。不过我们丑话可得说在前头，村长也可跟村民们讲清楚了，收什么样的药材和木材，要是不合格的，我们可不要。这是自然，你们给村人一条活路，他们要是不卖力干活，我第一个不答应。有了老村长这句话，严爷爷便彻底放心，又提出了一个妥善的法子。药材和木材可以折算成银子，也可以跟我们换米粮。我们家的米粮比镇上还低2文钱，若不愿换得，自己拿银子去镇子上买。这个我们都会开诚布公跟大家说清楚，要是还有人挑拨离间，我们把他直接赶出村去。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说起来都是一家人，能帮则帮，不领情的我也没办法。求生的路都递面前了，还不抓紧跑，干了也是活该。严家人忙着给全村人找活路，而姚老太、姚老二和大贵二贵母子3人拉着2牛车的粮食在大桥镇的街口售卖。有人询问价钱后，直接表达不满。你这个老太婆也忒不讲理，胡乱哄抬粮价。今日大兴粮店粗粮才14文，精米精面也就22文，你以为大家伙都是眼瞎的？就是想挣钱，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就不怕拿了高价，半路遇到打劫的。姚老太婆本就是个不讲理的，直接就把她在村子里的那套做派摆了出来，嘴巴一点都不讲情面。
穷炸，穷炸，买不起，别来问呀，找低价的去买呀。大家伙都听到了吧？这个老太婆竟然骂咱们穷渣，不就手里有点粮，竟然不把咱们放眼里，你们说咋办？这还不好办，抢不就好了？谁让他瞧不起咱们？大家伙赶紧动手呀！姚老太的话气炸了一群人，又在有心人的起哄下，瞬间涌上一帮人，又踹又抢，短短不到一盏茶的功夫，牛车上的粮被抢没了。姚老太气得大骂：强盗抢粮了，强盗抢粮了！你们回来，还我们的粮食！呸！我们凭真本事抢来的粮，为什么要还给你们？兄弟们回家了！哈哈，爽快，着实爽快呀！闹哄哄的一幕自然被巡逻的差也看见，登时大喝一声：发生何事了？瓜老爷，你们可得帮我把这伙强盗给抓了呀！我家1年的粮食都被抢了啊！吼什么吼？谁叫你们乱哄抬粮价，扰乱镇子里的秩序？镇长正想找你们呢。关老爷，我们才是受害方，为啥不抓那帮强盗，反而要带我们去？废话少说，走不走？不走，别怪我刀剑不长眼。在外豪横的姚老太，在见到持刀的官差时，乖巧的如鹌鹑。走走走，这就走！一群互帮的浑人，根本就惹不起。可惜了我的粮食，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姚家粮食被抢的事情传到村里，村里人议论纷纷。谁料姚福才本人丝毫不受影响，反而拎着2斤糕点进了严家。当看到失忆的小姐后，心里格外不是滋味。严永宁踩了什么狗屎运，什么好事都让他遇上了。永宁，没想到你也会金屋藏娇，温书都是红袖添香啊！跟严永宁说话，可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沈姑娘，一副蹬犊子的垂涎样，把沈姑娘躲到了旁边的严永宁身后。严富才，你眼睛看哪里？没事别跑我家来，我们家不欢迎你。平时温润如玉的严永宁，看他这副狗模样，早就义愤填膺，直接一拳就往他的脸上招呼。严富才捂着脸求饶：永宁，我没别的意思，你听我说，我过来找你是有事，这不是快到谢师宴了吗？你是哪天去献学？我正想来邀你一起去。不用了，我跟你不熟，会自己去，不劳烦你一起。再敢纠缠，我不介意再给他一拳。那个小娘子是哪里来的贵人吧？不会是你的相好吧？没想到这人那么不要脸，还敢凑过来加一句。严永宁怎么想就怎么做的，直接又打了他一拳。姚富才，亏你也是个读书人，这是我家的远房亲戚，不劳你如此挂念。对不起，对不起，永宁，你莫生气，我确实有事想跟你相商。我家不欢迎，你有什么事你出门口说，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是听说萧县令给你做了保荐，永宁可否帮学长说说好话，让大人也保荐我一个名额。严永宁真没想到姚富才这么不要脸，还以为他做的恶事自己都不清楚呢，居然敢求上自己来。这事还真的帮不上忙，大人手上还有没有保荐名额我是不知道，不过萧大人为官多年，眼睛敞亮着呢，要保的也是家身清白，坦坦荡荡的正人君子。要不是有求于人，老子会让你平白羞辱。哼，给我等着！就在姚富才要离开时，身后传来严永宁的声音：把你带来的糕点也一并带走，我怕有毒。行，严永宁，你别以为跑了个暗手就很厉害，我们走着瞧。严富才拎就糕点摇了几摇才走了，从后面看更像街面上的阿三，而沈姑娘却满脸愁容的看着严永宁。他看着不好惹，会不会背地里算计你？没事，那本就不是个好人，没吓着你吧？以后我们不在家，还是得要关门，不能让这种疯狗进来乱吠。我倒没事，反倒是你，明日就要去县城见先生，也该注意点。沈姑娘这段时间一直跟着严永宁在家看书，倒是熟悉了不少。严永宁没料到沈姑娘会这么关心自己，内心不由升起波澜，但被她很快掩饰住了。我记下了。晚饭的时候，福宝注意到之前四叔头上明明黑色的乌云已经消散，甚至转成粉红色的云朵，现在又变得越来越黑，他感觉有点不妙。为什么四叔的头顶老是有黑云？难道又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福宝也隐隐感觉到这次前去参加谢师宴，恐怕会有事情。爷爷，福宝想去看元宝哥哥了。福宝虽然没有说，但是严奶奶看他一直看着四叔的眼神，还是察觉到不对。老头子，不如我们带上清华和福宝也一起去吧，我也好久不去县城了，顺便添置一批冬衣冬被，买这么多县城怕是要便宜不少呢。行，把他们2人带着。娘，我这要去了县城，沈姐姐怎么办？严清华要去县城，照顾沈姑娘的事自然就落到了几个嫂子的身上，这次不用严奶奶出声，严张氏抢先回答：你们就放心去吧，我一定把沈姑娘照顾得好好的，一步都不会离开她身边。那就辛苦嫂子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翌日，严永宁带着家人赶往献学路上，走到一个岔路口，福宝看向通往献学的2条小巷，其中一条小巷仿佛被云雾蒙住了一般，弥漫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让人感到阴森恐怖。
另一条小巷则异常明亮，阳光洒在路面上，照得炫目。四叔，你走右边这条巷子吧。严奶奶和严爷爷一直关注着福宝的动向，看他有想法才稍稍放心。两口子肯定地对严永宁说：“听福宝的。”不。严永宁走后不久，严爷爷有点不放心，向严奶奶使了个眼色，然后亲自送儿子进了县学大门，而福宝等留在原地。没多久，便听到有人高声喊道：“有书生偷银子了！”在古代，偷窃只要超过了220文，就会被赐字流放，严重的还会被赐死。什么偷银子？你倒是展开说说呀！听说偷银子的是县学的学子，今天来县学参加谢师宴，谁料在去见先生的路上，竟然偷走了贵人的100两银子。严奶奶心都提到了嗓门眼，忍着颤音问：“那学子长什么模样？”穿着青色长衫，身形高大挺拔，长相英俊，本是儒雅书生，却不想内里藏奸，真是人不可貌相。老天爷呀，不会是永宁吧？等等，不对，永宁走的不是这条道。奶奶，不怕，不怕，四叔很安全的。我的乖孙孙，幸亏有你，要不然被冤枉的就是你四叔了。严奶奶再次感谢上天给了他们家这么好的福宝，而此时被诬陷偷银子的书生被2个官差推搡出来。大人，学生没有偷银子，这银子是有人从我身侧经过，狠狠一撞便塞进我怀里，随后他就贼喊捉贼。闭嘴，是不是你偷的？等到了县衙就知道了。大人，学生冤枉呀！不管那个书生如何辩解，最终还是被官爷押送去县衙。小福宝紧紧抓着严奶奶的手。奶奶，你说陷害这个书生哥哥的是不是姚富才？福宝，没有证据不要乱说，奶奶这就带你去县衙找元宝。找元宝完喽。福宝虽是猜测，但也不排除是姚富才没有动歪心眼。祖孙2人在县衙门口碰到了严爷爷，将刚才所见告知他。严爷爷神色凝重，叮嘱子墨几声，便去见萧县令。面见后讲了村里的事情后，随即指出偷盗案的蹊跷处。这案子就发生在永宁出门的前后脚，大人，这里面没有蹊跷，小人不信啊。严秀才，您认为谁是最大的嫌疑人？怕是与上次科考作弊案的始作俑者有关，但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小人也不敢妄下定论。严爷爷接着提到前2天姚富才进自己家找到严永宁，提出希望萧大人能够为他做保荐的事情，还详细描述了当时2人之间的冲突。这个信息让萧大人对案情有了更好的分析。这个事情我已经知晓了，因为涉及了到县学里的学子，我刚刚已经派人通知了县学的高院长，让他马上过来。不如你也和高院长他们一起探讨一下案情。小人替广大县学学子谢过大人。萧县令并没因严爷爷的夸赞而开心，反而满脸忧愁。就在此时，高院长和严永宁，且身边还跟着一个满脸愁容的妇人。当见到萧县令时，妇人跪地喊冤：“大人，您可要给我儿伸冤啊！我陈家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不缺那100两银子，且季昌胸怀大志，断不会因100两银子自毁前程。”大人，陈娘子所言不假，且今日与陈继昌同行的还有同窗，不如大人让人将那位同窗请来。县学陈继昌因偷盗被抓，陪同的学生第一时间去县学找高院长。高院长听闻来龙去脉后，也一并帮陈继昌求情。与陈继昌随行的学子说，由于巷子窄人多，他们是一前一后走的，在巷子也没有停留，没有作案的时间，且陈继昌走在前面，有瘦小的男子撞了他，随即大喊陈继昌偷银子，这怎么看都有蹊跷。大人，我儿定是被冤枉的，他品学兼优，又喜做好事，怎会偷银子？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求大人为我儿做主。听取了各方说辞后，萧县令不由想起了前几日秦子夜作弊的事情，但他不能贸然下决断，反而问严永宁：“严永宁，此案你怎么看？”大人这么问，定是心中有数，客套的话没什么用，不如直奔主题的好。学生询问和陈同学同行的学子，他说撞了陈同学的那位男子，又与街头揽客的店小二相撞，被店小二臭骂一通。他若是街头混子或者附近的人，很容易找到他。话不假，但证据依旧不足，你可有别的看法？学生觉得此案还可以从报案的苦主入手，赃银不要急着还给他，只要大人派人跟着，他定会为了100两银子跟主使碰面。若幕后指使和县学的学子有关，可以让他在明日的谢师宴上将案犯指认出来，还陈继昌一个公道。大人英明。萧县令这边派人跟踪幕后之人，而严永宁则被小福宝使唤去县城最好的园子游玩。不想姚富才逛完花楼后，听到园内有大儒游学，匆匆赶来问候。学生见过蓝川先生，久闻蓝川先生大名，今日一见真是气度非凡呀。年轻人，我只是一介文人，并不值得如此夸赞。姚福才看大儒面带微笑，
还以为得到了大儒的赏识，继续夸赞大儒的博学多才，然后拿出了自己的文稿，希望黎文正能够指点一二，样子非常的谦虚。蓝川先生只是扫了眼，用心了，自然会有提升空间。姚富才听到这番话，知道是敷衍他，但仍然不愿放弃，直接跪倒在蓝川先生的脚下。学生姚富才，家境贫寒，10几年苦读诗书，这次考试名列第16名，希望能得到先生的教诲。他以为用家境贫寒就可以获得大儒的同情，得到更多的机会。蓝川先生却笑了。家境贫寒还会去逛花船瞎记，你就是这么回报县学对你们的教育和家人对你们的期许？不会真看见了吧？一定不是，那就听我狡辩。先生定是认错人了，学生可是洁身自好之人，绝不做那样败坏名声的事。满口胡言，品行低劣，我可不会收这样的学生为弟子。高院长，奏罢。让先生见笑了。这世上总有让人生厌的蠢货，你不必自责，但你的县学确实该整顿整顿了。是该整顿整顿了，姚富才还不退下。哼，此处不收野，自有留野处。蓝川先生只当姚富才的话是放屁，不自觉走到了梅园一处，就听到由福宝强行带来的严永宁的诗句：雪结花娇秋意浓，金黄菊放满园中，微风拂过花瓣落，香气扑鼻满庭中。好事！听到这一声喝彩，抬头看过去，马上认出是高院长。严老秀才急忙招呼：高院长有此雅兴，也在此赏菊吗？学生献丑了。这就是这一届的暗手严永明，严老秀才也是22年前的清流县暗手，我跟你之前提起过的。一门烧暗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福宝伸出拇指，小脑袋一晃一晃，洋洋得意的夸赞，与有容焉的样子让人感觉萌萌的，引得一群人都笑了。福宝的四书棒棒的。蓝川先生看老秀才一脸正直，严永宁眼睛清澈，一家人其乐融融，定是父慈子孝，出自这样的门第，才华绝对做不了假，不由心中有点异动。不知永宁学子可愿意成为别人的关门弟子？刚从县衙出来，我看到四叔头顶的云彩是红色的，这才引他来游园。看来四叔今日要寻得良师了。四叔，快答应这位爷爷呀，他慧眼如火，找到了四叔这样难得的人才。啊，对，我慧眼如火，找到了一个好苗子。那永宁学子可愿意拜我为师？这就是福宝带我游园的真正目的吧？要不答应，那就对不起他一片苦心了。高院长更是开心，赶紧介绍蓝川先生的身份。得知蓝川先生是当朝大儒，被幸福砸晕的严永宁赶紧跪下来。学生愿意，学生一直非常仰慕蓝川先生，谢谢蓝川先生知遇之恩，学生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负先生和院长的厚望。今天高兴，我看就在这茶楼行个拜师礼吧。黎兄，拜师是件慎重的事情，怎可如此仓促？不如让我操办一下，在明天的谢师宴后再举行如何？也可以让夫子和学子们都见证一下。对呀，您看我们连拜师礼都没准备呢。这种繁文缛节就不必了，因我要继续游学，拜师的事回京后再补。今日这茶我必须喝。还是这样任性？那就依你。姚富才梦寐以求的先生迫不及待喝下一杯徒弟茶，又告知京城地址，就这样草率的成了严永宁的师傅，而等待他的则是县衙拿着刀剑的衙差。姚富才可在？在古代跑商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大灾之年，比如这伙商人遇到劫匪打劫了一通，又遭遇灾民哄抢，等拉到目的地的时候，损失已经过半。老板娘，这不您还是收了吧，我们上千里地拉过来也是没法的呀。那我还真帮不了你们的忙，这可都是真金白银的事。本来合约是9月初拉过来的布，现在10月底你们才拉过来，我不按规定收取违约金就不错了。我们迟到也是事出有因，路上碰到了2次劫匪，又被灾民抢了2车货，您就行好把货收了吧，您要不收我们连回去的路费都没了。我理解你们，可是我们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们还是想办法看怎么尽快卖了回去，不然入了冬路上就更难走了。我们怎么卖呀？都是秋天的布料，整10车呢。几个跟着来的汉子也跟着哭了。你们也知道现在秋布卖不了吧？要是往年到现在这个时节，我们还能零星卖出一点，可是你看今年大旱大火，饭都吃不上了，手上的银子谁不是都拿来囤粮？我现在一天天店里卖的都是冬布和棉花，销量也少了一半不止。老板娘也没了耐心，摆手转身想进去，这种事实在是爱莫能助。管事的，要不我们就当街卖了吧，卖便宜点就是了。一尺一尺的卖，我们想卖也得有人要呀。清流县最大的铺头就是闲书房，能值那么大量棉布的就这一家，除了这谁会一下子囤10车的布料？几个人说话的时候，刚好被奶奶带着逛街的福宝听进去了。冬天下大雪，肯定会影响春天的种植，到时肯定棉花也种不了，
棉布涨价是避免不了的。福宝这个小布丁可没有这样的脑子考虑的那么长远，都是花花在空间里提醒他的。奶奶抱。严奶奶连忙上手抱起福宝，以为是人太多，她的小福宝害怕了。奶奶，花花说，明年大家都种粮食，棉布会涨价，我们可以买布回去留给三叔卖。福宝觉得可以囤布，要不今晚跟你爷爷和四叔再商量一下。奶奶不怕被别人先抢了吗？奶奶，福宝箱子里有很多银子。福宝说买就买。严奶奶直接下了决心，主要是听福宝的，从来就没错过。清华，你去把那些布料都给买了送回家去，我跟福宝在外面转悠一下再进去。在选布料的时候，又遇到了陈娘子，因为有严永明的帮助，陈娘子的儿子陈继昌才洗脱了嫌疑，两家人自然熟悉了起来。另一边的姚老太家，官差很快就找上了门。姚富才可在？在，我家秀才爷在温书呢，勤快的很，明年一准能考上举人。老爷等着，我马上把秀才爷叫出来。姚老太婆屁颠屁颠就往儿子房间冲了过去。富才，快点起床了，关老爷来了，好多人，指不定给你送点什么好东西呢。关老爷来了。姚富才哆哆嗦嗦的趴在窗户往外看，鬼鬼祟祟的，便看到手持刀剑的关爷，顿感不妙。娘，你先出去应付他们，别让他们进来，我随后就到。快着点，别耽搁人家关爷办事。支走姚老太，姚福才又带上了剩下的几两银子，窜出去就往后院跑。庄子，注意，姚福才往后面逃了。往哪逃？吃我一脚！老天爷啊，关老爷杀人了，救命啊！姚老太这一声大叫，把本来正在闲逛的村长和几个村民也给引来了。看到这样的阵仗，村长也吓了一大跳。大人，小人正是桃花村村长，请问这是怎么了？关老爷抓错人了，我儿子可是秀才爷，我要你们赔钱。抓的就是姚富才，老婆子你再敢阻碍缉拿人犯，就把你一并抓了去。今日奉令上门缉拿案犯姚富才，照章办事，还劳烦严村长亲自见证。曹捕头拿起公文宣读姚富才犯下的3宗罪，最后他拔高声音宣读县太爷对姚富才的最终处罚。即日起押送姚富才归案，同时取消其原来获得的秀才及同生功名，朝廷发放的奖学金今日一并收回，不再减免赋税。从现在起，姚家3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曹捕头把公文一字不漏逐一宣读，村民一片哗然，这是够大的，还株连3代，真是种什么瓜结什么果，还以为姚家有一个读这么多书，起码是个明事理的，没想到做了那么多的恶事，对比姚老太婆2口子，是过而无不及啊！恶事做的太多，遭报应了吧？粮被抢了，功名被削了，也像我们那样要交赋税了，白白花了10几年的束修，也不知道要不要斩首。就是读书人去服劳役，怕都回不来了吧？听说劳役会折腾起人的。曹捕头也不多话，让村长签字做了见证，并把一份公文交到村长手上，带人离开。老村长挺直的脊背彻底佝偻起来了。桃花村好不容易得了县太爷的青眼，现在一颗老鼠使坏一锅好羹，村里的嫁娶都会受影响。老天爷呀！刚闻声赶来的几个族老倒是松了口气，一个个脸上还是乐呵呵的。没事，反正不是严家人，咱们桃花村就不会坏掉。姚富才被抓后，姚老太要赎回儿子，便决定变卖家里的田，而老村长只能舔着脸求上福宝家的门。都是一个村子里的，看他哭哭啼啼的不肯走，也挺心烦的。我也跟他说了，现在3年谁都不容易，谁家有银子买地呀？知道你还来问？邻村有几家打算去逃荒要卖地，同时三叔公也让人带话来，说有50亩地出手。我本不想麻烦你，但谁让村里就你家有点底子呢？庄户人家谁不想有点地呀？如果真的是大灾后又是大寒的，谁知道会持续多久？搞不得再下去，田地的价格还得降，现在买恐怕要吃亏的。确实也是，这年头还是保住银子，多囤点粮才实在。要真有点什么事，土地可是带不走的。本来窝在屋里的福宝，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跑了出来。刚才花花说，三叔公家那50亩地可都是良田，3个哥哥和2个小弟弟都还没有田地呢，先让他们富起来，再给姑姑置办嫁妆。奶奶，买地给哥哥弟弟50亩，刚好够分。老头子，三叔公家的那50亩如果也是半价，干脆我们家买下吧。不过姚家的我可不敢接，谁知道以后他们家会有什么幺蛾子，别到时候末地没饭吃了赖上我们。村长伯伯还有其他地吗？小姑姑和珍珍姐也要买。族里还有20亩呢，如果给了小姑姑和珍珍姐，福宝就没有了怎么办？福宝还小，不要，
先给小姑姑和珍珍姐添庄。族里的地也要卖，族长也被姚老太缠的没有办法，才跟我商量，如果你们家有意思买的话，族里就出面把他那20亩地收了，再将族里的20亩卖给你们，以后你们也没有麻烦。这样可行，刚好清华和珍珍也可以得10亩。看，做你们家的子孙可真幸福，谁家有女娃的不是想嫁出去多换点彩礼呀？你们倒好，把女娃当男娃养了。老村长算是有点见识的，自认也没有太重男轻女，但是觉得自己都没有这样的胸襟。他家那20亩地可都是打算留给孙子的。严爷爷不管这些，直接拍板。既然定了，就赶紧把它办了。明天让我家永一跟你去换地契，免得灾民忽然闯到咱们这来，坏了计划。就按你说的办。因福宝提议，严家一口气购买了70亩地，家里的小辈们都分上了地。刚给家里人分好地，陈娘子便带着儿子找上了门。这是干嘛呀？陈继昌，我爹我娘可受不了你这一拜。受得住，要不是叔婶帮忙，我恐怕要背负这等罪名去见列祖列宗了。不说这些，赶紧进屋吧。在双方长辈见面叙旧聊天的时候，福宝跑出来刷了一下存在感。陈奶奶好，福宝都想你了。奶奶也想你，快点过来奶奶这。陈娘子招招手，把福宝招了过去。她从袖口掏出一个玉坠，直接挂到福宝的胸口。妹子，这可使不得，福宝哪能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大姐，别说这话，就是给小孩玩的，长辈自不可辞。大姐，今天过来除了感谢，其实我还有个事，你帮我看成不成？啥事呀？那么神秘兮兮的，看你也不是那么羞涩的人，咋变得那么畏畏缩缩的？跟大姐还要这么见外吗？如果能帮得上，我自然是二话不说的。大姐，你看我这儿子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好得很，我看着性子比我家老四还好。这样好的孩子打着灯笼都难找。见严奶奶真心诚意夸赞自家儿子，陈娘子心中安定了不少。从小街坊邻居，包括教他的夫子对他评价也不差，如今又得了大姐的认可，你看我们不如做个儿女亲家，可好？大灾之年，很多大户人家都会把下人带到奴隶市场来拍卖，有的吃不上饭的灾民，甚至一家老小都会来到奴隶市场，只为讨一口饭吃。自从陈娘子和严奶奶打了亲家后，严清华和陈继昌这个秀才也互有好感，陈娘子更是眉笑眼开，早早的下了聘礼。如今严家是家大业大，严爷爷也有了自己的打算。老婆子，如今清华也定了亲，过完年我和老四也得上京，几个孙子以后有出息的话，可以从族里选一些优秀的孩子做助力，不光可以做伴读，做管家，做账房，做工匠都用不上，祖亲也是我们的依仗。你倒是想得多，是我目光短浅了。这么一想，好像家里面哪都还缺个人。说来我们还是挺愧对子墨的，那么长时间给他月银他也不肯要，算是个白打工的打工人，而且还是管家级别的。原本子墨留下说是为了保护福宝的，现在又做护卫又做马夫的，我也有点过意不去。明天我约上亲家去市场挑几个下人。我看行，就依你的。第二天，严奶奶早早就拉上了陈娘子，来到了市场。严奶奶还特地带上了福宝。依照今年的旱情，如果你能等1-2个月，怕是能挑的人会更多，价格也便宜不少。算了吧，我可听说了，平日里卖的人都正正规规，买卖的手续齐全，而且什么底细，怎么被发卖的，都是记录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灾民吃不上饭，把气儿卖的我可不忍心买，万一买的手续不齐全，碰上黑户，搞不好还惹上官司。陈娘子也觉得自己眼皮子浅了，都没有亲家想的长远。亲家母要说会武功的我是不会看，但是亲家母要的婆子丫鬟，我看的绝对不走眼。几个人在选下人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把子墨引进了男奴的屋子。严奶奶也放心他自己去办，一群妇孺孩子去挑男人也不像话。古代穷苦人命贱，人不如牲畜，不如货品，个个都老老实实排着队，任人挑选。福宝则是抿着小嘴巴，好像有点不高兴，可能是想到几个月前自己也差点被卖进青楼的事。奶奶，福宝要抱。严奶奶连忙抱起福宝，也想听他说点什么，可是福宝却不再说话，只是一直盯着前面跪在一起的5个人，也没有想走的意思。都跪着干嘛？一家都站起来，让主家挑。听到这句话，一名中年男子连忙站了起来，顺手把旁边的老爹扶了一把，看着很健硕。旁边的妻子也是个大块头，扶着小女儿快速的站了起来，大女儿也紧靠着妹妹和她娘自己站了起来。这一家不肯分开，不然两夫妇和大女儿昨天就被领走了。这男人倔得很，被打了也不松口。你们多少年纪，都会什么？
以前在主家都做过什么工作？简单说一下。严奶奶到底是秀才娘子，胆大心细，也知道福宝是有点想法的，不然应该不会停下来。小的会赶车、养牲畜，以前还经常跟着主人出门办事，认得点字、种地、养猪我也能做，力气大还会点拳脚功夫，普通人可以打2、3个。当家的会的奴婢也会，洗衣做饭也在行，就是做不了针线活。大女儿比珍珍稍小，应该也有10岁了。奴婢杂扫、洗衣、做饭都会，还会做女工，爹爹也有教我练字。小女儿倒是没有露出胆怯，只是看了看身边的娘亲和姐姐。奴婢6岁，会扫地，会淋花，还会烧火，也能保护小姐。后面那句话冲着福宝说的，前几家就是嫌弃他太小，爷爷太老，干不了什么活，才不要他们全家的。小女孩矮墩墩的，脸庞红得发黑，非常健康的体魄，看着跟福宝差不多大，主要是福宝这几个月窜高了不少。小人什么庄稼都会侍弄，以前帮主家管着一个几百亩的庄子。严奶奶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但是到底还是觉得他太老了。小人年庚只有45，这倒是他们看走眼了。这老头头发花白，没想到比严爷爷还年轻。严奶奶还是有点犹豫不决。奶奶，买！那个女子连忙扯着2个小孩跪了下来。夫人，你就把我们买了吧，我们绝对忠诚，不会耍奸偷懒，只要能管饭就行。福宝怕累着奶奶，连忙要求下来。你叫什么？我是福宝哦。小姐，奴婢叫秋离。呀，福宝也可以做小姐姐了。福宝以为小姐就是小姐姐，高兴得很，也以为秋离比他小。你们原本都叫什么名字？奴婢叫春桃。你们原本姓什么？听到女孩回答，知道2个孩子的名字肯定是主家起的，严奶奶也好奇地问：我们家本姓刘。那就先按你们的本姓叫刘庄头、刘叔、刘婶吧。春桃、秋离挺好听的，先这么喊着，回家后再看家里的当家人有什么说法。奶奶主要觉得改来改去也麻烦，也不能彰显什么，这种麻烦事还不如甩锅给家里那2父子。临走的时候，陈娘子又给选了一个寡妇，寡妇说自己叫翠云，严奶奶就干脆说叫云娘了。另一边的子墨也选了2个健硕的下人，早早就在外等候。子墨看他们带出来的人，倒是没说什么，不过看了那个小黑妞，心里有点纳闷，怎么都觉得像是小姐的手笔。小姐小年纪审美怎么那么差？看来得跟世子提一提。娘亲，你在哪？爵哥眼里噙满泪水，在姚郡王府的几年里，除了庶姐庶妹，他几乎没有接触过同龄的女孩子，除了他母亲，从未享受过温情。但是在桃花村的那段日子，是他最放松和感到最惬意的。福宝的笑容和关切，即使是给他一根棒棒糖，都能暂时扫除他心底的那些雾霾，温暖他的内心。子墨在大妈山上发现的山洞，以后不妨可以作为一个据点，也能经常见到福宝。对于以后的发展，现在这点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徐徐谋之。年后大郎就会到京城，到时候严爷爷肯定能一起来，有一些计划还得有他们支持才能实施。福宝的金币越来越多，福宝已经听从花花的建议，换了几万斤粮食和很多珍贵的药材种子。花花，谢谢你。主人，你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以前你总是气鼓鼓的。我有那么不近人情吗？不对，我有那么不近胡情吗？如果不是你，我有金币也不知道怎么花。总之，谢谢你。由于旱情，朝廷把乡试推后了1年，醇亲王派人把消息提前送了过来，连同一起送过来的又是许多的礼品，其中有一小半就是指明要给福宝的。他们都知道这肯定有爵哥的手笔，严奶奶也给回了很多礼物，还有2根福宝掏出来的大萝卜。大郎打算一起去，拖了那么久，他已经觉得很内疚了，怕辜负了醇亲王的看重。大哥，你去了还回来吗？是去跟爵哥哥一起吗？为什么不过年后再跟爷爷和四叔一起去呢？孩子们的10万个为什么连子墨听着都有点头疼，最后还是大郎承诺过年会给他们送礼物才罢休。第2天，严奶奶又带着福宝和亲家去给小姑姑置办嫁妆，看着严奶奶一口气买下了几间铺子，陈娘子内心非常的震惊，庆幸自己下聘的时候是用了心的。当时她只想说不能亏了清华，100两的聘礼也有想辅佐一下亲家的想法，一点都没计较娘家能给多少嫁妆。只是她哪里想到严家还有这么多家里，一出手就买8个下人，还有这么多的铺子。买完铺子，几人就来到了最火的酒楼，站着的掌柜眼睛却一直盯着福宝。像，真的太像了。这孩子是夫人您的孙女吗？看着真有福气，怕是有4、5岁了吧？是我的小孙女，孩子过了正月15就满5岁了。自家孙女被夸，严奶奶没有什么不高兴的，却没注意掌柜露出惊恐的眼色。严奶奶他们进入包房后，掌柜的脸色却阴狠灰暗了起来。村子里面突然出现了2名奇怪的男子，村民都不以为然。大灾之年，有几个陌生人也正常，可没过一会，噩耗就传来了。你说什么？福宝被人掳走了？
严奶奶当时就差点急得晕了过去。就在村子里，怎么会出事？秋离，你快把事情的经过说出来。我跟小姐就在村里的小土堆边玩，突然就跑过来2个贼人，把小姐给掳走了。严永义非常着急，但是也没有失去理智。你们几个马上守住村口，把网撒大点，石头你们马上叫上村子里的人，我先追出去，瘦猴赶车跟上我。严永义带着几名下人立刻行动了起来。福宝说空间的粮食和药材也快满了，这才让子墨送货，顺便陪大朗上京。几个护卫也都在老宅烧炭，看来这伙贼人是早有预谋。都怪我，福宝都把气运给了咱们家，我们也不知道收敛，一直买这买那，把福宝的气运都给花光了。福宝要有个3长2短，我也救不活了。福宝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不会有事的。老婆子，我现在就去找村长和县长加派人手，你就在家等着消息，说不定福宝就自己回来了。严爷爷找到了村长，并打算悬赏200两银子寻找福宝，提供线索者奖励20到100两不等，让村长把这个承诺传播出去。除了悬赏的200两银子，帮寻找的人还按正常出工可以领到粮食，所以村子里除了走不动的老人，几乎都出动了。严永义又赶到镇子上找到了龚镇长，镇长一听说丢了人，马上就急了。这种直接进村掳人的状况可还是没见过，不是强盗就是贼子。他马上出动所有的官差，把从桃花村到镇子的路口全部封死。严家的事他还是挺上心的，通过上次救人的事之后，萧县令还叫他给严家传过2次话，所以知道严家不是一般的庄户人家。临近傍晚的时候，还没一丝的线索，福宝像凭空消失了一样。这时子墨刚好回来了，临近村口就听说小姐被人掳走，他悔的肠子都青了。少爷的事又不急，其实年后再做打算也不迟，自己怎么就偏偏跑了京城这一趟？我真该死，就这么一次疏忽大意，就把小姐给弄丢了，这可怎么办？就是给我10条命都不够向世子交代的。但是他还是沉着冷静地听完了事情的经过，包括秋离的陈述。照理说，小姐和秋离玩的地方离家那么近，秋离也没有晕过去，就算是爬回来也没有多少时间，福宝肯定还在村子里。可是整个村子我们都分了几遍了，除非……严爷爷也不敢想象，万一福宝不在了，他们会怎么样？不会的，不会的，福宝福大命大，菩萨一定会保佑他的。严奶奶不敢想也不敢相信，她觉得福宝一定还好好的。会不会我们一开始查找的方向就错了？你说贼人会不会把福宝掳到大妈山去了？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呢？所以我们一开始想的就错了。严老族长，严老族长，我们刚才就在后面的山上发现树林里绑了2匹马。村民口中的后山，正是朝廷赏给福宝的大妈山，说明贼人还没有走，快点，快点召集人去找。晚上大妈山上还是有野兽的，还不得把福宝给吓死？我们几个马上上山，村长，麻烦你马上召集人跟上，但是村口也不能放松，留人值守着。看到严爷爷和严奶奶也想跟上了，严永义连忙制止。娘，你们在家好好待着，哪也不许去，搞不好待会福宝就自己回来了。谁也没有注意到，秋离早就一个人前往了山上。小姐不见他比谁都难受，总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一心要把小姐找回来，觉得就算跑断了腿也心甘情愿。大哥，我们真的要把他杀死吗？这么小个小孩，那么可爱，真的死在这山头以后变成厉鬼来找我们怎么办？我看还是算了，直接扔这就算了。怕个屁，不就是个小毛孩吗？又不是没杀过人，这深山老林的，不熟悉的话大人都出不出去，更不说这样的3寸钉。活着的时候我都不怕，死了老子更不怕他。可惜那人说一定让他死，不然卖去青楼还得不少银子，大把老头子抢着要。这穷山僻壤的孩子居然还带着这么好的一块玉，真是好运气，这玉牌起码可以换几10两银子。废话少说，赶紧把他抹了脖子，我来挖坑，别磨蹭时间，待会被人看见可就麻烦了。主人快醒醒啊！花花那是一个急，直到看到贼人就要动手，连忙用生命相抵，又用福宝的金币做担保，让空间大大出手，把咪咪和旺旺放了出去。这怎么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猫狗？旺旺咪咪可不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只知道他们要对主人不利，直接扑上去就咬。虽说咪咪和旺旺看着不大，毕竟是空间里面的灵兽，2名贼人没一会就没了动静。咪咪和旺旺一直守护在主人的旁边，可怎么唤都唤不醒福宝。旺旺想将主人背下山，把身子尽量放低，咪咪会意把主人往旺旺背上叼。就在他们帮助主人的时候，本以为已经死了的1名贼人趁他们不注意，悄摸摸的跑了。咪咪和旺旺拖着福宝来到了花花给他们指的一个山洞，然后做了分工，一个守主人，一个守洞口。另一边的秋离还在山上摸索，还捡到了小姐头上掉下的一个铃铛，也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有灵异在指引，稀里糊涂的找到了洞口前面，但是却被门口守着的咪咪挡住了，想进又进不去。秋离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硬着头皮想进去。他往左，黑猫也往左；想往右，黑猫也往右。
但是却不伤害它，因为咪咪在秋梨身上闻到了主人的味道。看猫咪不伤害它，秋梨也不知道害怕了。猫咪大神，我是来找小姐的，求求你们别伤害她。你们如果要吃就吃奴婢吧，奴婢比小姐结实，吃几口就管饱。好说歹说，咪咪也不给它进去，僵持了很久。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得回头找大爷和护卫帮忙。已经那么久了，他们应该也差不多到这了。没一会，秋梨就找到了子墨和严永义他们。大爷，小姐在那边的山洞里，可能被黑猫叼进去的。秋梨说完话便彻底脱力晕了过去。黑猫，小姐应该没有事，看，我知道她在哪。一说黑猫，严永义就想到了咪咪，山洞更是子墨和严永义都清楚的。咪咪看到子墨，好像看见了亲人，直接让开路。果然是咪咪，那福宝肯定没事。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咪咪的身手，但是一家人对咪咪和旺旺的夸赞不止听了一次。有咪咪的地方肯定就会有旺旺，两只小可爱对付一般的贼人应该还绰绰有余。子墨冲进去时，旺旺正守在福宝的身边，看着福宝没事，两人也算松了一口气。山洞里沉睡的福宝听到爹爹的千呼万唤，总算是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但是浑身上下还是没有力气。爹爹，爹爹错了，一家人都错了，以后福宝可不要再用自己的福气了，留给自己活得好好的。这样的话让福宝被感动到，心里面都是小星星。爹爹，福宝没事，福宝好好的，福宝没有用福运。小姐，你把奴婢打死吧，奴婢对不起你。秋梨说什么呢？不怪你。秋梨已经尽力了，福宝是知道的。贼人迷晕福宝的时候，秋梨在尽力的救他，还因为和贼人缠斗受了伤，只不过因为他太小。爹爹，秋梨太累了，把他抱下山。大爷，我们快点下山，别让村子里的人找到这来了。福宝平安归来，一家人都松了一口气。福宝和秋梨早已累得在房间里休息，严奶奶亲自陪着。子墨也通知了村民福宝回来的消息。就在这时，村长又找上了门。老族长，出事了，姚老太爷饿死了。腿脚不便的老太爷因没人照看，竟然活活饿死在了家里，而他的几个儿子孙子就好像消失了一样。村子里面出了这样的事，村长还是打算前去看看。老天爷啊，我老婆子不在家，你们连饭都不给老爷子端，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呀！这份家业都是老太爷给你们挣下的，你们怎么那么狠的心让他握着离开呀？村长还没踏进姚家的大门，就听到姚老太婆在里面边哭边骂。严村长走进家里一看，发现姚老太爷躺在地上，看样子都已经硬了，恐怕都死几天了，也是干旱才没感觉到臭气。姚老太婆，这是怎么了？姚老大和几个孙子呢？我哪里知道，我也是刚刚进门。看到村长，姚老太婆好像看到了救星，连忙站了起来。村长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姚老太婆心里更气了，好像村长欠她银子似的。你说你是什么狗屁村长？我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都不来帮忙，好歹能给老头子解狗吃的他也不会死。村子里的人良心都被狗吃了吗？全是落井下石的死人，你们都不得好死，出门肯定会遭天打雷劈的。姚老太婆这会已经忘了应该骂的是自己的儿孙，逮人就骂，把全村人都骂了个遍。那些好事围上来想看热闹的人都气得义愤填膺，其中不少都是干不了重活待家里的老婆子，哪里忍得了他这口气。姚老太婆，你不要一回来就出口伤人，你疯疯癫癫跑出去这么长时间，对老太爷不管不顾，你还有理了？就是要我说，姚老太爷就是被你给害死的，对不起老太爷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那几个不孝儿孙，有我们什么事？难不成你的儿孙不给饭吃，我们活该还要上门喂他？你要觉得桃花村对不起你，你就搬出去好了，我们村也不需要你们这家为非作歹的人，连读书的都不要脸了，还不知道憋着什么坏呢？我们就算穷，起码也没拖村子的后腿，你可倒好，养出个好儿子，把我们整个村子的名声都败坏了。姚老太婆家在村子里嚣张跋扈惯了，如今遇到这样的事情，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不少人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就连严村长也发了声。我这个村长是桃花村的，可不是你姚家的，你家里死了人，那儿子孙子呢？怎么不去找？他们可是死了还是瘸了？老太爷死了那么久，难道连家里人都没发现？现在流民马上就要到我们县了，村民们都在做防护呢，谁不是吃着这自家的米为全村人服务的？你们家出了什么人？既然没来人做防护，以后遭了强我们可不管，不行你们就搬出桃花村，我们可不稀罕你姚家。听到这些话，姚老太婆也不敢再骂骂咧咧，只是一个劲的在那哭。最后还是村长把和姚家交好的严老七媳妇叫了过来。谁知道他们家人都去哪了呀？这段时间村子谁都忙得很，自家的事烧了裤裆都没空理，我可没空管别人家的事。以前姚家的舔狗，这回也翻脸不认人。严老七媳妇原本就是惯会见风使舵的人，这1个月她可是领了严家不少米粮的。倒是另外一个婆子，
好心说了句：“昨天一大早我就看到姚老大一家3口往山上去了，姚老大还跟我打了声招呼，说是家里没粮了，想上去挖点草根。”六婶，你过去让大师叫上村子里几个后生，去山上找找，看能不能把他爷几个找回来，就跟他说他爹死了。六婶虽然跟姚老太婆不对付，可到底还是热心人，听说人死了，这个忙还是要帮的，不然还能让他臭在村子里。你家姚富才怎么样了？不是说去救姚富才吗？救回来了没？救什么救？装什么好心？你们巴不得他死，我家富才就是被冤枉的。可怜我家秀才爷啊，被人陷害，被判了10年劳役，都是让严老太婆家害的，不然哪里会那么惨？这个仇我一定会报，我定会让他们血债血还。其实村子里的人早就听说了姚富才的事，自从秦子夜被判的时候开始，整个镇子早都传得沸沸扬扬了。秦父也都找上门来几次，又哭又骂的，对姚福才恨之入骨，知道一切都是姚福才害人，自己的儿子彻底毁了，一家也被族人舍弃，早就心灰意冷。后来姚福才被抓后，押送到临县的途中，被秦父给捅死了。只是秦父也可怜，知道自己罪不可赦，当场自己抹了脖子，不连累家人。村民大部分都比较善良，还是帮忙把姚老大和大贵、二贵找了回来。姚老太婆拿出了最后的500个铜板，给老爷子装了身，买了口薄棺材，白布都没买1寸，就把姚老太爷送上了山。2个打翻的孙子也不换衣服，用烂布条扯了个帆，山上挖个坑一埋了事。姚老太婆经过这件事似乎很受打击，经常呆呆地坐在门口。都说姚老太婆得了失心疯，这回真的像姚老太婆骂村子里的人似的，只是报应到了自家身上，做了饿死鬼。自从福宝安全归来后，秋梨每天都和福宝形影不离，喝了灵泉水，身体也康复得非常迅速。小姐天天跟他搂搂抱抱，还给他糖饼吃，让秋梨非常的感动。我这辈子就跟定小姐了，以后再也不会大意，不让小姐受一丁点的委屈。子墨叔叔，你教我习武吧，奴婢不怕苦，不怕累。子墨叔叔尽管给我加量，我想练成像你一样的武功，可以以一敌十，保护小姐。子墨看他底子好，征求了严爷爷和他爹娘的意见后，真的把他收做了弟子。子墨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收徒就收了个3寸丁的女徒弟。本以为福宝回到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子墨拎着2名下人跪到了全家人的面前。瘦猴和墩子保护小姐不利，酿成了大错，请老太爷太奶奶责罚。说着，子墨自己也跪了下去。福宝能回来，他们已经很高兴了，根本就没想到是谁的责任或者需要责罚谁，而且也觉得事出有因。况且在寻找福宝这件事上，家里没有一个是不尽力的。子墨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是没有这么好糊弄的。严家应该给自己立威，不然以后会出现怎么样的事都难说。下人都能踩到主子的头上。世子把我留在严家，可不单单是保护小姐那么简单，随随便便一个功夫了得的护卫就行。严家以后要想能自保，必须奖罚分明。严爷爷自然是知道子墨意思的，也觉得他这个提醒来得好，来得及时。这怎么是好？我到底是罚呢还是罚呢？子墨却等不及了，也怕严爷爷第一次处置新派人们。按照规矩，如若小姐出了事，老太爷可以下令把不尽心的下人直接杖毙。杖毙这2个字犹如平地惊雷，不光是几个下人，严家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知道护卫保护福宝的安全是义不容辞的事，出了事他们肯定是有责任的。而且子墨走之前是一再重复有交代保护好福宝。子墨不会以为主子好说话就好糊弄，自请杖责10棍，请老太爷行刑。说着，子墨把早就准备好的木棍举到了自己的头上。瘦猴和墩子都是在大户人家待过的，哪有不明白的？老大是在做标榜给他们看的。就这次这件事情来说，责任完全在他们2个人，老大却带头承担了下来。他们还有什么不服的？瘦猴保护小姐不利，请责30棍；墩子保护小姐不利，请责30棍；秋梨保护小姐不利，请责30棍。没想到连秋梨都俯首跪了下去，小小的身子伏在他们旁边，非常不起眼，却一点都不含糊。这个阵势不罚是不行了，不罚更对不起子墨的良苦用心。子墨在此事件中虽然尽心尽责，但是出门前没有把其中利害关系跟瘦猴和墩子交代清楚，以至于瘦猴和墩子麻痹大意，确实该罚。不过念在他事后第一时间解救了小姐，惩罚减半，待会自领5棍。瘦猴和墩子在保护小姐这件事上确实没有尽到最大责任，2人同时擅离职守，念在你们也是为家里烧炭才出了差池，罚你们相互各杖15棍，月银减半。秋梨虽然没有保护住小姐，但是已然尽力，不存在过错，而且事后第一个找到小姐，精神可嘉，奖励纹银10两，以资鼓励。对这样的奖罚谁都没有异议，却让众人有所触动。处罚下人的事情告一段落，隔天村长就找上了门。老族长，有大批的灾民，有可能很快就到我们清流县了。多年不遇的大旱来袭，庄稼颗粒无收，穷苦的老百姓更是食不果腹，到处饿殍遍野。
大批的灾民更是流离失所。老族长，不好了，有大批的灾民，有可能很快就到我们清流县了。一大清早，村长就带着几名族老上门，找严爷爷商量对策。是啊，8、9不离10，你们可要提前做好防备。其他县都把城门关了，相信不久清流县也得关。你们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赶紧。族老们你一言我一语，乱哄哄的，也想不出什么主意。这可如何是好？灾民太多，肯定会打砸抢，到时候可是会死人的。官衙总不会不管的吧？要真正乱起来，官衙能有多少人？能保住清流县和大桥镇就不错了，哪里能管到村村寨寨？我和永宁是这么想的，现在灾民还没到，我们还有时间提前做些防备。村后面有山，两旁还有河流，虽然河流已经干涸，但是河床上石头很多，可以挖好沟，再用石头砌挡墙。真有灾民作乱，直接用石头来攻，也起码可以有点作用。老族长，你和老四这主意好啊，终究还是见多识广的，有你们我们就放心多了，不然灾民抢到家门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只能等死了。重点还是村前靠近官道的出口，最是容易被流民闯入，除了要设置一些陷阱、壕沟，再建个瞭望塔，可以安排人来值守，要真有突发情况，起码可以第一时间被发现，这样可以阻挡大部分的流民。再不济我们后面还有大麻山，躲上去即使没吃没喝也能守个10天8天。严爷爷的一番话，几人都表示赞同。切，就按老族长的提议，看刚才您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没能记住，能不能麻烦你出个章程？今晚我马上敲钟召集全村开会，把防护工作布置下去。从县城回来后，严爷爷和严永宁就商量了好几次，心中已经有了具体的方案。几人商量完对策，便由村长去下发任务。刚商量完灾民的事情，纯亲王就派人给严家传了话，让他们把家里现存的干货还有银丝炭全部拉到京城。这可怎么办？严爷爷和严奶奶有点犹豫。自从福宝出事后，他们从未再让福宝做过任何事情，即使自己家吃的都不往外拿。可要是不送，纯亲王都先下了定金5000两，又当如何是好？难不成还说家里一点东西都没有了吗？自从上次纯亲王听管家说严家送来的都是上好的东西，所以也想拉他们一把，猜就知道他们家肯定还有不少这种东西，不然也不会给他们送了那么多。天师刚刚测出今年会是个大寒之年，跟严家当初的说法不谋而合。这2年国不紧张，朝廷的粮草军饷一拖再拖，总是不能及时补给，造成局势非常不妙。军心一变，皇上恐怕早就对我们林家起了防备之心。纯亲王3兄弟，除了纯亲王驻守京城，其他2兄弟也就是绝根的2舅和3舅，一个驻守北方，一个驻扎西侧，都是手握重大兵权的将军。2个弟弟远在边疆，如果不及时补给，只能让几10万兵马等死，所以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多想办法。不然如果外敌入侵，被治罪的肯定是他们整个家族，株连9族都不一定。严爷爷严奶奶都拿不定主意，眼巴巴地看着福宝。奶奶送，可是福宝有空间大大和花花保佑着呢，没有事的。可到底福宝还是被掳走了呀？严奶奶担心送的东西太多，又把福宝的气运给用没了。上次贼人使诈，福宝晕倒了，不然放咪咪和旺旺咬他。福宝知道往外面掏东西还可以挣很多很多的银，更是不肯罢休了。奶奶一定要送。好，奶奶听你的。奶奶，福宝还有很多很多的粮食哦。既然送就要有送的样子，永义啊，你去跟他们说，银子就先记着不用给了，让纯亲王先解决目前的困难再说。大批的流民现在还没进入清流县，往京城这一段道还是安全的。但是大批的粮食、干货、木炭往北走，如果没有官兵押送，没有路条，怕是容易引起怀疑或是出什么岔子。而且皇帝会不会有想法都难说。这么多的东西，肯定需要不少车马，光是大桥镇是不够的，肯定要从清流县调用。等会我马上去找萧大人，看能不能调集官差一起押送。我这一去到晚上肯定回来了。老太爷还是确定好到时候在哪装货吧。因为事关重大，子墨自己决定亲自走这趟，这也是严爷爷的意思。其他人去还是不放心。子墨找到了龚镇长，把用途一说，镇长倒是爽快。敌人在镇口就有个闲置的庄子，面积也不大，才10几亩，如果够用的话，一会我给钥匙给你们，你们尽管用就是。那子墨就先谢过镇长了。听说只是用1、2个晚上，镇长也不肯收租金。庄子这边，福宝跟爹爹、奶奶在一起，把空间里所有的干货全部腾了出来，不过还不够装满所有车辆。奶奶还要不要装点粮食？纯亲王没有说要粮食，肯定是没有想到我们会有储存，一定认为有储存也只是锦之四喜虾而已。
既然送了，还不如一次就送个够，车不够大不了就在镇子里再找几辆，不然流民来了，想送也组织不起来了。福宝又倒腾出来几万斤的粗粮，把所有的马车都装得满满当当。最后确定进京的一共是60辆车，连车夫带官差和选出来的护卫一共82人，阵容庞大。如果没有补给吃饭都成问题。严爷爷和严奶奶还是有点不放心，毕竟还没干过这么大的事，心里还是很不安。严奶奶抱着福宝在车队里绕了一圈，一再问福宝：大家头上有没有乌云？没有，奶奶。马车上有没有乌云？没有，奶奶。马头上有没有乌云？没有，奶奶。严奶奶问了好一会，福宝最后把的小手指向了其中一个官差。福宝看见官差的头上飘着一朵黑黑的乌云，严奶奶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严爷爷。子墨，等会叫那名官差留下来吧，其他人去就好了。子墨纳闷地走上去询问了官差几句，人家身体好好的，看着壮壮实实，也自己拍拍胸脯说没事，所以子墨也找不到什么理由叫人家留下。这老太爷是如何看出人家状态不好的？不会又是杂书上看的吧？读书人还真的是麻烦，神神叨叨的什么都当真。不过既然是主子的话，他也留了点心眼，特意安排官差和自己坐同一辆车，这样万一有什么状况，自己也照应得上。京城这一趟倒是没出什么意外，就是福宝所指那个官差坐的马车，车辕不知怎么就断了。子墨特意跟他坐在一起，听到断裂声音的时候，马上跳起来拎了他一把，最后他只是摔了个屁股墩，裤子都没有破。子墨倒是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严老太爷的嘴巴也太毒了吧，以后可不能把他的话当儿戏。这一趟收益最大的还是严永利和福宝，大郎知道他们要来，还特意出来城门迎接。半大的孩子那么尽心，也是难为他了。醇亲王还说，如果以后还有炭和粮食什么的话，尽管拉去给他，他会派士兵过来接应。一同回来的还有一大车礼物，基本上都是爵哥送给福宝的，还有一家子过年用的。你们去京城这几天，村子里的防护也差不多做好了。瞭望塔是20trận安排3班人轮流值守，就是村子东西两侧的河沟，虽然已经砌起高高的围墙，也挖了深深的壕沟，还做好了隐蔽，但是晚上也会安排2个人值守。是啊，就连姚家那几口子现在都老老实实的，这村长也真是的，还要从族里又给他们20文钱。要说这姚家现在这样也是报应，都是一个村子的，虽然他们家在村里作恶多端，可村长也不能看着他们活活饿死啊。刚休息了一晚，福宝一大清早就被噩梦惊醒了。奶奶，我刚才梦到有人流血了。严永义这会也是慌慌张张的跑进来。爹娘，我刚听说周边有的村子这几天已经被流民冲进去了，有的还死了人。我说一大早起来，两边眼睛就突突突的直跳，觉得恐怕要出事情。我去跟村长提一提，看来不认真对待是不行了。1两银子可以换来25斤粗粮，很多穷苦人家一年也赚不了几钱。又逢大灾之年，多数人都选择上山撸树皮来充饥。在村长和严老族长的带领下，村子外围建起了高高的围墙，并且还安排了岗哨。很多灾民看着围墙也只能望而兴叹。这2天大家都警醒一些，东西两侧再安排几个婆子轮流守一下，白天也不能闲着人。从今日起，彻底把出村的路口封了，没有我和族长的允许，谁都不能进出，即使亲戚上门也不能收留。谁要是敢有违反，马上全家逐出村去。村子里的防护措施刚做好，一大清早，一个村民又急匆匆地找上门来。阿宝，永宁起来了吗？让他们出去看看。村口来了2个乞丐，一个看着都快咽气了，年轻的说是今年的秀才，说是永宁请来的。严永宁一听说是秀才，就急得不成样子。肯定是宋启，他家只有寡母一个，家很穷。爹，你派个人马上去叫上村长和族老们，记得告诉他们是咱们请的秀才来了，叫他们赶紧的。我去，福宝也去。一旁的奶奶可犹豫了，婆婆快不行了。严奶奶马上明白福宝要去救人，多救人福宝才能有更多的福报。这时福宝告诉他们，子墨，你抱福宝，快点追上去。没一会功夫，几个人就找到了村外的宋秀才。宋启，你怎么来了？村子里活不下去了。宋秀才有气无力的，老婆婆则躺在他的旁边。子墨叔叔，快点喂婆婆喝水。子墨连忙将福宝准备好的灵泉水喂了进去。过了一会，婆婆终于缓过劲来。谢谢。还等什么？既然是我们请来的人，就快点扛到书院去。安顿好宋秀才和老婆婆，又从宋秀才口中得知了一个消息。村长、族长原来说要请的另外一个潘秀才，他家的情况我家也好不到哪去，不然也不会放弃考学的。他家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小妹，不知道能不能。宋秀才祈求地看向旁边的老族长，老族长也明白他的意思。
那就让子墨带几个人去把他一家也接过来。现在孩子们都被拘在村子里，心里野得很。学院开课也不用等到开春，等潘秀才一家过来后，收拾几天就开始开课吧。老族长到底是秀才爷，你这个主意想得长远啊！现在家家户户也都为这些孩子们头疼呢，我看提前开课好。严爷爷回到家后就跟子墨说了这个事情。爷爷，福宝也想去，现在那么乱，出去怕是会有危险。你爷爷不是说了，刚刚宋秀才还说外面形势那么严峻呢。严奶奶一脸的担忧。奶奶不用担心，福宝有咪咪和旺旺，还有子墨叔叔保护呢。老婆子，我看就我和永宁、子墨带着福宝去，都是一些流民，想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你们就快去快回，子墨，你可得保护好福宝啊！放心吧，子墨一定会保护好小姐的。几个人坐着马车，没一会就来到了潘秀才家住的村子。村子里面到处人去楼空，几乎都见不到人。好端端的村子，硬是被这大旱搞得人去楼空，灾民都流离失所，实乃天命不可违也。爹，要不我们再找找看还有没有人家？几个人找了一会，找到了一对老夫妇，说是子孙都出去逃荒了，他们舍不得故土，两口子留了下来。在老两口的指点下，总算知道潘秀才家住在哪里。临走时，严爷爷又给老两口留了许多的口粮。根据老两口指的方向，几人很快就找到了潘秀才家住的地方。知道他们的来意后，潘秀才倒是犹豫了。你还舍不得这片山林？你看这一片石不搬走完了，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你妹妹着想吧。我爹一辈子打猎为生，离开了这，恐怕我那2两月银也不够用啊。人挪死，树挪活，读那么多书，你想哪去了？还想靠山吃山？明年开春，你们要想种地，就在村子店的来种；不想种地，就帮我们家种草药，得不死你。对呀，你妹妹年纪也不小啊，难道你也不考虑她的未来？潘叔叔，我们那不缺水，家家户户都有粮。可是我们现在就只有10几斤粮了，顶不到开春。潘秀才还是受了开春才开课，不开课就没有收入的现实影响。我来也是要跟你说的，我们村打算过几天开课。宋杰和他娘昨天已经到了。说完，严永宁又把宋秀才的遭遇跟他陈述了一遍。那以后几个月的书修我能不能都换成粮食？行，怎么不行？你爹你娘也可以去打点柴火，跟我们换粮食。对呀，村子里的人都是拿柴火跟我们换粮食的。潘秀才最终决定一家人跟他们下山，回到了桃花村。宋琦和潘秀才当即商定3日后开课，一点都不拖沓，觉得桃花村对他们那么好，那可是救命的恩情，再矫情就是他们不对了。族长，不如您给找几个大点的孩子，带我们到山上砍点竹子和木头。这2天我们帮孩子们每人做一个沙盘，这样孩子们过来就可以直接上课了。也麻烦族老把孩子们的情况统计一下，我们得先把他们分班，开蒙过的跟没开蒙过的分开就行。好，木头村子里就有，竹子现在山上怕是少了，只能先用木头将就一下。村长和族老们对2个秀才都很满意，永宁找来的就是不一样，一样的都懂事也知道感恩，对人都彬彬有礼。早上起床的时候，子墨在井边发现了2块乌黑的石头，就拿起来看了看。这石头通体有黑，纹理清楚，结构细腻，还可以画出痕迹，这怎么有点像乌金呢？子墨连忙去后院找到老太爷说了这事。严爷爷拿过石头仔细的看了一下，没错，这应该就是乌金。我们大圣朝并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东西，闻起来有种淡淡的香味，人们称之为香梅，为冬季取暖首选。由于产量极低，不易获得，所以达官贵人不惜高价购买。是的，这种乌金如果把它磨成粉，可以做成梅饼，燃烧还带着淡淡的香味。因为稀少，所以昂贵，能用上的只有皇亲贵族。说完，子墨又把另外1块石头拿给了严爷爷。这块石头则很坚硬，散发着金属的光泽，明显比另一块要沉得多，这应该就是铁矿了。子墨是在兵营和打铁铺都是见过的，知道肯定是铁矿。按理说咱们这些小地方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东西的，可是好像只有宋秀才来过咱们家，但是当时他们的行李全部洒落在地上，除了书就是几件衣服，根本不可能带有这样的东西。严爷爷又赶紧去找到了严奶奶，说了这个事情。哎呦，看我这脑子，你们可别把福宝的宝贝给扔了，这是昨天回来的，他和糕点放在一起了，可宝贝着呢，如果弄丢了，怕是他得哭，他这会估计和3郎在后院玩呢，我去把他给叫进来。这是福宝捡的宝贝呀，昨天那山上可多了，我看跟爷爷书桌上的镇纸颜色一样，还亮晶晶的。福宝打算做圆圆的镇纸，送给4叔1个，2哥1个，子墨叔叔能不能帮忙做呀？
还以为福宝是慧眼识珠，没想到小孩子家这么一个浅显的异能，却能捡回这样的财富。严爷爷又跟严奶奶科普了一下石头的作用，严奶奶再一次目瞪口呆。妈呀，小福宝随便捡2个石头就能掏出金山银山来呀！知道事情重大，严爷爷又跟子墨商量了好久，这次除了严永明，还增加了严永明一起。这事对外谁都不能说，不过还是得告诉世子和纯亲王，这些东西的价值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染指的，特别是铁矿，在大圣朝只有朝廷才可以开采，其他人敢动就是造反。我会尽快把这消息传给纯亲王和世子，其他的你们就不用管了。但是你们也要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纯亲王的人品，他们自然是放心的。林家军的赫赫军功和威名也是几代相传，深得民心。这2种东西如果能被林家军所利用，就不单是简单解决军费的问题，更是保家卫国和林家军生存的关键。知道自家的这一决定，也是让严家跟纯亲王一派牢牢地拴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他们豁出去了。听说每当下雪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外溜达一圈，因为出门就冻得跟孙子似的，一下子就变年轻了。自从沈姑娘来到了严家后，变得沉默寡言了，看她的表情好像是记起了点什么，但是又不确定似的，还经常自己摇摇头，敲敲脑袋。福宝的药已经开始吃第4个疗程。福宝啊，你帮我问问大大，原来不是说沈姑娘吃药5旬就可以记起事吗？现在都3个多月了。大大说了水到渠成，婶婶会好的。姑娘年后能好起来最好了，如果她家在京城，也可以跟你爷爷和四叔一起去。严奶奶倒是对这女孩子挺满意的，也不知道她出自怎么样的家庭，老四配不配得上人家，真要把家记起来，家里同不同意还是个事呢。村长和族老们偶尔汇聚在老族长家，过来讨几口老族长的烈酒喝，这样的天气喝烈酒最舒服了，一下都能让人浑身暖烘烘的。终于下雪了，我们不用上山挑水，灾民们也不至于没水喝了，逐几把雪水也能应付过来。就你这么想，不下大雪还好，要真是大雪来临了，没穿的没吃的也一样是个死，也不知道现在外头是什么个情况。我们桃花村的人基本没有出去过，外面的灾民越来越多了，起码整个村还是平平安安的，这都多亏了老族长啊。但愿都能像现在那样吧，过了年再熬2个月，冬天就过去了，到时候雪化了，灾民即使不回去，官府应该也会安置的。老人们现在的话题都是围绕着下雪和灾民的事。福宝和秋梨也会在家门口玩耍，村里都封闭了，也不用担心他的安全。咦，这里有小青蛙。福宝扒拉雪下面干枯的杂草，发现了2只趴在地下一声不响的青蛙，不过长得有点奇怪。这是癞蛤蟆吧？这么丑，你看那身子还皱巴巴的。就是青蛙，我给子墨叔叔看看，他知道最多了。福宝也不知道害怕，和秋梨一人捉一只，噔噔噔的跑过去向子墨叔叔献宝。子墨叔叔，这是青蛙没错吧？子墨连忙一手将他们2人手上的青蛙接了过去，顺便看了看福宝的手，看没有什么不同才放了心。但是端详起那丑丑的青蛙来，却是眼神亮了。怎么没见过？我看确实比平时山里的青蛙要丑，扔了吧，想吃也没肉，肚子还这么鼓起来，怕是真的有病呢，又不是繁殖的季节。小姐，你们在哪里捉到的？还有吗？你倒是上心，要来干嘛？严永义觉得好笑，城里人没见过这种东西，还稀罕上了。子墨叔叔，我扒开杂草就看到2只了呢，雪地里肯定还有。我也看到1只，太丑，没有捉。大爷，你们这往年都有这东西吗？我倒是没注意过，想来有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多吧？会不会是冲着山泉来的？其他山上可不一定有水了。不过倒也奇怪，以前怎么都没有见过呢？这是雪蛤，肚子里面的油作用可大了呢。雪蛤不会是下雪了才有的吧？不然怎么叫这么个名字？一般是寒冷的高山上才有，现在开始冬眠养的一肚子油。京城的贵妇们喜欢用雪蛤油跟木瓜炖，说是美容养颜的，可不便宜，酒楼里一碗要卖1两银子呢。还可以把它熬成雪蛤油，专门治手脚干裂的，很是有效。严永义顿时眼睛一亮，如果像子墨这么说的话，那他们不是又要发财了吗？怕是这山上还有不少，我们要找人来捉吗？让大家捉，我们收。听子墨叔叔这么说，几个孩子在旁边都高兴死了，仿佛马上就要发财了一样。恐怕山上不少呢，靠我们也捉不完，不如让大家挣点过年银子吧。但是要怎么保存，怎么卖呢？这个不难，回去开肚去内脏，只留肚子里面的油，晾晒起来就行。年前还可以卖一波，我负责送到京城。得了子墨的话，最后2人把价格定在每只10文。村民们一听这个消息都高兴坏了。真的要收10文钱一只？
那我们捉100只不是就得1两银子了吗？几个读过私塾的一算就出来了，眼睛顿时蹭亮，都觉得太不可置信了。这银子也太容易赚了吧！这下又是全村人出动，除了村口值守的，全都集中到大妈山上来了。从当天晚上开始，一大家子又多了一项工作，就是一起往外数铜板，往里数雪蛤。短短3天，全村就收了差不多2万只，全村10几户人，家家都挣了几两银子，就连姚大贵、二贵2兄弟都拿来交了3次，一共捉到了500多只。而且来的时候还知道恭恭敬敬的喊人了，还真的是会给银子脸面。不过只有他家是全部换了粮食，其他人家都把银子攥在手里，打算来年开春再用。晚上睡觉的时候，福宝睡得极不安稳，总是一个劲的翻来覆去。袁奶奶坐在床边，刚打算休息，也发现了异样。福宝，告诉奶奶，可是做了啥噩梦？好多好多的血。听到福宝这么说，严爷爷也起身过来。原来说干旱的时候，福宝也说见过很多很多血的，这次怕是有大事要发生啊。奶奶，出去，外面怕不太平，还是待家里吧。奶奶给你烤2个红薯，等爹的和子墨叔叔回来了再说好不好？去门口。老两口不敢大意，马上叫上了子墨和严永义，到底还是有点心灵感应的。爷爷也觉得要有事，肯定就是在村口或者两边的河岸。兴许走出去，福宝能看出点什么来。带着福宝在村里绕了一会，福宝突然指着前面的方向，那边不是白色？好多人家都扫屋顶上的雪呢。严爷爷以为福宝看到了别家的屋顶，连忙跟他解释道：那边是黑色的。福宝，是黑云吗？屋顶上的？前面好像是祠堂的方向，有好多的黑云在房子上面。严爷爷、严奶奶一听就知道要出大事了。黑云压祠堂，这可是全村倒霉的征兆啊！永义，你现在立马去通知村长、族长来家里面开会，要快。没过一会，村长和族老便来到了严家。怎么个章程？子墨，你来说吧。这几天邻村出事，已经死伤无数。我估摸着这2天，很多的暴民就会冲村子来了。这可如何是好？虽说都是一些暴民，可都是些10里8乡的村民，都不能同下杀手吧？老族长，如今乱世，饥荒之年，这漂便也。为了生存，村民也就变成了暴民。如果手段不强硬一点，倒霉的就是自己村的村民。要是暴民进村，烧杀抢掠不说，家家户户的妻儿老小，怕是性命难保。子墨没有再接着往下说，人性是最险恶的，谁也不知道在穷途末路之时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来。我看子墨说的对，要是不心狠一点，这个桃花村怕是要毁了。老族长，我现在就立马去安排人手，只要有暴民胆敢进犯村子，一律格杀勿论。那就这样定了，让待在家里的妇孺孩子，家里没地窖的最好集中起来，先撤到有地窖的人家里，但凡情况紧急，可以往地窖藏起来。具体怎么分，村长你们来安排。福宝也听了花花的提醒，把咪咪和旺旺放了出来，暂时让他们在自己身边躲暖。子墨仍然不放心家里，还是进来看了下福宝。不过福宝把咪咪和旺旺放出来后，他才又出去了。天才蒙蒙亮，大批的暴民就来到了村外。村口来了一伙暴民，原以为可以像其他村子一样冲进去厮杀掠夺，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小小的村子居然还弄起了城墙。大哥，这还是桃花村吗？怎么看起来像个城堡一样？你是不是记错了？不会错的，我的小妹就家在他们桃花村，前段时间妹夫还给我送了几袋粮食，想来他们村子肯定有很多。大哥，那我们还要不要进去啊？不用管他，都已经是嫁出去的人，叫弟兄们给我冲进去，凡有反抗的，格杀勿论。站在城墙上的严永义也认出了这个大舅子。杜大头，你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亏我前几天还给你送了几袋粮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良心能当饭吃吗？几袋粮食，你打发叫花子呢？废话少说，要么交出村子，让我和弟兄们进去，要么我们冲进去，到时候可别怪我这个大舅哥心狠手辣。你痴心妄想，村子被我们围得像铁桶一般，有本事就进来吧。兄弟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给我冲进去，抢占村子。听到这话，许多的暴民开始发起冲锋，可还没到城墙下，就被下面的竹间穿了个透心凉。更多的人是被伺候大声的哭嚎，一下子壕沟里哭爹叫娘的，不要太悲惨。知道前面出了事情，这回已经有不少人直接向后跑了。胆小鬼，注定做不了大事，跑回去就算了吗？那壕沟里的不白白死了，横竖回去也是个死，不如索性搏上一回。快点回来，一半人跟我，一半人跟二头，随着我们分东西两侧进攻，我就不信他整个村子都能挖那么深的壕沟。说完，杜大头便带着一群人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城墙上的严永义则拉开了弓箭。
希望梁子以后不会怪我。只见咻的一声，直接一箭穿心，射得那么准，连严永义自己都没想到，才学了不到10天，自己居然会有那么好的剑法。杜大头当场就命丧黄泉。另一边的子墨则是守在村子最薄弱的地方，暴民到达之后便开始往村子里冲。子墨本身就是一名高手，在前面的几个暴民一会就被子墨给放倒，还没冲上来的人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一个人一会就放倒了一片，一个个都吓得抱头鼠窜。没一会功夫，暴民就全部跑光了。另外一边的暴民在杜大头倒下后也几乎都全部跑光了。大爷，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子墨，暴民们几乎都跑光了，我们村子的人只有几个受了点轻伤，倒是外面的暴民死了不少人，还有一些受伤的来不及逃跑。大爷，外面那些受伤的暴民，我们把他们抬进来吧，他们也挺可怜的，都是生活所迫，到时候再把他们移交官府。暴民的事情告一段落，子墨也把那一批收的血蛤都卖到了京城。老族长，听村子里的人说，县城和大桥镇有衙役和富户开始施粥了，会不会是真的？难道朝廷开始赈灾了？严爷爷和严永宁也有疑问。受灾半年，皇帝没有任何动作。清流县虽然不是在天子脚下，但也只是200里的路程，他们清流县尚且得不到1厘米的救济，更远的地方恐怕早就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如果是萧大人自己的动作，我们可不能袖手旁观。说话间，子墨便从外面回来了。子墨，现在外面的情况什么样？灾民们一大早都纷纷往清流县方向去了，路上熙熙攘攘的，现在人少了不少，应该都走得差不多了。很多人都在传，官府除了施粥还按人头发放救济粮，只是并不多。子墨，待会你和永义带几个人出去看看。子墨他们出去是到第2天中午才回来的，回到家里的人才松了口气，怎么说到底还是有点担心的。附近几个县只有我们清流县在施粥，旁边的县城也有富户捐银子捐粮准备效仿，只是动作没有清流县的这么大。沿途看到的灾民已经极少了，还在赶路的都是些拖家带口走得慢的，也没有人在闹事。阿弥陀佛，灾民总算是有着落了，终归不被冻着饿着也算是好的了。爷爷，灾民走了是不是就不用守村了？我们就可以随便出去玩了吗？难说，不过终归会慢慢好的。雪这么大，萧大人安置起来可不容易，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放松，慢慢等吧。你小年纪，不要操心太多，救济那是官府的事，小孩子家想太多可是会秃头的。福宝不要秃头，福宝要像小仙女似的。好，我们的福宝就是个小仙女。现在萧大人开始施粥，我们倒是可以捐些粮食，才开始府衙应该还不会缺粮食，过个几天再说吧，也可以顺带去看看亲家。奶奶，给萧伯伯送粮吧，让大家都能吃上粥。这小鬼头都催了好多次了，奶奶跟爷爷不是正考虑着吗？粮食还是得从宫镇长那个庄子往外拉，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怕是难租得到马车，就我们家2辆，再加上村长的1辆牛车，也送不了多少粮。还是得让子墨明天想办法去找车才行，怎么也得一次拉个10来车，不然天天这么拉也不是个事。直接卸我们的铺子去不行吗？还可以去看看陈奶奶。哎呦，福宝，这样可不行，难道别人问起说是粮食从天上掉下来铺子的不成？县城里可太扎眼了，哪里能这么干？第2天一大早，严家就把20多辆粮车送到了县衙。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萧县令和夫人都非常的吃惊。他们怎会有那么多粮食？回夫人，严家也没说啥呀，就说捐给县里的，让我们拉回来，连字都没让我们签认。这严家捐款连个名都不想留，我可真是服气了。教主不马上立科长，别人仁义我们府衙也不能做糊涂账，连个功德簿都不入也不行。两口子倒是摸不准严家的底细了，觉得再有家底也太大手笔了，怎么感觉在严家看来粮食这么不值钱呢？严家怕是不简单呀，可不光我们看到的这点本事，以后你可得关照着点，要不以后你想沾边都沾不上。搞不得祖上是卸甲归田的大官也不一定。那不可能，上次我们可是调查过的，他们家祖宗3代都是桃花村普通的农户。我也纳闷了，那么多的粮食都从哪来的？你就不给人家外家或者岳家是高门大户呀？我看你就是个木头瓜子，转不过弯来。夫人，你也别到处乱说严家的事，全当是普通的捐赠就行了，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他们请功。瞧你那点德行，我是这么多话的人吗？
这点见识萧夫人还是有的，人家捐了2万斤粮食，自家老爷赈灾的底气可就大了，说不定还可以往上走1、2级呢。老爷，我听说清华嫁过来后也是要一起去京城的，对陈家你也照顾着点，搞不得以后还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知道，夫人放心。隔天萧县另一家便带着元宝来到了严爷爷家。福宝，我来了。元宝哥哥，萧伯伯，咦，你们又来看福宝了？是啊，福宝有没有想伯伯啊？当然想了，福宝的三哥还天天念着元宝哥哥呢。萧大人、萧夫人，请里屋坐，让他们几个孩子在外面玩他们呢。老族长客气了，请。福宝，听说你要去京城，什么时候回来呀？那我不白去你们学院读书了。元宝哥哥要来我们桃花村读书。是啊，可是娘亲说我待不了几天，她要是不给我来，我就天天撒泼打滚。元宝哥哥，我和爷爷他们去完京城还要回来的，只要福宝以后还回来，我就能一直待在桃花村。元宝哥哥在村子里都有2哥、3哥陪着呢，这样就太好了。福宝，我们快去找三郎吧。听说永宁要上京赶考。回大人，是的，学生和几个同窗都约好了，这几天一起出动。行，到时候我派曹捕头把你们全送到京城。就不用劳烦曹捕头了吧？现在大人也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我们小心点就行。现在到处赈灾，听说衙役都不能休假，我们也不应该后给大人添麻烦。萧某身为县令，保护学子乃是义不容辞。老族长义薄云天，捐了这么多的粮食，真乃我清流县百姓之福啊！和老族长比起来，萧某惭愧。萧大人言重了。清流县明年10几个秀才上场，以后怎么都会有几个是有出息的。不如趁这个机会先拉拢人心，以后搞不得会变成同僚或者成为自己的主力，提前拉到自己门下自然是最好的。男人只是看了一眼女孩，就扬言要收她为徒，旁边的人都惊呆了。要知道，这可是当朝赫赫有名的大儒。据接上集，报名的事情过后，小姑姑和陈秀才简单的举办了婚礼，福宝也迎来5岁的生日。生日过后，一大家人就决定和老四这帮学子赴京赶考。没想到你们过来那么快，让3位秀才和老太太久等了。蓝川先生这一行没受到流民冲撞吧？听高院长说蓝川先生也是才回来几天，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多有叨扰，不好意思。还好，本是想去乡野采风，没想到后来也被迫住进了丰高县的官邸里躲避，着实狼狈，还好总算没出事。蓝川先生哈哈大笑，一点话里说的狼狈都没有，果然是心胸开阔的，应该是极容易将苦难看开的人。而此时，一个年轻妇人走了进来。夫君，我是不是来晚了？这是捉京上官氏，见过师母。夫君盼了你们许久，今日来家里，定要好好陪陪夫君。学生已定。严永宁双手给先生呈上带来的6礼，这都是照着京城的规矩来的。这是家父偶然所得，觉得还是更适合先生，望先生笑纳。严老秀才客气了。哦，这是连真青孤籍，绝版来呀，这是送给老夫的，你们可知道它的价值？这样东西也只有在先生这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在我们手上也是浪费了。而且学生已经誊写了2本，可以受益终生了。好东西啊，好东西，那位师便收下了。这东西我很喜欢，不如留下来，往后倾尽毕生所学，教授我的关门弟子。男人们说是，福宝对此没任何兴趣，甚至人都蔫了，还是黎夫人开口救了无聊的福宝。这老头子光记得看自己的宝贝，怎么都不顾着点这孩子。倒是忘了这个小家伙，福宝看着拔高了不少，可还记得蓝川爷爷。夫人，快点给福宝2个红封，光记得说话，我都忘了还是大过年的呢。也不知什么才是相公会记得的，如果不照应着，恐怕连饭你都忘了吃。哈哈哈，有夫人照看着，我就可以偷懒了。福宝可还记得老夫？得了红封，嘴里又咬了一块杏仁糕，福宝也精神了。严奶奶推了推光顾得吃的孙女。福宝，蓝川先生问你话呢。福宝不会不记得，您是四叔的先生，特别欣赏四叔做的诗来着。小家伙也知道何为欣赏呀，你知道四叔做的那首诗的意思吗？说出来让先生听听。福宝知道呀，爷爷已经告诉过福宝了，福宝记着呢。那姨姨也要听听这按手的文采是如何的了。夫君回来可是把永宁一顿夸赞自家四叔。福宝丝毫不藏私，他晃着小脑袋，头上的2个小揪揪，在外人看来，好似他在自夸自擂。那首诗描绘了一个秋日的景象，雪结花娇的第一场雪，意味着寒冷的季节即将来临。金黄菊盛开在园中，
象征着秋季的美丽和丰收。哎呦呦，这小嘴说的真好。咦，我爷爷还说了，整首诗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表现了秋天的美丽和宁静，同时也传达出一种岁月静好、生活美好的情感。这是我们庄户人家最喜欢的场景。蓝川先生的表情比当初收了严永宁这个关门弟子还要高兴，好像在煤炭里发现了珍珠一般，眼神都变了。这是严老秀才叫的。那天回去的时候，这孩子好奇多问了几句，我也就随口跟他说说，没想到他都记着呢。只说了一遍，福宝还会什么？会吟诗作对吗？什么是吟诗作对？像那天小姑丈来娶小姑姑做的吗？算，当然都算。你还记得？记得的呀，但是小姑丈做出来大家伙都笑了，肯定是做的没有四叔的好。蓝川爷爷也要听吗？陈继昌被嫌弃了，在旁边一阵脸热，严清华隔着袖口碰了碰他，让他安心。而蓝川先生也不忘替陈继昌解围。福宝要说，李爷爷自然要听的。我平时去游历，最喜欢听村子里村夫的杂诗湖州，陈秀才做的肯定比他们好多了。小姑丈只比四叔差那么一点点。哈哈，小滑头，一碗水端的还挺平，那就给我们讲述讲述当时的场景吧。好的，李爷爷。福宝摇头晃脑的从头到尾把接亲的队伍跟四叔与夫子们做的诗和对的对子一五一十的复述了出来，还是带有表情的。这一下不止蓝川先生，就连一直知道福宝有过耳不忘、过嘴不忘本事的在座众人都愣住了。我家福宝这么厉害的吗？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福宝怕是不比你们两个差，你们可得好好培养，有条件的可以找位女先生教教。这孩子我倒是稀罕，叫福宝对吧？比我那女儿小时候聪慧多了，不如相公就收个女弟子吧。李夫人说完也不等蓝川先生答应不答应，直接抱怀里。福宝似乎嗅到了熟悉的味道。夫人的提议甚好，福宝可要过来跟爷爷读书。恐怕不行哦，我还要回去带小四小五呢。元宝哥哥也在书院里等着福宝回去。那福宝什么时候有空尽管过来跟爷爷学好吗？好的。严爷爷顺嘴说起了沈姑娘的事，也说了沈姑娘暂时是福宝他们的女先生。那倒是段奇遇了，福宝可以受教，只是可怜那姑娘了。要是以后还能寻到亲就好，不过若不能找到，能在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家也算是好命。那姑娘知书达理的，什么都会，看着就是出身书香门第，但奇怪的是，她失踪这么久也没见人来找，说不定家中遇事，一时间忘记了呢。希望如此。福宝看向桌子上的糕点，忽然冒出了一句沈姑娘说过的话。严奶奶也说起了沈姑娘平时的饮食爱好。沈姐姐说她和娘亲都喜欢吃这样的艾草团子。那倒是跟我们襄州郡渭州县的饮食相似，不如我写封信回老家，也让家里人帮留意看。我那姑娘回外家也有1年多了，开春也得催她回来了。那我就带沈姑娘谢夫人了。我倒是后悔这次没有把沈姑娘带上，听说京城的大夫不少医术都了得，搞不好带来做几次针灸，兴许就能记起来了呢。现在这天气，迟点带来也好的，待我改天帮你问问，看京城医馆哪个大夫针灸是最好的，到时再让人送上来也不迟。那感情好。黎夫人很热心，在严奶奶等人离开前，介绍了京城的一个医馆给严奶奶。隔天，严奶奶带着福宝见到了神仙道骨的螳螂中。为什么不把他本人带过来？我们是跟着家人进京赶考的，雪这么大，不好带他一起。我也是听说以新堂的螳螂中人心圣手，就想先帮他问问，如若有希望，开春后再接他来。哎，奶奶竟然不相信我。沈姐姐只要吃完5个疗程，肯定会好的。不过这个郎中爷爷瞧着很顺眼，我还是想办法把大萝卜给卖了吧。那你把病患的具体情况说一说，我也就是先有个了解，没能亲自问诊，能不能诊治还是难说的。这样的病例本就少见。这个老婆子知道，医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如果您凭我们3言2语就做出诊断的话，我还不放心呢。你能这么想，那便再好不过了。只是咱们从没见过面，你为何这么信我？是去年夏天，我家那老大拿了根100年的野山参来，还是您帮他卖掉的，也不知您是不是还记得？这个我自然记得，我们这3年5载都未必能收到一支这么好的药材，还惦记着以后严小子能再给我们送点好药呢。今天怎的那兄弟没有跟过来？家里媳妇快生了，他哪里敢乱走，在家守着呢，所以并未同行。
那我先给老夫人您道喜，又要添新丁了，也不知道你们手上还有没有那样的好东西，有的话可一定要给我送过来。我们都记着呢，但是年份高的老山参也不容易找，几十年的也不敢往你们这送，就怕你们嫌弃。都嘿，不会，你要是经常有上百年的老山参，我也不敢拿太多，那可不是谁都吃得起的，反倒是年岁短的好卖出去。只要您这边收，我们有东西便会送来。你们家里要是还有，改天你们拿过来也行，或者给个住址，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差人上门也行。严奶奶和福宝等的就是这一句呢，脸上的花都藏不住了，打算过2天就给他拿个2根过来，多自然是不能拿的，细水长流的不打眼，也能够常来常往。那就麻烦老先生了，我们住在城东，门匾上写着楚阁。城东宅子不便宜啊，行，我过2日便派人上面去拿。能住那块的可不是一般人家，不过能长久提供野山餐就行。螳螂中为了抱上这条大腿，无偿提供了不少治疗失忆的法子。就在严奶奶带着福宝要离开时，门口就有人直接冲了进来，急急的大声嚷嚷：螳螂中，您快点，我家老夫人摔倒了。老夫人突发心悸，倒在了大街上，围观的人都不敢上前，一旁的老奶奶却做了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据街上集，螳螂中，不好了，我家老夫人晕过去了。是严老夫人在哪？可有一动？我们按照您交代的，在老夫人出现状况后，就找了个垫子安置在门口，您快点给看看，这么冷的天气可如何是好？都说过了，老夫人的心悸太严重，来不得一再折腾，你们怎么能让她自己来？不是胡闹吗？要来好歹也得看看天气。福宝，跟奶奶回家。不知怎地，走过那一圈人的时候，福宝忽然感到一阵心悸，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痛感觉，眼泪也想要流下来。严奶奶看到赶紧安慰：福宝别怕，没事的，我们回家，上车就没事了。村子有人说，在老人即将过世，最好别带着小孩子过去，省得惊了魂。我家福宝又是个有灵性的，可千万别被冲着。花花，问问大大，可以换什么药救老婆婆？主人，大大说一盒救心丸有100丸，不过的要1万金币，吃2丸进去很快会苏醒，但是老太太的心悸太严重了，不能彻底痊愈。空间大大也太抠门了，谁家的药这么贵，竟然要1万金币？主人，别急着吐槽，空间大大还说了，老夫人病症严重，即便现在好了，以后去哪都是要不离身，而且救这人没奖励。这是什么道理？怎么救人也分3、6、9等吗？活该有的人命就值个几万金币，这老婆婆的命难道这么不值钱？主人，这一盒药有上百万，但它又不是治你的亲娘老子，这么无偿服务多少金币也不够花呀。话不能这么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花1万金币我也是愿意的。空间大大还算有点良心，一盒上百个药丸，老婆婆要是细心点用，能救50次命呢，不亏，真的一点也不亏。奶奶，大大说吃2丸就可以救婆婆，以后再有心悸的情况，马上吃2丸就可以缓解了。福宝，能告诉奶奶为何要出手救她？奶奶，命只有一次，能救就不能犹豫。还是福宝心善，奶奶这就去送药。严奶奶把2个孩子放上了马车，立马拿出在村里风风火火的架势出来。让开，让开，不能围那么多人，闲杂人全部走开。你这个老太太硬闯什么？要是当个大夫给我家老夫人看病，我让你好看。你在这里磨什么牙？我可是拿了祖传的救命药来救你家老夫人的，愣着干啥？赶紧解开老太太胸口的扣子，让她透透气。你谁呀？说让我解扣子就解扣子，还不赶紧让开？我懒得跟你浪费口舌。螳螂中，我这有救心丸，药效极好的，吃下2粒定能让老夫人醒过来。螳螂中正一筹莫展，老国公夫人的脸色已经有点发紫，呼吸都开始由急促变没力了，又不敢移动。如今严奶奶出现，她算看到了希望。这药有用吗？螳螂中，这药是真的，当时我们村就出现过忽然闭气的人，后来服用了这药，不到几息人就醒了。拿来我看看。螳螂中到底不放心，将那2颗药丸放到鼻子上闻了闻，虽然闻不出配方，却是知道是无毒的。拿水来。螳螂中，您怎么能信一个乡下的老婆子呢？我家老夫人要吃了这药，出了事该如何是好？我是郎中，还是你是郎中？你觉得老夫人现在的状况还能再等下去？即便如此，您不能这么做。听我的，
马上灌进去，出了事情老夫我负责。国公府老夫人要珍惜在药馆门口，我的医馆就别想开了，就当是一把，说不定柳暗花明呢。把药灌进去，严奶奶又蹲下来帮他捋了捋胸口，帮他顺了顺气。不到一会功夫，老夫人忽然睁开了眼。我这是怎么了？人醒了，这下总相信我给的药没问题了吧？老夫人，您总算没事了，奴婢差点就见不到您了。唐郎中，您快给我家老夫人把把脉。瞧老夫人的脸色，人已经无大碍了，但目前不能移动，你们暂且让老夫人歇着。是这位老姐姐救了我吗？我也是顺手帮了个忙，这是好东西，别弄丢了。以后但凡有头晕心悸，马上吃上2丸，躺着就会缓解的。照着福宝的话，严奶奶把那盒药塞到了唐郎中手上。唐郎中，这里没我的事，我就先走了，改天你有空便上门来。一定。严奶奶深藏功与名，与唐郎中辞别后，快速赶回了马车。奶奶，老婆婆好了吗？应该没事了。福宝，往后这种事情咱们能少沾手就少沾手，要不然会给家里带来灾祸的。都听奶奶的。福宝，奶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这高门大户的富贵人家，生来就比咱们庄户人家多个心眼，能救皆大欢喜，要是救不好，咱们就得抵命。奶奶，福宝以后再也不鲁莽了。奶奶的福宝真乖。救人的事情很快就被他们抛在脑后。没多久，焦仲觉跑来找福宝，顺道带他去了一处河滩。这里没有大船吗？这里河滩太浅，大船停不了，停大船的地方离这有20里，半夜马车就要把货往外拉，涨水的时候小船也可以运一些，麻烦得很。可是福宝明明看到这里会停很多大船呀，而且水很深很深的。福宝的眼前明明呈现的是大船桅杆高高耸立，码头边也宅子铺子林立，一派熙熙攘攘繁荣的景象，就像在梦境里一般。福宝还看到了什么？福宝有灵通，这我是知道的，但放眼望去，这里只有零星几个行走的农户，并没看到福宝口中说的船只。福宝看到的河床很深，码头很大，起码有上百级的台阶，还看到有很多人从大船上进进出出的搬运货物，好热闹呀！这一片河滩绵延几里地，足有上千亩，夏天的时候也很荒凉，路边出去都是低洼地，要走个几百米后才会到达河床。夏天也只有淘气的孩子们才会来这里玩耍。码头能往皇城边上靠，肯定是利国利民的。如果如福宝所说，必是朝廷以后会有大动作。觉哥哥也看到了吗？不是看到，而是想到的。如果河床加深，码头往京城移20里，移到这城门外不远，到时这里必定是寸土寸金。觉哥哥，听你的意思，要在这里建码头，会得到很多很多钱是吗？福宝要是建了码头，不仅可以买土地，建成宅子出租，还可以组织起支船队商队，把大圣朝的东西运出去，再从闽南一带拉回洋货转销。哇哦，那得赚多少钱呀？到时我是不是可以躺在金山上打滚了？到时让你躺个够，赚了钱，舅舅们不会为军饷发愁。同时，这一带河岸如果再造10来艘游船，肯定也可以吸引不少皇亲贵族来游玩。我也要在游船上玩。到时专门给你建一艘游船，让你天天都玩。觉哥哥，你对福宝太好了，我喜欢跟觉哥哥玩。觉哥哥就是金大腿，比空间大大靠谱。两人站在冷风里规划了许久，实在受不住冷，这才匆匆往家赶。路上，焦仲觉询问福宝：“觉哥哥给你的那块玉牌呢？”啊，那块玉佩是觉哥哥爹娘给他的念想，但被我不小心给弄丢了。我不能瞒着觉哥哥。福宝被贼人抓上大妈山后就不见了。被贼人抢去了吗？当时福宝可受伤？福宝没事，爷爷奶奶说应该是贼人拿走了。爹爹和二叔他们后来也专门上去找了几次，就是没找到。对不起，觉哥哥。那子墨叔叔知道吗？子墨叔叔不知。觉哥哥，你别怪子墨叔叔，要怪就怪我吧。以后这么大的事，不许隐瞒觉哥哥，知道吗？知道了，觉哥哥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了。福宝什么都不会隐瞒觉哥哥的。这件事回去也不必跟爷爷奶奶说啊，免得爷爷奶奶以为我伤心。福宝知道了，这是福宝跟觉哥哥的秘密，我们拉钩好不好？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如果是那贼子拿去的，觉哥哥会想办法找回来的，也会想办法找到那个贼人为福宝报仇。都听觉哥哥的。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玉佩事件暂告一段落。回到家后，
焦仲觉便把发现河滩的事情跟严爷爷和严奶奶说了。觉哥儿说要买下那整片河滩地。是的，我想把它全部买下来，以后的任何收益福宝和严家都占50%。这个码头可以通全国的河运，最南边到闽南的出海口，还可以通海运。既然是福宝透露的，不如我们就顺势而为，抓紧机会赚钱，等朝廷需要时捐点钱出来。这得花不少银子吧？这个我会想办法让舅舅找人斡旋。这片河滩现在便宜也不会有人抢着要，所以先拿下来应该不难。但是如果朝廷有了新动作，后续的建造怕是不容易。这有何难？如果是皇帝的动作，河滩加深，码头建设有朝廷拨款，占用我们的土地，还会有补偿。这听着不错，那土地呢？至于土地，我们购买后建宅子，不管是出租土地还是房子，这帮皇亲国戚定会争抢，钱自然不会愁了。那我们占50%，总不可能一毛不拔吧？这个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了，就用你们运过来那些东西的，支付那河滩地1半的银两应该是差不多的。如果不够，我再从我母亲的铺子收银那垫一些。对福宝他是毫无保留的，相比起福宝对他的好，也不是银子就能解决的。如果你们手上还有粮食，或者像上次拉来的其他东西，等路通后尽管拉来，我们负责卖。今年的粮价肯定还是看涨的。有的，还有我们还有10车布，尽量往多了凑。办完这件事后，在清流县准备的计划也差不多开始了吧？眼前这个小女孩意外救了这个老婆婆一命，老婆婆仔细看着眼前的小救命恩人，却不想发现惊天大秘密。爹娘，顺国公府前来拜访。自从上次严奶奶救了严老夫人一命，严老夫人知道后，便带着一家子人登门道谢，还带了许多的礼品。见过严老夫人。严夫人远道而来，有失远迎，恕罪。严秀才客气了，此次前来是专门来感谢严夫人的，一点小小心意，还望你们不要嫌弃。老夫人怎的不在家安心养病，还亲自上门，真是折杀婆子我了。老奶奶好。福宝从身后探出了小小的身子，这孩子像，实在是太像了。嫣然，你快过来。奶奶，我来喽。当看到2个孩子的时候，不光严老夫人，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实在是太像了，2个孩子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奶奶，我叫严楚楚，奶奶他们都叫我福宝。福宝，你这小嘴可真甜，名字也好听。谢谢奶奶，奶奶看着也很年轻呢。看着福宝和自家孙女那长得几乎一样的脸庞，严老夫人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孩子和嫣然长得这么像，该不会是和当年的那件事情有关系吧？其他人虽然看着2个孩子都一脸的诧异，但也仅仅是觉得撞脸了而已。可别光站着了，赶紧屋里坐吧。严奶奶和严老夫人在内堂聊天，2个孩子没一会就玩到一起去了。我叫严烟雨，你呢？我叫严楚楚，也叫福宝。那我还是叫你楚楚吧，叫福宝太像3岁小孩。烟雨说的一本正经，义正言辞的。烟雨是烟雨十方的烟雨吗？对呀，你还认得烟雨十房？那是我们家的产业。严烟雨也觉得好惊奇，也没想到福宝居然会认得他家的产业。真的吗？烟雨十方的东西可真好吃，特别是烤羊腿。 2个孩子在外聊得不亦乐乎，严奶奶和严老夫人也在内堂唠着家常，可严老夫人却心不在焉的。妹子，敢问这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啊？严奶奶没想到严老夫人会这么问，一时间也回答不上来，干脆一口气从福宝被收养如何到的严家，通通告诉了严老夫人，不过并没有把福宝带来的好运说出来。看来不是没有可能，回去一定要好好派人给查清楚。严老夫人一家离开后，爵哥也来找到了子墨，见过世子。子墨见到了爵哥，当场就跪了下去。子墨没能保护好小姐，请世子责罚。这件事情我知道了，福宝替你求情了，如若再有下次，你知道后果的。多谢少主，子墨以后一定不会辜负少主的厚望。好了，我这次来找你是要你办一件事。少主请吩咐。我打算让你跟我去一趟姚郡王府。就当爵哥和子墨说话的时候，福宝噔噔噔的跑来了。爵哥哥，你们要去哪？我也要跟你一起去。福宝，爵哥哥和子墨叔叔是去办事情。我不管，我就要跟你们一起去。福宝软磨硬泡，爵哥哥无奈还是答应了这个小丫头。想来有子墨在，应该也不会有事。几个人鬼鬼祟祟来到了郡王府，还没走到前院，一阵哭哭啼啼的声音便传来了。郡主，奴婢回来了，奴婢回来给你赔罪，奴婢对不起你，奴婢把少爷弄丢了。郡主，奴婢给你磕头谢罪。是奶娘，奶娘还活着，
一个妇人哭哭啼啼的，非常伤心，但是声音非常压抑，还不敢大声哭出来。那个人影也跌跌撞撞的。少爷会不会认错了？我不会听错的，奶娘从小把我带大，和娘亲更是情同姐妹。一阵哭泣过后，奶娘便晕厥了过去。我们快点过去看看。说是婆子，其实奶娘才30出头，一身破破烂烂的，还好身上穿了不懂从哪捡来的破棉袄，不然早就冻僵了。当初就是奶娘带着我逃出去的，一起去的一个小厮和2个护卫，没到清流县就被杀了。奶娘为了掩护我，让我往跟他相反的方向跑，后来失踪了，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呢，幸亏。绝根紧紧地抱着奶娘，一点都不嫌弃，轻轻地把头贴到她的脸上，声音已经哽咽了。除了娘亲外，这是他从小最亲近、最值得信赖的人，就如同自己的母亲。还好现在还活着，没有离开他。为了绝哥哥，我一定要把他救活。少爷，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把奶娘带回去。另一边的严老夫人回到家后，一直耿耿于怀。当年烟雨的娘生下了一对女儿，接生的婆子说有一个死婴，当时也没人查看，丫鬟说是晦气，就草草让下人带出去埋了。按照严大妹子的说法，福宝是他们领养的，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我的孙女。严老夫人回忆着当年痛苦的过往，不禁潸然泪下。王爷，边境传来消息，粮草军饷不到位，已经饿死冻死了许多士兵，鞑子挑衅越来越频繁了。由于没吃没喝，军队里甚至出现了逃兵，边民也纷纷往京城方向逃离。如果不及时补充粮草，恐怕会兵败如山倒，让鞑子们长驱而入，危急城池。我知道了，如今内忧外患，朝廷派送的粮草不是尚在半路遭抢，就是临近了才被杀。上次严秀才送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我林家军节节败退，再这样下去，我林家怕是要葬送在我们手中了。另一边的福宝倒是惦记上了严老夫人的病，又找空间大大换了些药丸，让严奶奶派人给送去。以后治病这个事，福宝是不能再擅自做主了。我们老是凭空捏造一个并不存在的有医，但是药品却不停不断的出现，以后怕是圆不过去。那怎么办呀？我们难道见死不救吗？福宝可是跟大大换了很多很多好药的。福宝有点不情愿了，他救的还没有任何一个会反吞他的金币，说明救的都是值得救的人。除非我们中有一个医术了得的人，把事情往他身上推，不然福宝只能歇了这份心。爷爷奶奶绝不允许你出现任何的意外。福宝很厉害了呀，外公和外婆收的药草福宝都认识，他们都可以治什么病毒，奶奶也告诉过福宝了呀。福宝得意洋洋地拍了拍小胸脯，觉得自己就是个小神医，有什么可害怕的？爷爷奶奶知道福宝很聪明，可是医者仁心，光是这些是不够的。看空间大大换出来的药，就比杜奶奶杜爷爷的药好得多。如何配置，药性如何，福宝是不知道的吧？就是皇宫里的太医也未必清楚。所谓学无止境，福宝离那还远着呢。那爷爷说如何学，福宝我会努力的，一定不会偷懒。如果福宝真的想学医，还要多看书，多学医术，回村后也要跟杜爷爷杜奶奶学习验药制药。要不这样吧，明天爷爷去书局帮你买一些医书，先看看能不能看得懂。爷爷，你是不是忘了，你不是说那一箱古籍里也有不少医药的书吗？福宝是不是可以看看？古籍恐怕是更难懂了，爷爷都未必都看得懂。不过福宝有空的话也先翻翻也无妨，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可以拿来问爷爷，或者让小姑丈读给你听。福宝小脑瓜转了转，福宝先不打扰爷爷，兴许空间大大可以教我。大大不是万能的吗？觉得兴许可以用金币跟大大换个老夫子、老郎中也不一定。花花，这可怎么办呀？你给出个主意呗，求求你了。主人第一次这么低声下气的求人，花花都有点不忍心了，搞不定都觉得对不起主人。大大肯定会有办法的，主人别急。说完马上隔空交流了。空间大大说，主人可以用10万金币换一种技能。10万金币，你怎么不叫大大去抢？不过福宝还是很好奇，什么技能呀？是无师自通的技能吗？这是福宝最期待的，这样他就可以天天睡懒觉了，天天治病救人，高枕无忧了。不是的，拥有这项技能，你就可以一目十行，每本医书熟读3遍后，全部都会记在你的脑海里。而且空间大大说，只要医书在空间里，你都读得懂，不需要别人指点，以后也可以学以致用。真的这么好吗？那太好了，我要换。对比起可以医病救人，福宝觉得还是挺值得的，而且救助越多的人，他
他拥有的金币就会越来越多。空间大大还说，他那还有不少医书是可以用金币换的，不用专门去书局买书。我怎么觉得空间大大在坑我，想把我的金币全部掏空？不过一想到可以救很多人，福宝还是很高兴。快点帮我换技能，我现在就要学。看主人那么热情，花花让大大把2本书给拿了出来。果然，福宝用10万金币换了技能后，拿起其中1本书，居然可以把书里的字都读懂。不过读1遍只能有个大概了解，3遍后才真的刻在了脑海里。福宝兴奋，恨不得全部一晚上把它学完。可是没想到，学到第2本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理解。花花，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大是不是坑我？怎么技能没有用了呢？空间大大说了，即使有特殊的技能，主人也不能一天消耗太多的脑力，一天最多只能看1本，而且每本学习的时间最好相差2天以上，不然容易被反噬。好吧，没事，20多本我也会很快学完的。这对福宝来说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按空间的时间来说，空间里读10本只需要在凡间读1本的时间，他一点都不怕。空间大大提醒主人要勤奋点，主人要想学到更精湛的医术，就要经常进来学习，因为这个技能也只能用到你10岁，10岁后想学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只能靠你自己的脑子。知道了，福宝的脑子也不差，不过我会努力的。说罢，福宝举起了捏得紧紧的小拳头。10岁后，我就是小神医了。花花，我太爱你了。几天后，顺国公府又派人来，请严奶奶一家人上门一叙。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可这个男人竟然亲手害死了自己的结发之妻。据接上集，严奶奶，我家老夫人请你们一家去府上一叙。严奶奶一家子来到王府后，王府的一个老婆子看到福宝后，立马露出了惊骇之色。严老夫人就看出了端倪。米嬷嬷，听说你也来自清流县，我这位老姐妹刚好也来自那里，指不定你们认识呢。米嬷嬷自见了福宝后，就心神不定，连老夫人问话都没听到，反而是旁边的严夫人替她解围。米嬷嬷，你是不是想家了，所以神思不宁的？回老夫人，夫人，奴婢没挂念，思乡之情谁都有的，我们都理解，认识就叙叙旧，不认识聊起家乡总会心情好些。米嬷嬷听老夫人这么说，才抬起了头，看严奶奶不是自己认识的人，又才仔细的多看了一眼，心定了定。这位贵客奴婢确实不认识，不知米嬷嬷是哪个村的，距离我们桃花村可远，说不得我们还沾亲带故呢。远房的亲戚不熟悉的也有，家里的人认识也不一定。一听说桃花村，米嬷嬷不知怎地就忽然一哆嗦，严奶奶忍不住又多看了她一眼。米嬷嬷那么多年没有回去，应该是以前家里发生了变故，才促使她没机会回去。夫人说的对，我娘家是石河子村的，嫁个婆家不到半年，受尽了挫折，连带女儿也没保住，只能跟着夫君在外讨生活。米嬷嬷才慢吞吞地说了出来，说完还用衣袖擦了擦眼角，像是不愿意提起的样子。倒也是个苦命人，我大儿媳是石河子村的，说不定她认识你娘家，如有需要，我托人给你传个话，顺便带个东西回去。不用了，奴婢自小父母双亡，从小就过继给了别家，当初出嫁还是养父养母狠心把我卖了，后来也没有了联系，说来你家媳妇也未必会认识。见他说的这么明白，严老夫人立马懂他的意思，摆手制止。不说了，米婆子，你下去跟着烟雨，别让他磕碰到。奴婢记下。严奶奶总感觉有点怪怪的，主要是这米嬷嬷说话总是吞吞吐吐的，又不敢正眼看她的样子。这个米嬷嬷在见到福宝时就神态慌张，眼神闪躲，总感觉她认识福宝似的。米嬷嬷出去后倒是上了心，径直到旁边孩子们的屋子里去了。但当她再次见到福宝后，眼神几乎粘在他身上了。小姐你看，米嬷嬷一直盯着小姐你看呢，这人怎么奇奇怪怪的，不会是有疯病吧？就连福宝旁边的红英也注意到了，觉得顺国公府怎么会用这样的下人，总感觉他对自己带有浓浓的敌意，像是不喜欢他接触烟雨似的。就是烟雨，这人不是有啥问题吧？赶快让人给打发了。烟雨还没出声，没想到这个米嬷嬷倒是胆大，仗着没有大人在，直接上前就问：楚楚小姐是严家的亲孙女吗？一个下人无缘无故突然冒出这句话，他们几个小孩都惊异地抬起了头。平时跟着老夫人的丫鬟琉璃，这会也跟在旁边照顾小姐。米嬷嬷，你今天怎么回事？马上回你们院里去，别冲撞了小姐们。可是米嬷嬷却没马上走，还小声地争辩着：奴婢只是好奇，看着她不太像严老夫人的样子，别不是来路不明的野丫头。
这种话也是你能说的？快点跪下来，自己掌嘴。米嬷嬷听到这一声呵斥，倒是有点怕了，连忙跪了下来，却没有掌嘴，像是不服气似的。将军府的红英也生气了，我看你这婆子再敢放肆，都欺负到我们姐妹头上了，也不看自己是什么身份。不就是个乡下人，老奴只是随便问问。没想到这个米嬷嬷胆子还那么大，也没把红英看在眼里。是不是我和母亲平时太好说话了，惯得你这样的一次两次的对我的客人出言不逊？我定要母亲把你放到庄子里去。烟雨的呵斥声惊动了屋内的老夫人等人。当他们从丫鬟的嘴里得知事情真相后，严夫人抢先一步开口：米嬷嬷，福宝现在是我的家人，我和老夫人都还宠着他，你倒是蹬鼻子上脸了。从今天起，就给我去后院做杂嫂的活。这样的人府里是留不得了，直接打发到庄子去吧，以后也不用见了。别呀，老夫人，小姐从出生就是奴婢看着的，奴婢只是想护着小姐而已，求夫人把奴婢留下吧。给我先带下去。是。别人处理家事，严奶奶自然不好逗留。国公府有事要处理，我先带着福宝回家去，改天咱们再聚。行，咱们改天再聚，我这就派人送你们回去。送走了严奶奶和福宝等人，严老夫人便叫下人把米嬷嬷带进了屋内。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是。米婆子，跪下。夫人，我且问你，为何你对福宝有如此大的敌意？从他一进门开始，你眼神就一直在躲闪，说说吧。夫人，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奴婢只是怕她冲撞了小姐。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奴婢不知道夫人何意。我问你，5年前烟雨出生的时候，明明是2个女儿，你们却说另外一个胎死腹中，那尸体你们埋在何处？老夫人，当时婴儿已死，怕冲撞了夫人，这才让丫鬟直接找个地方埋了。那丫鬟现在何处？这个奴婢也不知道，已经回乡很久了。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你不想说，那就别说了。来人！夫人，把米婆子给我带去暗室。老夫人，求求你不要啊！老夫人，奴婢错了，奴婢交代，现在就交代。说说吧，福宝可是我的孙女。回老夫人，福宝确实是你亲孙女。既是我的孙女，为何当时你们要说是个死婴？奴婢很早就伺候在夫人身边，拿夫人当自家姑娘疼，可夫人却只当奴婢是下人。夫人怀上小小姐时，恰逢我的另一个女儿得了重病，急需钱救命，可夫人她就因为没借你银两，你就狠心丢弃我另一个孙女，拿个死胎糊弄我们。老夫人身居高位，自然不懂下人的难处。在你们眼中，50两银子不算钱，但在奴婢眼中，那是救命钱，也是我女儿活下去的希望。米婆子将藏在心里的苦痛说出来，她已经顾不得浑身的伤，愤怒开口：夫人表面端的一副良善，但背地里虚伪自私。她宁可丢给乞丐50两，却不愿意救我的女儿。既如此，我也要让她尝尝痛失女儿的滋味，报应呀！钱是我儿媳的，借不借是我儿媳的自由。而你为了报复，竟然让我国公府的孩子流落在外，你好歹毒的心肠！我变成这样都是你们逼的。早知道那个孩子会活着回来，我就应该掐死他。我恨呀！死不悔改，带下去。是。严老夫人激动到无以复加，可一时间又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理由去严家，只能让丫鬟喊来自家儿子。严老夫人把当年的事情给儿子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怪不得我每次见到福宝后，总有种说不出来的亲近。既然福宝是我的孩子，那还不快去带回来？不急，你让我想想，得想个合适的理由，想个妥善的法子。好，都听能的，太好了。你说什么？福宝可能是国公府丢失的孩子？是啊，严老夫人3句话不离福宝，问了好多关于福宝的事情，加上福宝又和烟雨长得这么像，所以我便开始有了怀疑。这件事情我们暂时还是不要声张，不管福宝是不是国公府的丢失的孩子，她都是我们的亲孙女。老头子，你说万一福宝要真是国公府的孩子，我们可怎么办啊？难不成要把福宝还给他们吗？要真是那样，这可让我怎么活啊？我是真的舍不得这孩子。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你也别太焦虑了。夜来之则安之，
人家孩子丢了那么长时间，把孩子要回去也是理所当然。福宝这个孩子心地善良，早就把我们当成了他的亲人。严奶奶口苦婆心的说了半天，严奶奶情绪这才稳定了一点。另一边的奶娘被爵哥接到了庄子上，休养了几天，也醒了过来。奶娘，爵儿，我的爵儿，是你吗？爵儿，这么多年你受苦了，奶娘对不起你呀。在见到爵哥后，奶娘早已泣不成声。这些年，她找了好久好久都没有爵哥的消息，都以为爵哥已经……奶娘，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快跟爵儿说说。还有，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爵儿，杀害郡主的正是姚郡王，郡主在无意之中发现了姚郡王谋反的证据，郡主3番5次的劝说无果，姚郡王这才起了杀心。为了保住你的性命，郡主便悄悄让我把你送出宫去。我一直跑到清流县，后来又被流民冲撞，把你给弄丢了。爵儿，对不起。奶娘，这不怪你。姚郡王听了奶娘的话，爵哥久久不能平复自己的内心。姚郡王可是自己的生父，居然下此毒手，杀害自己的母亲。爵儿，姚郡王他……奶娘，弑母之仇，不共戴天。就算他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也不会放过他。爵儿，姚郡王如今在朝堂势力庞大，奶娘担心你。奶娘，我知道姚郡王当年为了上位，欺骗我母亲的感情，无非就是看中了我几个舅舅掌管的林家军。可我千想万想，我实在是想不到他如此歹毒，对娘亲下如此狠手。姚郡王，我一定会亲手终结你的皇帝梦。什么？你说钱塘湖决堤了？启禀皇上，河伯派人来信，今年又是大寒，又是大雪，水位逐渐上涨。近日天气逐渐回暖，河面冰层融化。就在昨天午时，钱塘湖决堤了。如今方圆几十里已经是一片汪洋。爸，不好了！皇上，边关传来消息，林家军被鞑子包围，困于洛林山中。混账！我林家军8万精锐，鞑子区5万人马，怎么可能包围我8万大军？回禀皇上，林家军本来刚在房关安营扎寨，谁知钱塘湖突然决堤，鞑子又向前紧逼，如今已形成合围之势，进退两难。众位爱卿，这可如何是好？前有鞑子堵截，后有洪水肆虐，难道天要亡我大圣？皇上，如今之计，世僧派元首，不如就封姚郡王为先锋，带领10万大军支援林将军，一举消灭鞑子。姚郡王对于林家军早就已经垂涎已久，如此情形更是机会难得。皇上，臣愿意领军去助林将军一臂之力。皇上，姚郡王虽出身武行，但他许久没有领兵打仗，此次鞑子突袭，边关将士仓促应对，已是艰辛。此时不派个有经验的将军，臣恐怕……纯亲王莫不是在针对本王？国家大事之前，不要把私人恩怨扯进来。你林家军在边关节节败退，如今又要面对滔天洪水，敢问纯亲王如何担得起如此重任？臣觉得郡王言之有理，资源恩怨可以放到私下解决，却不能摆在朝堂上。且现在到了危急关头，纯亲王还惦记这点小事，心胸未免太狭隘了些。本王行得端，坐得正，不会惧怕这些猜测。现在是鞑子侵犯边关，江南又恰逢水患，内忧外患之际，自时的选人慎重些。皇上，臣请求再选他人。皇上，臣对皇上的忠心日月可见，求皇上明察。好了，如今关头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封姚郡王为先锋，纯亲王为监军，从即日起带领10万大军支援林家军，一举消灭鞑子。至于钱塘湖水患，朕便派其他人去。皇上英明，老天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我定不能辜负这番美意。皇帝一意孤行，纯亲王心中憋闷，却又不能言说，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福，希望这次能够顺顺利利。姚郡王，恭喜恭喜！以后别随意出现在我的书房。你难道忘记了上次的事？要不是本王机灵，咱们早就脑袋搬家了。怕什么？那个威胁不是被你出了吗？说起来，你也够狠的。那可是你的结发妻子，为你生儿育女，帮你坐上郡王之位，你却杀了她。往事休要再提，今天来是有何事？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这次奉旨去增援，但你别忘了，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消灭了林家军，你才能坐上想要坐的位置。不需要你提醒，你只告诉我，你们君主让我如何动手。我们国主说了，林家军驻扎边境几10年，杀戮我朝士兵，已然成了我朝最大的隐患。要不除掉他们，难解国主的心头之恨，且还会阻挠咱们的大计。这些车轱辘话少说，就说你们国主要我如何做。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我们国主说，让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林家军，同时伪造纯亲王与我朝通敌的书信，借助你们皇帝的手，杀了他以及整个林家军。好个一箭双雕，够狠！好，我答应你们。
我这就给国主飞鸽传书，等你带领的10万大军一到边关，咱们便同时动手。本郡王知道了，记住当初的约定，要是敢食言，别怪本郡王不客气。把心放肚子里，往后两国发展还靠你这个未来新君呢。退下吧。舅舅，听说皇上要派你去边关，这事可是真的？这是你怎么知道的？朝廷上下都传遍了，姚郡王被任命为急先锋，领兵10万，你这是再去，岂不是危险重重？觉儿，即便知道前头危险重重，我也不得不去。林家军手边数十载，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鞑子踩着他们的尸首占据我朝。舅舅，可我……觉儿，你已经长大了，不管未来如何，你都要好好活下去。舅舅，我娘是被姚郡王害死的，如今你又要去边关，再出事的话，觉儿就真的没家人了。觉儿不怕，舅舅会小心。你要觉得京城实在待不下去，就去桃花村，那才是你该待的地方。舅舅，觉儿不去，觉儿要跟舅舅去边关。觉儿连舅舅的话都不听了，舅舅会注意的，你放心。到了边关，舅舅每日都让人给你飞鸽传信。舅舅，都听你的。皇上，醇亲王里通外敌，害死了我20万将士。皇上，臣深感有愧，要是臣态度再强硬点，醇亲王就不会一意孤行，连累我20万将士死在边关。皇上，姚郡王血口喷人，微臣清清白白，还请皇上明察。皇上，这是醇亲王勾结鞑子来往的书信。呈上来。混账！好你个醇亲王，竟跟鞑子里外勾结，害死我属10万将士。皇上，这里面肯定有误会。醇亲王一向忠心耿耿，且这次出征，他的几个弟弟都战死沙场。李大人，这才是醇亲王最阴狠的地方，他连亲弟弟都算计，可见他不是什么好人。可惜我故去的夫人到死都在念叨他这个大哥，证据确凿，醇亲王再辩驳都没用。皇上，臣请赐死醇亲王。来人，带下去，打入天牢。皇上，微臣冤枉啊！皇上，把王府给我围起来，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走。少爷，不好了！姚郡王带领许多官兵前来，王府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觉儿，你快走，从后面密室逃走，我出去拖住他们。我不走，奶娘，我今天就要看看他是不是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要杀死。觉儿，再不走来不及了。少爷，得罪了。你们快走。大姐，你保重。姚郡王，好久不见。你居然还活着。托姚郡王的福，奴婢活得好着呢。看来觉儿应该是和你在一起了。不错，觉儿现在好得很，不过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他。你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你服侍王妃多年，性子刚烈，想来也是不会说的。本王就留你一个全尸。觉儿，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什么？醇亲王通敌叛国，全家上下187口人被满门抄斩。该死的汉奸走狗，可怜了边关那么多的冤魂。老头子，如今爵哥在我们家，要不要告诉他这个消息？这件事情我们得好好合计一下，他迟早会知道的。朝堂的事情我们不清楚，但和醇亲王的交往来看，想来他也不是那样的人。那我们家会不会受牵连啊？之前醇亲王还派人送了几次礼物来，想来也是瞒不住。咱们现在得找个其他的借口。老四必须是咱们县的暗手，爵哥在咱们家的时候也没几个人知道，可以找蓝川先生帮忙，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事情。那就只能这样了，可怜了爵哥这个孩子，如今他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我们福宝以后一定不能像他们那样卷入朝堂。爵哥现在和福宝在一起，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吧，想来他应该也能猜到一二了。从进入严家开始，爵哥的头顶上就有一片漆黑的乌云。福宝就已经告诉他了，爵哥一直心不在焉的，想来也猜到了几分。不过严爷爷还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爵哥。娘亲、奶娘、舅舅，爵儿不孝，没有能力保护你们。姚老狗，你一定要给我好好活着，我一定要亲手砍下你的人头，祭奠娘亲、舅舅、奶娘，还有边关数10万将士的在天之灵。爵哥哥，什么？你要离开？孩子，我们庄户人家不懂朝堂上的事情，你在我们家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如今你又能去哪？严爷爷、严奶奶，感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的照顾，我不想拖累你们。爵儿，严爷爷相信你，你就好好待在我们家，你肩膀上责任越重，就要越能忍辱负重，才可能完成大业。是啊，少爷，目前还没人知道你的身份。我看这样吧，朝廷马上就开市了，不如就让爵儿在老四身边当个伴读吧，这样也能掩人耳目。回头爷爷给你起个新的名字。孩子，
你就留下吧，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给老四当伴读，就是委屈了你。孩子，这可使不得啊！爷爷奶奶不顾危险，能够收留觉儿，已经是莫大的恩情了。觉儿在此先谢过爷爷奶奶，一切都听爷爷奶奶安排。